程振宇居然被美国的猎人协会盯上了，他们答应让程振宇的体内的魔力可以再次觉醒。然而程振宇只是简单的释放出魔力，就把美国的猎人吓得瑟瑟发抖。时间线拉回程振宇攻略济州岛的时间，美国的清道夫工会的会长也正在观看直播，他正是国家权力级猎人安德烈。他也知道黄东秀与程振宇之间有矛盾，表示居然发生了这种事，他原本还蛮想见一见程振宇的。这时身旁的助理询问他，如果到时这两人打起来了，他会怎么做？安德烈听后询问起助理，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黄东秀可是清道夫工会的财产，而清道夫工会是他的，他绝对不会原谅任何动他东西的人，就算是美国政府也不行。另一边的济州岛上，就当蚂蚁们都被处理干净之后，猎人协会安排了采集队前来回收魔晶石，并且为了以防万一，还特别派出了骑士团工会一同前往。然而就当他们正准备开始回收时，却看到蚁穴深处走来一个神秘男人。众人见状也立即警惕了起来，因为现在的济州岛不应该有任何人才对。然而神秘男生却开口说起了话，但他所说的语言竟然是魔兽语。就当众人还处于震惊之际时，一道响指声突然传来，下一秒一股强大的魔力波动就扫过众人，顷刻之间众人就都全部倒地。原来是男人身后老者释放的技能，让现场所有人暂时先睡下去了。男人告诉老者已经确定是那个男人干的。老者听后也疑惑表示，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这些人，不过狩猎还按照原计划进行。说完就徒手捏出一个传送口准备离开，然而男人却叫住了老者，表示有个家伙好像已经到韩国这里了，既然都来了，不如先把那家伙解决掉再走吧。然而老者听后只是表示，这附近就交给他吧。男人立即询问老者是不想跟他扯上关系吗？老者只是表示，你也可以这样理解。说完就进入传送门离开了此地。男人看住老者离开的背影，随后立即吐槽起老者是胆小鬼，但他自己也没必要自找麻烦。说完就立即召唤出红色传送门，也消失在了济州岛。另一边的闵世军的葬礼上，随着葬礼的结束，程振宇也找到了高会长，表达了自己要创办工会的意愿。高会长听闻后也立即答应了下来。高会长随后就询问程振宇是否有在济州岛上设置什么结界之类的东西，因为他派出去前往济州岛回收魔晶石的小队，在济州岛上睹莫名的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完全记不得之前发生的事情。高会长也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是中了魔法。程振宇听后当即否认，目前也只能暂时认定他们可能是中了蚂蚁们的陷阱。然而就当事情处理完毕后，程振宇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被一名陌生男子叫住了。他当即表明了自己是美国猎人管理局的人员，这次来找程振宇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程振宇带来一些绝密情报，并且表示这个情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机构里都不可能听到，表示目前他们的副会长就在附近，想邀请程振宇过去聊一聊。程振宇对于这个卖关子的话自然不打算搭理，正打算离开时，陌生男子才表示自己居然忘了，越好的牌自然是不能藏着。随后询问程振宇是否知道能让猎人的能量值提高的觉醒者吗？程振宇在听到这话之后也来了兴趣，随后就他一同来到副会长那边。副会长一见到程振宇，就将一份移民资料放在程振宇面前，表示这些材料原本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搞定，但只要程振宇一句话，下一秒程振宇就能立即成为美国公民。然而程振宇听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表示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可以让猎人2次觉醒的升级者。副局长听后笑了笑，让人去把赛诺夫人给请过来。不久后，赛诺夫人就来到程振宇的面前，程振宇也能感知到赛诺夫人的气场，果然跟一般的觉醒者不一样。赛诺夫人随后便开始介绍起自己的能力，表示这个世界所有的觉醒者的极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不进行2次觉醒，那么他们的等级将永远没法突破。自己的能力就是能强行激发觉醒者的潜力，协助他们突破极限，实现2次觉醒，并且他还跟程振宇保证，一旦体验之后就再也离不开。副会长进一步的补充道，赛诺夫人所说的都是真的，但每次使用这种能力都要休息很久，所以每年只有3-4个人能得到这种机会。程振宇接着询问效果有多大，赛诺夫人表示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通常经过他3个阶段的激发潜能后，至少能够增加2成甚至3成的力量。程振宇听后感到不可置信，难怪黄东树即使遭到全国人的谩骂，也要选择来到美国了，果然是令人无法拒绝的条件。这时副局长告诉程振宇，赛诺夫人的能力就是送给他的见面礼，当即就询问程振宇愿不愿意突破极限。程振宇看住他们一脸的自信，也答应了体验看看，随后就将手放在了赛诺夫人的手心。副会长在看到这一幕后，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他认定只要经历过一次，那么程振宇下次一定会主动来找他们。此刻的赛诺夫人开始释放自己的魔力，就连后藤龙二都无法攻略的济州岛，而眼前的男人却用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能力，就成功靠着一己之力攻略成功了。他很好奇程振宇的极限究竟会在哪里，可下一秒赛诺夫人就被一股强大的魔力笼罩。赛诺夫人转头看去，
只看见空中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赛诺夫人能清晰地感知到程振宇体内的黑暗也在注视着他。顷刻间，赛诺夫人就抱紧了脑袋，不停地哀嚎起来。手下见状，直接掏出手枪对准程振宇，质问程振宇对赛诺夫人做了什么。副局长见状，赶紧制止了他们的行为。他严重地警告手下，如果惹得一个 S 级猎人生气，那么现场的所有人都得死。副局长也连忙弯腰向程振宇道歉。程振宇对此也是一脸懵逼，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副局长连忙询问起赛诺夫人的情况，只见她全身不断地冒出冷汗，身体也在不停颤抖。副局长只能无奈表示，今天赛诺夫人身体状态不太好，表示之后会再跟程振宇联系。待程振宇离开之后，副局长连忙询问究竟发生什么事。赛诺夫人一脸惊恐地回答道，程振宇是王，而且是十分强大的王。副局长听闻顿时一惊，难道你是说他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国家权力级了吗？赛诺夫人摇了摇头，表示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程振宇虽然是王，却不是普通的王。当他窥探程振宇的同时，他也正在看住赛诺夫人，但这股力量不是来自程振宇，而是来自他体内的那无尽的黑暗。最后，赛诺夫人惊恐地说出最后一句话：程振宇根本没有极限。此时毫不知情的程振宇在离开大楼后，也是一脸的疑惑。他敢肯定，赛诺夫人一定看到什么？难道是系统的痕迹吗？赛诺夫人究竟在害怕什么？就当程振宇还在困惑时，一阵手机来电声打断了他。原来是他工会附近出现了 B 级传送口，高会长想请他过去处理一下。程振宇疑惑地询问：不需要攻略许可证吗？高会长听后笑了笑，表示：你不会是忘了攻略许可是哪里发放的吧？程振宇这才反应过来，和他通话就是猎人协会的高会长，随后便答应了下来。紧接着，程振宇第一时间就来到传送口旁，他的出现顿时就吸引了现场的群众的注意。想不到 S 级猎人会亲自来攻略传送口，可就在程振宇准备进入传送口时，却被负责看守那边的工作人员拦下了，询问其程振宇的攻略许可证在哪里，并且要凑齐足够的人数才能进去。程振宇只能无奈地打电话给高会长求救，心里吐槽起怎么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程振宇随后就将电话交给了工作人员，表示是另一个你无法容忍的人找你。工作人员在听到是高会长的电话，这才无奈地放程振宇进去，并且在程振宇进入后才吐槽起，祝程振宇在里面摔一跤把脚扭伤。然而下一秒，传送口的颜色竟然变成了红色。工作人员傻眼地看住这一幕，心里想着，难道是我刚才的诅咒吗？与此同时，之前济州岛出现的老者正在不停地追杀世界排名中的 S 级猎人，看住眼前倒地的男人，他失望地表示，难道又要空手而归了吗？这些光辉碎片还真是难找啊。然而这时他的身后的动静吸引了他。约格蒙特，你怎么会来这里？约格蒙特听后随即表示道，我有关于东部的信息要告诉你。东部的弹丸之地，那是暗影君王所在的地方，不是由你负责的吗？约格蒙特听后接着解释，支配者们似乎打算再往南方一点的地方释放莱吉亚，自己会负责那边。至于暗影君王所在的地方，只要设计者履行了契约，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并且他发现一个更有趣的事，那就是最灿烂的光辉碎片就在那片土地上。老者听后十分满意，然而一股强大的气息打断了他们。东部的弹丸之地指的是韩国吗？来者正是程振宇的父亲程日汉。老者冷笑着回应，是又如何？能追得上我们的话就试试看。约格蒙特赶紧提醒老者，酷寒我们没时间跟那家伙玩。眼看两人就即将进入传送口离开，程日汉当即掏出短剑往酷寒的方向砍去。然而酷寒只是轻轻挥手，一面冰晶盾就挡下了程日汉的攻击。随着两人不断的释放魔力，最后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酷寒也已经乘机离开了此地。此时进入副本后的程振宇也是一脸的无语，没想到自己居然又遇上红色传送口，看起来会有些棘手。然而此刻他也想起来母亲对他的交代，既然已经成为了 S 级猎人，那就要去拯救更多人的性命，就如同他父亲身为消防员时那样，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他要程振宇知道一切都不能勉强。程振宇也很庆幸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反对他身为猎人的事，但他如今已经是 S 级猎人了，比及红色的传送口根本算不上勉强。他打算1天之内就结束战斗。程振宇则独自一人往领主的方向走去。就当领主看到程振宇是独自一人来时，愤怒地朝他嘶吼起来，表示你确实很强，但你竟敢一个人前来，我的同伴早就潜伏在了四周。随后领主就开始召集埋伏在四周的魔兽出来，然而他的召唤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在领主疑惑的时候，程振宇咧嘴一笑，表示你竟然说我是独自一人，真是有趣。下一秒，影子士兵们便从四面八方走出。领主见状，这才知道原来埋伏的同伴早就已经被程振宇的影子士兵解决了。程振宇只是一句开始吧，影子大军就跟魔兽厮杀在了一起。蚁王贝尔率先出击，直接将领主挥舞巨斧的胳膊给扯断了。伊格丽特则直接把领主的脚给废了。在两人的合击下，领主直接狠狠地跪倒在地，尖牙接着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使用逆重力魔法将他死死按在地上。程振宇则如同死神般默默地走向领主。如果你乖乖地回答我的问题，就能少受一些痛苦。但最终程振宇还是没能问到什么，就被系统强制中断了。程振宇随后就打开物品栏，拿出了从被诅咒的随机箱子里得到的钥匙。这是他在济州岛上突破100等级时解锁了钥匙的一部分的信息。令程振宇没想到的是，那钥匙居然是卡特农神庙的钥匙。那是一个程振宇想忘也忘不了的地方，曾经令他陷入绝望的双重地下城，如今竟然再一次召唤了他。然而今日已不同往日，程振宇已经不是那个弱小的1级猎人了，而是拥有强大力量的 S 级猎人。如果这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情景，如果系统一直在等候自己回去，那就给我等住吧。程振宇发誓很快就会找过去，亲手揭开系统背后的秘密。时间来到几天后，此刻的程振宇还在跟刘振浩讨论工会成立的事项。他从地下城带回来很多上等的魔晶石，给刘振浩拿去当做建立工会的资金。刘振浩却告诉程振宇，现在他们还需要找到第3个人加入工会，虽然只是负责充当人数的，但还是必须找诚实可靠一点的人比较好，毕竟是长时间需要一起工作。程振宇听后说，除了这件事就没有了，对吗？然而刘振浩却告诉他，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工会的名字。程振宇听后只是无言的表示，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刘振浩立即吐槽道，这可是超级重要的事啊！就当刘振浩还在那边努力的想名字时，单身工会如何？反正都是单身汉组成的工会。刘振浩听后直接无语了，想不到大哥也有不擅长的事。然而这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们，刘振浩赶紧过去开门，没想到对方居然是车海印。程振宇询问车海印过来这里有什么事，车海印紧张地开口表示，我想参加你的工会。程振宇一脸的疑惑，询问难道是崔中人把你赶出来了？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程振宇接着询问他为何想参加单身工会呢？车海印听到工会名字居然是单身工会，直接就被吓了一跳。程振宇见状表示，这是他和副会长决定的，有什么问题吗？刘振浩当即吐槽起来，大哥，单身工会已经决定了，那我的意见呢？我看你什么都没说，我还以为你答应了。程振宇看住眼前的车海印，他能感觉到车海印此刻很紧张，他不明白明明这么勉强，为什么他却还要加入他的单身工会。程振宇接着询问，据我所知，车猎人跟汉特斯工会的合同还没结束吧？车海印听到立即表示，他有钱可以支付违约金，宁愿冒着违约的风险也要加入我们工会。这让程振宇更加无法理解，表示单身工会刚刚成立，无法给出和猎人身价相符的签约金。然而车海印却表示这无所谓，就算没有签约金也可以。这一番操作让程振宇彻底蒙圈了。车海印此刻也在想要如何解释。从一开始与程振宇相似，察觉到他是个没有猎人臭味的矿工，他就被程振宇的味道吸引，甚至忍不住好奇心去找人调查他的身份，到最后得知他是最新的 S 级猎人。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在意，不要浪费时间去想那些，但是不知不觉的程振宇已经成为了他灰白世界里唯一的颜色。直到济州岛的攻略行动中，他被蚁王一拳打爆内脏，那时很可能就此死去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但是最后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当他醒来后，焊住眼前的高会长，他能感知到程振宇一定来过，他立即跟高会长确定是不是程振宇救下了他。高会长听后只是轻轻的点头。车海印的脸颊瞬间泛红，果然这一切都不是梦。如果真的到了必死无疑的境地，自己要如何跟程振宇开口，说出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到最后一刻这种话？想完这些，他已经害羞到冒起了烟。程振宇看得目瞪口呆，他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吗？看他脸都红了，分明是在刻意隐瞒些什么。看来必须安排个测试，让他知难而退才行。程振宇随后表示，加入工会必须进行测试。车海印听后立即认真了起来，询问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测试。程振宇表示，那就是打败我的召唤手，我可是特意为你挑选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测试时间就定在现在，场地就选择猎人协会的体育馆。不过由于体育馆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程振宇也打算趁此机会试看影子互换技能，于是叫住准备离开的车海印，表示自己有一个快速到达体育馆的方法，不过需要他们两人贴在一起，你不会介意吧？还不等车海印做出回应，程振宇一把就将车海印抱在怀中，发动影子互换，瞬间两人就来到猎人协会的体育馆。车海印对此也非常震惊，没想到程振宇居然有瞬移的能力。程振宇也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判断，影子交换技能其实就是一个传送口，是可以带着其他人进行移动。随后车海印才想起自己没有带武器来。程振宇表示，是铁铲吗？我记得上次在地下城你是用那个。车海印听后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掺进去。程振宇见状才表示是开玩笑的。车海印羞得立马转过头去，表示既然是给猎人练习的场地，应该会准备一些武器，虽然不是什么高级的装备，但作为练习用已经足够了。很快他就选中一柄长剑作为练习武器。程振宇此刻也召唤出了伊格丽特，他是我的士兵中最会用剑的，就让他作为你的对手吧。
车海印询问如何分出胜负，消灭我的召唤兽，或者是车猎人你投降。虽然说会派出最强的影子士兵跟他打，但如果派出贝尔，感觉就有点太过分，恐怕还会让车海印留下阴影。在看到车海印一脸认真的姿态，程振宇还是怕伊格利克无法将他打败，于是他将从恶魔城获得的长剑交给他。这把剑仿佛天生就属于耶格利克，他握住剑的瞬间，气势瞬间飙升，每一次挥剑，闪电都在刀锋间跳跃，剑气如雷鸣般撕裂空气，整个体育馆瞬间被狂暴的雷电风暴吞没。然而车海印还是能凭着极强的速度躲过了攻击。程振宇见状不禁赞叹，果然很快，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只要碰一下就没命了。下一秒，车海印便挥剑向着伊格利特砍去，两人爆发的魔力波动顿时吸引了高会长的注意，表示今天应该没有人预约体育馆吧。于是他便打开了体育馆的监控查看，在看到程振宇抱住车慧仪来到体育馆的画面，他们两人什么时候发展到这种地步？再回想起车海印之前得知程振宇救了他后脸红心跳的样子，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太没眼力见了，并让手下记录一下体育馆今天进行了检修。就当高会长刚挂断电话，体育馆就爆发出的剧烈震动，直接把他办公室的画框都震塌了。高会长只能感慨年轻就是好啊。然而此时体育馆内的程振宇已经傻眼了，他没想到车海印居然能轻松解决伊格利特。车海印询问程振宇，那个黑色骑士真的是你最厉害的召唤兽吗？你不是说为我选了最厉害的那只吗？赶快让他上场。程振宇表情严肃地表示，也许你会受伤的。车海印一脸严肃表示，没关系，我很想跟他再打一次。程振宇惊讶地询问，你知道他？车海印表示他亲眼看过他，也看过程振宇将他提取为影子士兵的影片。程振宇立即召唤出了蚁王贝尔出来，贝尔散发出来的强大魔力瞬间就让车海印惊出一身冷汗。程振宇再次跟车海印确定，真的没有关系吗？虽然贝尔变成影子士兵后实力相比生前弱很多，但他一出生就作为除掉猎人们的武器，于是他便给贝尔下达了命令，要在不伤害他的情况下打败他。贝尔在收到了命令之后，立即爆发出全身的魔力，强大的魔力波动直接震爆了体育馆的电灯，场地瞬间就陷入黑暗之中。车海印看住眼前的贝尔，程振宇居然单独击败过这家伙。贝尔立即张开了利爪，随时准备攻击。程振宇见状瞥了贝尔一眼，别用那个，伤了他你也别想好过。贝尔只能无奈地把利爪收了起来。随后贝尔的身影就瞬间出现在了车海印的身后，就如同在济州岛那时候一般。然而车海印也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迅速地转身用长剑反击。然而贝尔却一手抓住了车海印的长剑。君王的命令只有一个，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击败敌人，因此贝尔决定让车海印认知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已丧失斗志。车海印不断地寻找机会，然而贝尔却依然可以轻松就躲避他的攻击，并且还将车海印打得节节败退。程振宇见状当即表示，胜负已经很明显了，您满意了吗？车海印听后只是表示自己还能继续战斗。程振宇一脸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明知实力悬殊却还要应战，他不应该是那种无谋之人啊。贝尔虽然拥有智慧，但本质上还是个杀人兵器，他能感知到贝尔正在压制自己的杀意。贝尔见车海印还不认输，来自本能的警告告诉他，只要对视就能知道谁是捕食者，谁是猎物，猎物与捕食者对抗是绝不允许的。他再一次冲向车海印，贝尔抬起爪子朝佛海印狠狠地砸了下去，所幸车海印及时的闪躲，并且释放出技能剑舞向贝尔砍去。贝尔见状也立即的用爪子抵挡，长剑瞬间被贝尔给捏爆了。然而车海印的攻击还在继续，他体内的魔力也只够他再使用一次而已，所以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车海印立即释放技能光之剑，魔力瞬间幻化成长剑朝着贝尔刺去，这一剑成功刺穿了贝尔的身体。程振宇在看到这一幕，脸上却露出了担忧的神色，因为就在攻击命中的刹那之间，贝尔的脑中迅速闪过一道命令，那是他出生时从以后那里得到的命令，虽然已经遗忘，但因为本能不可避免的被再次想起，那就是消灭敌人，而他也将车海印认定成了敌人。贝尔不再压制内心的杀意，使出全力向住车海印发起了攻击。程振宇立即大喊让贝尔住手，然而已经彻底失控的贝尔根本听不见。眼看攻击就要命中车海印之时，程振宇立即出手阻止了贝尔，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了贝尔的爪子。此刻贝尔也逐渐恢复了清醒，在看到自己居然失控时，贝尔立刻跪伏在地向程振宇道歉。程振宇询问车海印为何那么拼，这只是个测试而已，只是进入一个刚成立的工会的测试，为此拼上性命不值得。最后询问车海印这么做究竟有什么目的，车海印低头不语，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意。这时程振宇试探性的开口，难道你是对我有兴趣吗？车海印当下还没反应过来，就当他支支吾吾的刚要开口时，程振宇也再次陷入沉思之中，这也不是吗？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这时，程振宇的耳边传来了车海印的声音，对，好像是这个样子。车海印害羞地说道。随后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了。程振宇第一时间走进卫生间，看住镜子里的自己，
在身为 S 级猎人后，自己个子确实变高了，身体也变得强壮了，下巴也越来越尖了，但自己真的那么有魅力吗？于是他好奇地走向了妹妹，询问妹妹觉得他怎么样，比如男性魅力之类的。然而妹妹听后一脸嫌弃，吐槽道：“哥哥到底哪来的仔细？”在他看来，程振宇就只是一个宅男废柴。程振宇听后气得上前就按住妹妹的脑袋，妹妹则不断地用脚踢他。程振宇还好心提醒他，他现在踢的可是 S 级猎人的身体，再踢下去他的脚可是会断的。程振宇随后便转移话题，表示自己要成立工会了，问他工会名叫做单身工会怎么样。妹妹听后直接无语了，吐槽起为什么要取那么奇怪的名字，并表示程振宇的能力不是召唤影子士兵吗？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单身。程振宇听后也表示好像是这样。这时妹妹提议，不如叫校牙工会如何？这其实是包含他小小的私心，取了他名字的谐音。当然程振宇对此并没有意见。随后程振宇也前往了工会，告知了刘振浩，工会名字叫着校牙工会如何？刘振浩听后满口大爷，只要不叫单身工会，叫什么名字都好。另一边回到家的车海印，在想到自己那个跟表白几乎没有差别的回答，就害羞的在床上不停打滚，不由得想起程振宇临走时的那句话：要是对我感兴趣的话，不是有比进入工会更好的办法吗？一想到他就再次害羞的大叫了起来，他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奇怪的女人，他只能不断的安慰自己，程振宇救了他的命，自己对他有好感不是很正常吗？然而下一秒他又害羞的将枕头盖在脑袋上，不停的在床上打起了滚。然而这时他才想起一段很重要的记忆，那就是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是闵世军的力量将自己救下了。他让自己转告程振宇，要小心他自己所拥有的力量。车海因当即就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必须赶紧告诉程振宇这件事。另一边的美国，赛诺夫人跟副会长一同前往了猎人协会。赛诺夫人告知会长，程振宇应该是众王之一。会长听后十分的惊讶，询问赛诺夫人的意思是，程振宇已经拥有了国家权力级猎人的力量吗？赛诺夫人接着解释，所有的觉醒者都是与那边的力量相连的，而他则是能感知他们之间的通道。如果遇上得到的力量很强大的猎人，那么就会导致通道出现刺眼的光芒，他把这些人称呼为王。但程振宇没有那所谓的通道，与程振宇对视的瞬间，他体内的黑暗也正在注视着赛诺夫人。程振宇就是黑暗本身，他的力量并不是来自通道，因此他体内的力量不会受到通道的限制，这也代表程振宇的力量是无限的。会长在听到赛诺夫人的解释后，让赛诺夫人先回去休息，让副会长和自己一起前往地下室。路途上他询问副会长，还记得第一个 S 级传送口吗？副会长自然是还记得，因为那个传送口几乎把美国搞得天翻地覆，他们花费重金聘请全世界最强的猎人，最后却只有5个人存活下来，他们就是最初的国家权力级猎人。如今地下室里面既然还留着当时的巨龙卡米什的如尼石，虽然攻略它已经过去了8年，但却因为国家权力级猎人中并没有魔法系的猎人，所以他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下室等待他的主人。如今他将再次给美国带来最棒的礼物。与此同时，骑士工会附近出现了一个最高等级的 A 级传送口，但由于他们工会里面没有 S 级猎人，所以对付起来还是有所担忧，因此他们找到了程振宇，希望他可以携手一同攻略地下城。程振宇也答应了下来。于是时间很快就来到攻略当天，然而距离攻略开始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就要开始了，但程振宇居然还没出现，这让骑士工会的人都很担心，程振宇该不会迟到吧？此刻的程振宇也正准备出门了，发动影子互换技能，下一秒他就出现在骑士工会众人的面前。他的出现瞬间就吸引了无数的群众，好在骑士工会的治疗师及时拦住了他们。原来骑士工会的会长居然没把程振宇会来协助的事告诉小队，程振宇这次主要会在后方保护他们，并且帮他们解决首领。随后他们就一同进入了传送口。另一边学校里几位学生来到了教室，想拿美术道具时，然而他们居然在教室里面发现了传送口，其中一位同学还自信地站在传送口前面，表示这种关闭的传送口很安全的，不是猎人根本就进不去，里面的魔兽也无法出来，通常需要1周左右才会打开。另外一位同学赶紧提醒他，这个教室已经停用了1个学期了，他们现在才发现传送口，并不能代表这传送口是刚出现的。果然下一秒传送口就冒出魔兽，狠狠抓住了同学的脑袋，里面赫然走出了2只半兽人，他们是天生的狩猎者，虽然智力不高，但却很擅长追踪和狩猎。其中一只半兽人决定先行展开狩猎，另外一只则回去把同伴叫过来。顷刻之间，学校就沦为了人间地狱，学生们不断的逃窜，半兽人则在学校不断的猎杀人类。半兽人此刻也感知到人类中有一位学生的魔力值很高，他们立即将他当成了优先猎杀的对象。他就是程振宇的妹妹真雅。就当半兽人正准备击杀真雅之时，程振宇之前藏在真雅影子的士兵立即现身，替真雅挡下了攻击。回到地下城这边，没想到一进来就遇到双头食人魔，
但骑士工会的小队凭着出色的团队合作，轻松的就将他们打败。然而双头食人魔其实还有一个别名，那就是守墓者。如果他是作为最终首领出现，那还没什么大碍，但现如今一开始就遇见，那就代表地下城一定会出现活死人。果然下一秒，无数的活死人就出现在众人面前，然而他们却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在害怕什么东西一般。程振宇此刻也感知到妹妹那边出了问题，立即表示自己有事需要离开。骑士工会在听到之后，表示程振宇如果离开，那他们这次攻略就会变得十分危险。程振宇则表示他会让一个可靠的朋友帮他们，随后就将贝尔给叫了出来。之后这家伙会代替我。程振宇也给贝尔下达了命令，保护人类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他想怎么处理都可以。贝尔听后瞬间就来劲了，直接爆发出了强大的魔力，把骑士工会的人都看呆了，自己刚刚竟然还敢在他面前嘚瑟。程振宇接着召唤了20只左右的影子士兵，让他们协助贝尔攻略地下城。骑士工会的人见状，开始指责起程振宇就这样离开了吗？程振宇冷冷地瞪了他们一眼，如果你们不想要，我可以取消召唤，不过有总比没有来得好。然而影子互换技能却还在冷却，他只能立即向传送口的方向冲去，然而一群活死人却挡住了他的去路。程振宇愤怒地喊了一声，混蛋，别挡住我！然而活死人在听到程振宇的话之后，居然都下跪向程振宇低头，留给了程振宇一条通路离开。程振宇对此也感到很惊讶，难道是因为自己的职业比能操纵活死人的亡灵法师更高吗？程振宇立即召唤出飞龙凯瑟，全力向着妹妹的方向飞去。兽人士兵此刻也将半兽人给轻松解决了，然而传送口现在也完全解开了束缚。半兽人的首领在得知兽人士兵的时候，也立即让手下带路，他要亲自去解决他们。另一边接管了地下城的贝尔也开始带着蚂蚁士兵展开了大屠杀，这把骑士工会的人都看呆了。如果那群家伙对我们产生敌意，那他们就必死无疑了。随着贝尔轻松的就解决了死亡骑士，这让原本还想退出的众人瞬间就选择坚持了下来，毕竟这些高级魔兽的魔晶石实在是太值钱了。随着半兽人首领加入了战局，半兽人的士气瞬间高涨。半兽人的纹身是胜利的象征，凭这个就能知道至今杀了多少敌人。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杀了不少敌人，但你们的实力就只有这种程度吗？很快兽人士兵就陷入了危机了，所幸他们可以靠住程振宇的魔力不断的重生以继续战斗。半兽人此刻也注意到兽人能不断的重生，虽然要让他死个上百次都不是问题，但如今他脑中杀死人类的声音正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响。如果这些兽人是被咒术操纵，那就把操纵他们的人杀掉就好。半兽人首领认定真雅就是那操纵之人，于是半兽人将目标对准了真雅。他们靠着数量上的优势不断斩杀兽人士兵，趁住他们重生的时机，半兽人首领一把就抓住了真雅。就当他准备解决真雅之时，他突然感知到一股极为可怕的魔力波动，这让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他能确定那绝对是个无比可怕的东西，他立即让手下全部赶紧撤退。然而下一秒，程振宇就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轻轻地抚摸住妹妹的头，现在没事了。半兽人首领正打算开口介绍起自己，程振宇缓缓地抬起手指向他，给我老实闭嘴待着。程振宇一把抱住了妹妹，对不起，是哥哥来晚了。在确定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安然无事后，看中妹妹脸上残留的半兽人手印，他的怒火瞬间点燃，他立即召唤出伊格丽特，让他负责保护妹妹的安全，其他士兵将学生们安全护送下去。此刻其中一个半兽人因为恐惧忍不住的往后退了一步，我说过了让你们不要动。程振宇狠狠地盯住他们。半兽人首领此刻也终于知道刚刚的兽人士兵的主人就是程振宇，他询问程振宇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能听懂他们的语言。然而程振宇却不想搭理他们。半兽人首领见状也只能殊死一搏了，立即让手下向程振宇发起进攻。面对半兽人的攻击，程振宇却不急地待在原地。就当刀刃即将攻击到他时，程振宇狠狠地抓住了半兽人的手臂，稍微一用力，半兽人便痛得发出凄厉的吼叫，接着随手一甩，半兽人便狠狠摔倒在地，接着举起脚往半兽人的方向踩下去。半兽人直接当场领便当了。其他半兽人见状也都往程振宇的方向冲来，然而程振宇只是将手举起，发动支配者之手技能，瞬间就将半兽人尽速斩杀了，这让半兽人首领感到非常不可置信。程振宇接着发动支配者之手，狠狠地将半兽人首领按在墙上。他看向四周那些被他们杀死的学生，询问他们为何那么急迫地杀掉人类。半兽人首领立即回答是脑袋一直有声音，让他们要去杀掉人类。程振宇接着询问，那我呢？他们有没有让你们杀掉我？半兽人首领听后只能不断地向程振宇求饶。程振宇接着询问，见到我之后还有听到那个声音吗？然而半兽人首领却依旧还在求饶。程振宇见他不愿意正面回答问题，也将短剑给拿了出来。看来你脑袋中的声音也不把我当成人类去看待了，不过无所谓，我会宽恕你们。
只是这个过程不会那么好过。回到地下城这里，骑士小队的治疗师居然跟蚂蚁士兵在抢夺不死吸血鬼的尸体。原来那个的尸体的价值非常高，但蚂蚁士兵自然是不会理会这些，直接就把尸体给吞了下去，并且在抢夺的过程中还不小心划伤了治疗师的肩膀。贝尔见状也走了过来，立即使用治愈技能帮他治疗。这举动直接就让治疗师傻眼了，没想到一个召唤兽的治愈术居然强过自己。然而就当骑士小队进入领主房间后，没想到领主居然是艾泽拉斯，并且还搭配了10多个死亡骑士。艾泽拉斯之所以那么的恐怖，是因为他曾凭着黄龙公会的团灭世界而闻名世界。黄龙公会是中国的大型公会之一，在被艾泽拉斯团灭之后，也引起了地下城失控的灾难，最终是在中国最强猎人刘志康出手后才得以化解。所有一般的 A 级小队根本无法与艾泽拉斯对抗。然而之前蚂蚁士兵们没有吃掉的魔兽居然又复活了，骑士小队连忙上前，迅速将大门封堵。贝尔此刻也默默地走到艾泽拉斯的面前。艾泽拉斯在看到贝尔之后非常震惊，你们是王的直属部队，为什么要攻击我们？贝尔听后笑了笑，将手举起对准了艾泽拉斯，王选择了我而不是你。艾泽拉斯听后不可置信，这不可能，我会亲自向王禀报。贝尔此刻根本就不想跟他废话那么多，直接一把就抓住了他的心脏，死到临头还那么多话，接着直接就捏爆了他的心脏。顷刻之间，全部的死亡骑士也都纷纷倒下。骑士小队见状也不禁感叹，虽然知道贝尔他们很强，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强。程振宇根本不用亲自上阵，就能轻松的攻略地下城了，并且操纵召唤兽会消耗魔力，程振宇肯定没有使用全部，他一个人的力量恐怕已经比一些实力雄厚的公会来得强大了。画面回到真雅的学校，遭到魔兽袭击。程振宇在解决半兽人之后，高会长也亲自找上了他，脸色凝重地说明近期发生的异象，传送口的出现频率正在不断增加，而同时觉醒者的人数也在持续上升。这种奇妙的现象就像是在维持某种平衡，确保猎人与传送口之间的稳定不会被打破。随后高会长拿出各国发给程振宇的邀请函，表明猎人协会无权阻止这些邀请，最终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程振宇手中。然而他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安，如果程振宇选择离开，韩国恐怕难以承受这场变化。如今韩国原本的10名 S 级猎人已经折损3人，协会必须想办法将程振宇留下。因此他诚恳地表示，无论程振宇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出来，只要能让他继续留在韩国。听到这里，程振宇开口问道，那以后能允许我独自进入高级地下城吗？你的意思是取消最少攻略人数的限制？高会长接着表示，这条规定原本是为了防止猎人盲目闯入地下城送死。高会长原本想拒绝，但很快便意识到程振宇并非普通猎人，他的召唤兽大军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战力。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程振宇之所以创建工会，就是为了能够单独攻略地下城。沉思片刻后，高会长点了点头，虽然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另一边的刘振浩打电话给了他姐姐柳秀贤，他姐姐如今已经是一名知名的模特。刘振浩这次找他就是想拉他进入工会，表示比起在爸爸的工会做宣传大使，不如来自己成立的工会当一个挂您的自由人不是更好？姐姐听后还以为刘振浩是在跟他开玩笑，居然让自己进入一个还没成立的工会，刘振浩是不是被什么奇怪的人骗了吧？刘振浩轻笑表示，姐你要是知道那奇怪的人是谁，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最后刘振浩就把姐姐带到了工会。柳秀贤在看到程振宇之后也很震惊，然而他震惊的点却不太一样，他对程振宇的印象居然是搅乱了李文成的记者会的事件，这让刘振浩实在忍不住吐槽，你这个惊讶的点是不是搞错了？刘振浩接着向程振宇介绍起他的姐姐，表示他姐姐同时还是 A 级猎人。在确定了姐姐会加入了工会后，柳秀贤也询问起程振宇能不能合照一张，程振宇对此也没什么在意。然而殊不知这张合照居然让某人瞬间炸锅，车海英看到合照后直接疯狂吃醋，为什么柳秀贤就可以加入，自己就不能？另一边的猎人协会里也爆发了激烈的讨论，程振宇刚成立工会就出现这样的规定，这不是特殊优待还能是什么？然而高会长只是平淡的回应，没错，我就是要给程振宇特殊优待。他询问现场的每一个人，如果现在有一个地下城失控了，一支由20个 A 级猎人组成的攻略小队和程振宇单独一个人，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去协助救场？如今各国都在不断的拉拢顶级的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觉得程振宇留在韩国的几率有多大呢？难道你们想要黄东树那样的情况重演吗？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优待都不能做到，那下次再次出现 S 级传送口时，我们要指望谁能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呢？于是在高会长的一顿友好交流下，
程振宇终于获得了独自进入高级地下城的特权。时间来到了程振宇校牙工会的地下城首秀当天，现场挤满了无数的记者前来采访。毕竟把召唤兽算作攻略人员这件事，那在猎人圈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程振宇询问吴科长，不是说会帮我隐藏攻略信息的吗？为何现场还会有那么多的记者？吴科长表示，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的信息，却无法隐藏传送口的位置，并提示程振宇在使用社交软体要注意些。程振宇这才意识到，原来是柳秀贤的自拍造成的。随后吴科长就拿出魔力测试仪，打算查看影子士兵们的猎人评级。然而他没能想到的是，程振宇的暗影军团里最普通的士兵都有着 B 级猎人的水准，这已经远远高于 A 级传送口的攻略许可标准。在确定完毕后，便允许程振宇进入传送口。但这时他居然也脱下了西装外套，原来是高会长想让他在一旁确认一下，有程振宇在的传送口是否真的那么安全。因此吴科长询问起程振宇，自己是否能作为检查科的一员一同进去。然而程振宇却只是表示，我还要问吴科长，你可以吗？吴科长对此一脸疑惑。果然不久后，吴科长终于理解了程振宇那句话的意思。他被眼前地下城发生的一幕惊得面色铁青，不敢置信地盯着眼前的景象。那些擅长战斗和魔法的 A 级魔兽，即使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猎人也难以解决。然而即便是那样的魔兽，却依旧敌不过暗影军团的数量优势。特别是手持雷剑的伊格丽特，他挥出的每一剑都释放出了强大的雷电之力。雷系魔法往往只有超高水平的魔法系猎人才能驾驭，然而程振宇的召唤兽居然可以轻松做到，并且看他斩杀魔兽时的飒爽英姿，就算是跟 A 级猎人单挑也能获胜吧。他的等级一定已经超越了 A 级猎人的水准。这时一只蚂蚁士兵跑到魔兽尸体面前，刚想开口吞食，就直接被程振宇一脚踹飞了。我不是说过不准吃？魔兽尸体那么贵，你居然还敢偷吃？然而接着转头呵斥那些开采矿石的影子士兵，都给我认真干活，赶紧的挖魔晶石，不要偷懒。吴科长见状许久都未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程猎人既能攻略地下城，又能回收尸体和开采矿石，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攻略队了。他也终于理解为何高会长要他陪同了。很快地下城外围的魔兽就已经全被消灭了。程振宇也带着吴科长走进了领主房间。然而这时程振宇居然解除了影子士兵，这让吴科长难以理解。明明只靠召唤兽就足够了，然而程振宇只是召唤出短剑，告诉吴科长，如果太依赖召唤兽的话，感知力可是会降低的。说完就立即往领主的方向冲去。面对蛇神首领的攻击，程振宇轻松的就闪躲过去，只是眨眼的功夫，程振宇就将蛇神首领给当场斩杀了。吴科长直接被惊得说不出话来。程振宇此刻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01级，同时职业技能等级也得到了提升，影子交换技能冷却时间降低到了2小时。程振宇见状非常满意，提示1级就能减少1小时，那么等以后等级变得更高之后，不管自己身处何处，都不会让妈妈和妹妹陷入危险之中。吴科长摸着蛇神领主的尸体，这家伙的鳞片像盔甲和护盾一样坚硬，程振宇竟然只用2把短剑就干掉了。就当他还在陷入沈思的时候，程振宇的声音打断了他。站起来，顷刻间领主的尸体便被影子吞噬，随后就变成了程振宇的影子士兵，再次出现在程振宇面前。程振宇看他的等级似乎和尖牙差不多，力量上跟本体还是差不多的，但体型却变小了不少。不过程振宇能感知到他的魔力并没有太大的削弱。总之影子军团的战斗力再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之后程振宇将他取名为芝麻。而地下城此刻也开始出现了崩溃的征兆，可是领主的尸体可不能这样白白浪费了。于是接下来让外面的记者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的操作出现了。只见巨大化后的尖牙就这样扛着领主的尸体走了出来，围观群众纷纷惊呼出声。程振宇居然那么快就攻略了 A 级传送口。尖牙看住无数的群众都拿起手机拍他，也害羞地挠起了脑袋对住镜头傻笑。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一旁的吴科长。此时的吴科长的魂都快飞没了，他就这样浑身无力地向高会长汇报地下城的情况。程振宇猎人根本不是在攻略传送口，而是一场大屠杀。高会长在听完吴科长的描述，他也能理解为什么像吴科长这样的老手也会惊魂未定。之后就让吴科长回去休息。高会长不禁感叹，程振宇既可攻略地下城，又能回收尸体，甚至能开采矿石，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人攻略队，而是一个人的工会。果然自己并没有看错，说不定之后不久后的世界猎人版图都会被程振宇给推翻。画面回到程振宇这边，此刻的他正准备前往神庙。
如今距离神庙的开放时间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程振宇已经为此做好了万全准备。妈妈看住即将出门的程振宇，询问到自己这一次可以放心吗？程振宇欣然一笑，放心吧，我只是去赴个约。很快程振宇就来到了那 C 级传送口的地方，然而现场却已经有猎人协会的人在那边了。他从猎人学会管理人员口中得知，这个传送口已经出现3天了，并且已经有攻略小队进去了。他顿感不妙，必须立即终止行动。攻略小队现在很危险，如果不立刻终止的话，他们都会死。说完这话，便立即进入地下城中，表示自己会将攻略小队带出来。果然，攻略小队如今已经来到了神殿门口，但他们却始终打不开大门。这时，程振宇的声音打断了他们：“那是个陷阱，你们现在很危险，你们赶快出去吧。之后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程振宇接着走到大门前，但这次跟之前不一样，果然没有钥匙，根本就进不去。随着程振宇将钥匙放进去，那扇古老的大门终于被打开。攻略小队见状，表示这地下城的攻略许可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他们是不会放弃离开的。程振宇听后一脸严肃：“那我就不拦你们了，想进去的人就进去吧。”队长听后便率先往房间里走去，然而下一秒巨大的石像就向他发起了攻击，所幸程振宇及时将他给拉了回来，并表示里面全都是那样的家伙，你们还有人要进去吗？听好了，现在立刻到外面去，然后联系猎人协会，就说这里出现了双重地下城。随后程振宇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神殿，接着大门轰隆一声猛地关闭了起来，四周的蓝火也自行的点燃。程振宇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曾经那些令他陷入绝望的石像和那块刻住神的法则的石碑，但如今他能感知到，那些石像既不是魔兽，也不是什么生命体，只不过是某人的傀儡罢了。房间里只有一个拥有魔力的家伙。程振宇缓缓地走到石牌面前，还不说话吗？那我就慢慢撬开你的嘴。原来那看起来最不起眼的6翼天使，才是这地下城真正的最终首领。6翼天使眼看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脸上突然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程振宇，你终于来了！只见他猛然起身，手中的碑文也被他一把捏碎。程振宇见状表示，原来这石板可以随便打碎，看来上面刻的法则也没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是你把我叫进来的吗？你究竟是什么人？6翼天使听后咧嘴一笑，你的问题问错了，你不应该问我是谁，而是该问问你自己是谁。说完便双手一拍，现在是最后的测试时间，如果测试结束你还能站在这里，那他就将真相告诉程振宇，就当作送给程振宇的奖励。顷刻间，神庙内的石像都向着程振宇的方向走去。程振宇见状，刚想召唤影子大军，然而却被6翼天使一记响指打断了。这样可不行，我要测试的对象只有你，至于你的那些手下，我一点也不好奇。接住程振宇就收到了系统提示，禁止使用职业专用技能，禁止使用商店的任何道具，禁止使用任何的奖励来恢复状态，并且在最后的测试结束前不能离开测试场。这点程振宇是真的没能想到，自己准备的王牌瞬间就都无用武之地了。但系统并没有说不能用物品清单，那程振宇就用自身的力量来突破他们。程振宇眼看长枪向他袭来，他一把就抓住了长枪，直接一掌就打断了长枪，并且蓄力将长枪往石像的头颅砸去。接着程振宇猛然一跃，补上了一脚，直接就将枪兵的脑袋给爆了。然而身边的巨斧兵也向程振宇发起了攻击，程振宇立刻召唤短剑，直接就将巨斧给劈成了2半。接着空中快速的翻身往巨斧兵的头颅落下，人狠的将短剑插进了他的脑袋，不给程振宇休息的机会。另一个石像立即朝他射出了一根冷箭，程振宇精准的将弓箭砍成2半，并且一个回旋踢就将折断的弓箭给踢了回去，直接就贯穿了石像的脑袋。6翼天使在看到程振宇的表现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以区区的人类之躯竟然能够坚持到现在，看来成长得不错嘛。不过距离测试结束还早呢。接着巨大的那尊神像也终于动了起来，随着巨大神像加入战局，6翼天使也露出一抹邪笑。好了，现在是敬拜神的世界，顷刻之间石像都不断的向程振宇发起攻击。然而最麻烦的是，巨大神像正在后方，并且眼中正在凝聚红光。程振宇见来不及闪躲了，立即发动支配者之手，将石像们都拉到自己的面前，替他挡下了巨大神像的雷射。而此刻他也受到系统的提示，支配者之手提升至终极形态，进化成支配者之全能。程振宇也意识到这雷射实在是太危险了，就算他如今已经是 S 级猎人了，也没办法正面硬抗刚才的那一击。果然还是要优先将那尊神像解决。他立即释放极速技能往神像冲过去，神像见状立即抬起那巨大的脚，往程振宇的方向狠狠地踩下去，一脚就将地面踩得4分5裂。随后脸上更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认定程振宇肯定承受不了这一击。然而下一秒，程振宇的身影就再次出来，程振宇快速地往神像的头颅冲去。神像见状立即再次凝聚起雷射，程振宇此刻也想到了办法靠近他。
那就是在使用极速技能时，释放支配着全能，将自己的速度更进一步加速。果然，程振宇一下就被拉到了神像的肩膀，成功躲过了神像眼中射出的镭射。来到神像肩膀的程振宇立即释放了技能乱刀，他随后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到，恶魔王的短剑能划破所有东西，可如今居然只给神像留下了几道划痕。程振宇当即再次冲了上去，既然用剑刺不穿你，那我就用拳头将你打碎。程振宇瞄准了脸上最深的那道裂口，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自己的手臂上，狠狠地砸在了神像的脸上。六翼天使见状只是邪魅一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对待我的野心之作。程振宇不断地挥舞住自己的拳头，好好尝尝我这103级的拳头吧。很快神像的面部就被程振宇给彻底击碎，不受控制地朝住地面倒下去。程振宇此刻也落到了石像之中，石像们立即再次向程振宇发起攻击。程振宇张开手掌对准他们，支配着全能再次发动，顷刻间石像们就被巨大的引力狠狠地压在地面，直接就被挤爆了身躯。程振宇看住周围的石像碎片，看来经过今天这一战，自己又变强了不少。然而六翼天使此刻再次开口道：“真不错。”程振宇目光冰冷地盯着六翼天使：“你要遵守约定，告诉我真相。”然而六翼天使听后却再次笑了起来：“测试可还没有结束，这里不是还剩下我吗？我就是你最后的测试。”下一秒，程振宇就收到了系统提示：颁发紧急任务，如果10分钟内不能干掉敌人，宿主的心脏将会停止跳动。程振宇不可置信看住他：“你到底是谁？”六翼天使邪魅地笑了起来：“我应该说过这个问题很愚蠢，既然你那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就是系统的设计者。这个回答你满意吗？”另一边，在传送口的外面，吴科长在收到攻略小队的消息后，他也召集了协会里7名高级猎人，打算前来协助程振宇。然而，就当他靠近传送口的瞬间，一股极为可怕的魔力波动向他袭来。他立即让手下跟周围的各大工会求援，并且向在附近的崔中人和车海印发出紧急求助信息。他实在无法想象程振宇究竟在跟什么怪物战斗。回到程振宇这边，只见设计者身后的6只羽翼，下一秒居然幻化成6只手臂，瞬间就来到程振宇的面前。3只手臂狠狠地砸在了程振宇的身上，直接把程振宇轰飞了出去。程振宇的身形不受控制地往墙上砸去。然而设计者根本不给他喘气的机会，设计者的拳头就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程振宇勉强躲过之后，设计者的拳头就再次袭来，程振宇只能不断地进行防守。设计者见状再次笑了起来：“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正在突破我的设计。”设计者的拳头狠狠地砸在程振宇的脸上，程振宇也立即还了他一拳，两人的拳头砸在彼此的脸上，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过去。设计者兴奋地表示：“没想到我竟然会在与人类的打斗中感觉到乐趣，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漫长的人生中居然会有一个人类成为我的对手。”程振宇看住设计者陷入沉思，这家伙让自己升到101级之后来到这里，就说明他很有信心打败101级的自己，但如今他就要失算了。自己还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设计者：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系统？为什么要选我作为玩家？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什么？设计者听后再次冲向了程振宇：“你想知道答案吗？难道你是觉得如果杀掉我就听不到答案了吗？”程振宇此刻也发动支配着全能技能，他意识到近身战对他来说非常不利，因此打算先跟设计者来开距离。设计者见状反手就也释放了支配着全能技能。别做梦了，你以为离得远一点就能逃过一劫吗？程振宇没能想到设计者竟然能使用和他相同的技能，那么自己远距离攻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设计者这时开口表示，不论自己是死还是活，你能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设计了这一切的开始。程振宇接着询问，为什么你能够设计这一切，还有是怎么将力量给他的？设计者听后开始将之前识相的武器都聚集到了自己的手上，并表示他没有选择程振宇，相反是程振宇自己做出的选择，他只是设计和运行了这个玩家养成系统，而自己的设计是完美的。程振宇看住系统面板的倒计时越来越少，如今他也只能跟设计者硬碰硬了。设计者此刻也挥舞着武器，不断地往程振宇的方向砍去，程振宇只能不断地闪躲。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敏锐了，就好像是觉醒了什么力量，他终于能跟上设计者的动作了。设计者在看到程振宇不仅能躲开他的攻击，并且还能够反击，表情逐渐开始狰狞起来。然而程振宇此刻居然一个反手就成功切断了设计者的一条手臂。设计者不可置信地看住眼前的一幕，他竟然给自己这具假躯壳带来了伤害。可是下一秒他就如同理解了一切一般，原来如此，这就是选择你的理由吗？虽然只是窃取了一小部分的力量。设计者愤怒地向住程振宇发出了怒吼，区区一个人类竟敢是杀神明。下一秒那些原本已经倒下的石像居然都再次重组并且站了起来。程振宇眼看时间所剩不多了，他再次发动支配着全能，狠狠地再次把石像击飞，自己则快速地冲向设计者。他不停地躲避石像挥向自己的拳头，
他成功的来到了射击者的面前，挥出短剑成功再次斩断了他的手臂。然而射击者也将他击飞了出去。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拿着护盾的石像。程振宇一下就想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断了他一条腿的石像。他愤怒的狠狠的就击碎了他的脑袋。接住程振宇再次靠近射击者，成功再次把他的手臂砍断了，并且将短剑架在了射击者的脖子上。射击者这时终于开口表示我输了，测试结束。随后抬起手指向程振宇，一切的答案就在你的身体里。接着系统弹窗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射击者再次露出一抹坏笑，知道真相的选择权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程振宇犹豫了片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他也即将唤起记忆中的数据，就当他按下接受的瞬间，他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战场。只见地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魔兽。程振宇不可思议看住这一切，这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的魔兽。然而他们死刻都抬头看住天空。程振宇好奇的也转过头去，只见天空中出现了无数的传送口。程振宇看住眼前紫色的天空和那成千上万头的魔兽，难道这里不是地球吗？如果这些魔兽一旦跑到地球，那么人类将会毫无胜算。然而下一秒，天空却突然破碎，一片片羽毛便从破碎的空间中掉落，随后无数的银色士兵就来到战场。魔兽们则联合起来跟他们展开战斗，银色士兵十分的强大，现场也从原本的叫喊声很快就变成了哀嚎的声音。就当魔兽大军即将全军覆没时，以破竹之势碾压魔兽的银色士兵们却突然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只见远方传来了一股熟悉的声音，站起来。程振宇在看到这一幕顿时愣住，这是自己最熟悉的君王领域技能以及影子提取技能。那么眼前那一位一定就是初代暗影君王，他率领的魔兽们再次展开反击，死亡再也不是魔兽们的终点，他们的血液被染成了暗红色，并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并且初代暗影君王率领的影子大军的数量之多，自己根本就没办法跟他对比。暗影军团银色士兵不断的战斗，打斗声响彻云霄，原本应该以单方面虐杀结束的战斗，都因为一个人的登场而扭转了战局。暗影君王骑住战马，不断斩杀身边的银色士兵，而他的影子士兵也不断被破坏，但靠着不断重生，他们就这样反复跟银色士兵纠缠在一起。君王所经之处，仿佛是被飓风席卷过一般。这是魔兽们的胜利，也是暗影君王的胜利。就当程振宇接受记忆传承的时候，崔中人等人已经来到了卡特农神庙。他们一进来就感知到极大的魔力波动，然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眼前满是战斗过后的残垣断壁，这顿时惊呆了众人。然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我好像没有邀请过人类，又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猎人小队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的魔兽，这次他们第一次遇到会说话的魔兽。射击者接着对住众人做了个嘘声的动作，安静一点，不要打扰道王的休息。他们这才发现程振宇居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射击者率先发起了攻击，他迅速的就将猎人小队解决，并表示强大的人类作为献给王的第一个祭品还算是不错。下一秒巨型神像就已经恢复了战力，并且眼睛再次凝聚起雷射。射击者学妹的笑了起来，在我的傀儡全部倒下之后，还能活着的人，我将赐予你们见证王之诞生的荣耀。说完，巨型神像便发射出雷射攻击他们。崔中人见状立刻让众人躲开，并且立即释放出火焰砸向巨型神像的眼睛，让众人趁巨型神像失去视线时赶紧攻击其他的石像。吴科长一拳狠狠地就砸在石像的脸上，然而石像却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看来他们这些家伙的物理防御非常高。崔中人立刻释放一个火焰魔法朝石像砸去，不料石像却依旧毫发无伤。这下麻烦了，这些家伙连魔法抗性也如此高，并且其他猎人的手段更是没有效果。崔中人也意识到，如今唯一的想要活下去的办法，只有将程振宇给叫醒。他看住一动不动的程振宇，难道他是被催眠了吗？于是他立即发射一个火球攻击程振宇，想要乘机将他给唤醒。然而这时射击者却突然冲到程振宇面前，将火焰魔法给挡了下来，并且愤怒地朝崔中人冲了过去，竟然敢打扰王的休息。眼看射击者的攻击即将命中时，所幸吴科长带人冲了过来，将射击者撞飞。他们负责牵制射击者，让车海印趁机去叫醒程振宇。然而此刻的程振宇依旧还在接受记忆。天空突然出现2道传送口，里面走出了2支强大军队，其中一支是恶魔城中的各大家族，另外一个则是一只巨大的白狼，身后则是他率领的野兽军队。他们直接挡在了暗影君王的面前，并且对暗影军团发起了进攻。恶魔族和野兽大军疯狂地虐杀住影子士兵。程振宇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说这是场魔兽与银色士兵之间的战斗的话，那他们之间并没有交战的理由，他们本应该是同属一个阵营才对。如今这种情况只能是内讧。最终这场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暗影君王成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他看住眼前倒下的恶魔首领，原本今天就能结束跟那群家伙的战斗，为什么要背叛我？然而恶魔首领听后露出狰狞的笑容，真是可惜了，本来有机会干掉你的。
暗影君王再次询问背叛他的理由，然而他们之间对话的内容却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暗影君王愤怒的一把掐住恶魔首领的脖子，手掌微微一紧，咔嚓一声，便将恶魔首领给解决了。然而程振宇看住恶魔首领的眼神，却感觉到极为的熟悉。随着暗影君王松开了手，恶魔首领的尸体顿时跪倒在地。随后暗影君王摘下了对方的面具，没想到面具之下的那张脸，居然是恶魔王巴兰。程振宇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的一幕，然而他此刻却变成了暗影君王，从观战者变成了主角。看住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并且感觉一股暖流从胸口传开，他将手伸过去摸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第2颗心脏。他回头看去，只见天空再次出现了无数的银色士兵降临战场。然而他的记忆传输也到此刻就中断了。另一边企图唤醒程振宇的车海印也被设计者给拦截了下来。设计者一脸坏笑地看住车海印，你这家伙有点意思，来吧，继续突破我的设计。车海印当即释放剑舞技能砍向设计者，然而他的进攻根本无法给设计者造成伤害，并且还被设计者轻松的反杀。设计者提起剑指向众人，还是败在了我的设计之下。你们这些无趣的人类，我的设计能够预测各种结果并做出对策，就你们这点小心思根本不可能破坏它。然而崔中人此刻并没有打算放弃，他立即释放火球砸在了设计者的脸上。车海印则乘机再次冲向程振宇，设计者也立即跟上，一手就准备将车海印抓住，然而却被车海印给躲开了。设计者一脸好奇地盯着车海印，这时他才发现车海印的身上居然有影子士兵，但由于房间的规则，所以才无法现身。没想到王竟然在这个人类身边安排了影子士兵。设计者询问车海印跟王是什么关系，车海印坚定地回答道：朋友。设计者在听到这个回复后，难道不是王的意识？那好吧，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今天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将降临于世，我给你这个光荣的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切。不过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类都得死在这里。然而下一秒，一道声音打断了他：谁给你的权利？原来是程振宇终于醒来了。程振宇一拳就狠狠地砸在设计者的脸上，他严厉地质问设计者，到底对他的身体做了些什么？设计者惊恐地看住程振宇，原来你不是王。既然不是王，那你为什么会在那里？为什么有了黑色心脏的你，居然还能保有自我意识？程振宇望住胸口不断散发着魔力的心脏，他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玩家已满足了恶魔猎人称号的解锁条件，解锁被恶魔王巴兰消除的记忆，魔力值增加10万。程振宇看住设计者惊慌的样子，他能确定黑色心脏不是出自这家伙的手笔，并且黑色心脏原本并不是用来帮助自己的，记忆中的数据并没有给他答案，他现在仍然对一切一无所知。程振宇冷冷地质问设计者，你说你反对选我作为玩家，玩家究竟是什么？听到这话的设计者瞳孔巨震，接着就大喊起来，暗影君王，你竟然背叛我们，你以为其他君王会袖手旁观吗？程振宇看情绪越来越激动的设计者，他召唤出自己的短剑，集体对准着设计者的脑袋，再次警告设计者回答他的问题。这时设计者却突然大笑起来，这就是出乎意料的地方吗？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你了。下一秒四周的石像就全部都动了起来。设计者威胁到程振宇，如果你把我杀了，就没人能够阻止这些石像了，就算这样你也要杀我吗？然而程振宇只是冷冷地盯住他，如果我杀了你之后再把这些石像也给宰了呢？设计者见威胁不起作用，连忙表示如果杀了身为系统设计者的他。然而说到这里，程振宇就打断了他，程振宇的嘴角就露出了一抹邪笑，那么我就会变回弱小的一级猎人吗？这点我早就已经想过了，就算系统的设计者消失了，已经形成的系统也是不会消失的。设计者顿感不妙，他决定要强制登出程振宇作为玩家的资格。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程振宇身后无数的弹窗，上面赫然写着系统拦截了系统管理员的访问。程振宇冷冷地开口表示，是啊，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想法，系统既然能利用我，那我也可以利用系统最终摧毁这个系统，因为我不管怎么看，你的设计似乎都漏洞百出。设计者愤怒地大喊了起来，然而程振宇也挥舞出短剑，乱刀将设计者砍成了碎片。设计者在临死之前将手不甘地指向程振宇，我预言当撑起天地的火柱升起时，避无可避的死亡将会找上你。程振宇听后冷冷地瞥了设计者一眼，那我拭目以待。最终在消灭完设计者后，猎人协会的众人也互相搀扶着走出了传送口。传送口外的猎人们看到这一幕后，脸上都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竟然连 S 级猎人都变成了那副模样。这个 C 级传送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并且还牺牲了20多名顶级猎人？程振宇看住满地的尸体，心里不由陷入了自责。他让猎人小队去汇报双重地下城，没想到猎人协会真的会来帮忙，眼下还造成了那么多人的伤亡。这时吴科长询问起程振宇，他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双重地下城的？程振宇只能解释，是地下城召唤他前来的。吴科长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如今已经出现伤亡者了，相信程振宇并不会随意开这种玩笑。这时车海一也走到程振宇身边，
询问程振宇的身体情况如何。程振宇表示他没事，只是有点累。然而下一秒他就在众人面前倒了下去。与此同时，就当程振宇攻略双重地下城前，日本上空居然出现了 S 级传送口。一旦 S 级传送口失控，那么整个日本将瞬间沦为人间炼狱。日本民众在目睹此情景，纷纷露出惊恐之色。难道末日就要来了吗？日本政府也立即召集了国内的各大型工会的首领，一起讨论如何应对这次的危机。由于上次的济州岛死伤惨重，日本已经失去了7名的 S 级猎人。曾经拥有国内最多 S 级猎人的拔剑工会，如今只剩下了4名 S 级猎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攻略 S 级传送口。这时他们有人建议，不如雇佣安德烈来协助他们如何？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并且因为各国的传送口正不断激增，导致他如今非常的抢手。这时山本李二表示，有一位顶级猎人，只要我们愿意给他钱，他就一定能够来协助我们。他就是最强辅助系猎人奥尔洛夫。另一边的程振宇现在正在地下城，正不断的累积经验，以准备再次回到神庙。经过了上次学校遭到袭击的事件，程振宇也将贝尔放在了妹妹的影子中，于是他打算试看使用刚升级获得的共享技能，这可以让他看到影子们的视野。然而就当他共享了贝尔的视野，发现贝尔居然在看古装剧，并且居然还一边看一边学习了起来。难怪他最近总是用一些奇怪的词语，原来他是喜欢看这种电视剧。程振宇接着看起了其他人的情况，然而就当他看到车海印时，不料他居然不小心看到车海印洗澡的画面，这让程振宇瞬间就脸红了起来。看来必须找个机会请他吃个饭之类当作道歉了。回到日本这边，山本李二也找到了奥尔洛夫，然而奥尔洛夫直接狮子大开口，每天1000万美元的佣金，1年36亿美金，只要愿意支付这笔钱，那么他随时都可以开始攻略传送口。山本李二在听到这个价格顿时一惊，奥尔洛夫当即表示，每年36亿美元就能拯救他们的国家，又不是36万亿，这个价格可比安德烈便宜多了。你觉得你们现在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之后就算你们跪下来求我，我都不一定答应了。山本李二听后只是平静地表示，看来你对你的实力很有信心。奥尔洛夫听后笑了笑，表示，那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实力就能抵得上100多个你身后站的那种货色，并且随后就立即露了一手。一瞬间，日本的 S 级猎人就被他的结界封锁，轻松的就被奥尔洛夫给控制住了。但如今山本李二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答应了奥尔洛夫的报价。随后奥尔洛夫就来到了日本，并且行为非常的高调。记者这时询问奥尔洛夫要如何攻略传送口，奥尔洛夫轻笑表示，就跟以前一样，他会在周围布下巨大的魔法阵，然后由他施展魔法，里面的魔兽一律也跑不掉。但是以他一个人的魔力肯定不够，因此需要在附近放置大量魔晶石，结界会不断的吸收周围的魔力。他自信地朝住镜头表示，我会拯救你们的，你们只要记住是我救了你们就够了。与此同时，日本的猎人协会的松坂会长也来到韩国，他拿出济州岛的魔晶石的转让契约书，表示他想要雇佣程振宇猎人。高会长听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到程振宇不隶属于他们猎人协会，因此他没办法替他做任何决定。松本会长随后表示，这点他们很清楚，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可以跟程振宇交涉的机会。高会长焊住魔晶石的转让契约书，高会长陷入了沉思，居然为了一个机会放弃那么一大笔钱。看来失去后藤龙二之后，他们已经无力攻略 S 级传送口了。然而高会长这时却让手下先出去，自己要单独跟松本进行谈判。他看着松本会长冷冷的开口表示，松坂会长，如果你又想耍什么花招，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我知道你已经和拔剑工会闹翻了。松本听后当场就急得站了起来。高会长接着表示，我还知道拔剑工会拒绝了猎人协会的援助金，而是选择了政府的援助金。拔剑工会和日本猎人协会原本心同手足，召集一群以后藤龙二为中心的 S 级猎人，不过现在应该很难做到了吧。拔剑工会倒下后，其他工会也开始不断的互相较量，协会的真实统治力就暴露出来了。如果这次没能攻略传送口，那一切的责任都将由你松坂会长一人承担了。没有能力领导自己国家工会，导致工会间分裂的责任，并且因为自己的小聪明，造成了如今巨大牺牲的责任。说完就拿出了日本之前使用的黑匣子，里面完整记录了他跟后藤龙二的对话。高会长愤怒地看住松本，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松本顿时被吓傻了，一旦里面的内容被公开，全世界都会知道他们想要消灭韩国猎人的计划，导致全体国民都要为他的小聪明而买单。高会长愤怒地将黑匣子捏爆，表示他不会做这么无情的事，他不能让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人的小聪明而陷入危机。你应该好好感谢程振宇猎人。另一边的日本也已经将近20万吨的魔法石布置在了传送口周围，这些足够作为魔法阵的魔力源了。然而奥尔洛夫此刻却感觉到不对劲，他能感知到周围似乎有什么人在注视着这一切。
果然远处站着一个男人，正在注视着这一切。这个人就是程振宇的父亲程一焕。他喃喃自语道：“感知力不错嘛，不过看看他的力量来源，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着，一场注定的悲剧终于要开始了。此刻传送口也即将开启，然而奥尔洛夫却还在轻松地喝住酒放松一下。他询问到：“美国那边没有派出支援吗？”助理当即回答道：“美国那边也出现了 S 级传送口。”随后传送口就爆发出一股红光，撕裂了空间，数只巨人赫然从传送口踏出。负责看守的猎人们全都惊呆了，因为最先踏出的竟是 A 级地下城内的魔兽巨人。奥尔洛夫见状却只是淡然一笑，这种程度的魔兽对于他这个 SS 级猎人来说就是小意思。他直接将魔力集中在掌心，开始从四周魔晶石中抽取魔力，释放出一个巨大的结界，将传送口封锁。奥尔洛夫看住巨人们开始疯狂地挥动武器攻击结界，他得意地笑道，表示：“你们以为能突破我的防御吗？”然而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只见另一只的超大型巨人直接把最前面的巨人扔去了一旁，他猛然挥舞着手中的大剑，狠狠地斩向结界。这一剑之下 ，SS 级的封锁结界竟被瞬间劈成两半。巨人接着伸手轻松就抓住奥尔洛夫，将他抛向高空，随即张开血盆大口，瞬间将其吞噬殆尽。自此，日本的攻略行动彻底崩盘。巨人们肆意的破坏城市，国家只能出动武装力量前往阻拦。然而他们的攻击对巨人一点作用都没有，日本瞬间就成为了人间炼狱。日本的 S 级猎人们也全数出动，全力支援战局，是要阻止这场毁灭性的危机。然而其中最大型的巨人却只是一直守护在传送口门口，并没有参与到战斗中。另一边的韩国，程振宇在昏迷了3天之后，他也终于醒来了，并且得知日本地下城失控的惨状。如今地下城已经失控2天了，一共出来了31只巨人，他们却只解决了2只。如果日本猎人不能在彻底沦陷前解决，那么日本将变成第2个济州岛。程振宇看住电视正播放日本的直播，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去的时候，妹妹真雅突然推开房门，哽咽着说道：“不要去。”他知道以哥哥的性格，一定会踏上这条危险的路。程振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深深的恐惧与不安。他沉默片刻，然后起身走到真雅身旁，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别担心，我不会去的。”之后，程振宇独自来到楼下公园，召唤贝尔的影子，询问他最近真雅的状态怎么样。在得知妹妹每天除了睡觉就没有别的活动后，程振宇明白上次的魔兽袭击给妹妹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毕竟除了4年前他第一次进入传送口，妹妹都不曾阻拦过他。然而这时刘振浩的父亲找上了程振宇，表示自己感染内睡症。在经过多方的打听之后，他得知了程振宇的母亲是唯一康复的人。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偶然，因此他想跟程振宇买一个真相。然而程振宇因为对他并不了解，因此谎称自己也不了解，拒绝了他。随后他就来到工会，他跟刘振浩说明了自己要去日本的想法。刘振浩听后连忙阻止程振宇，因为这次的失控程度跟济州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他们还从未遇到过那种超大型的魔兽。程振宇则表示，如果这次攻略可以成功，那么他们的象牙工会一定名声大振。刘振浩沉思了片刻，那既然大哥决定要去，自己也要跟住他一同前往日本。接着询问程振宇是否知道济州岛和双重地下城的共同点是什么吗？就当程振宇一脸疑惑，刘振浩就掏出了他珍藏已久的报纸相册，表示大哥每一次的重大事件都没有他，因此他这次一定要跟程振宇去日本，他要出现在程振宇的身边，并且他相信程振宇只要程振宇没事，他就肯定也不会有事，并且他身为象牙工会的副会长，本就应该一起共患难。程振宇对此也没有拒绝他的理由了。接着程振宇就回到家，他跟妈妈说自己要出门一趟，妈妈自然也知道他是要去日本，表示程振宇跟他爸爸真像。当年他爸爸也是一收到出任务的消息，哪怕是在吃饭也会立马跑出去。妈妈让程振宇先吃饭完，他之后会帮程振宇收拾行李。两人的对话也被屋里的真雅听见。夜晚，程振推开了真雅的房门，坐到了他的床边，表示虽然每一次出去战斗他的处境都很危险，但上次却尤其的危险，他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那边，然而最终他还是活着回来了。他每次都很感激自己能活住回来，也很珍惜能跟真雅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程振宇轻轻摸了摸真雅的脑袋，所以这一次我也会平安回来的，谢谢你从来都没阻拦过我。听到这话的真雅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然后哽咽地抱怨道，反正你还是会去的，放心吧，这次我很快就回来，不管相隔多远，哥哥都会保护你的。第二天猎人协会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程振宇也宣布他会前往日本，代表象牙工会和韩国而战。随后立即搭上了前往日本的航班，象牙工会讨伐巨人的传送口也即将拉开帷幕。程振宇终于来到了日本，来到日本的程振宇很快就加入了战场，随即召唤出影子士兵保护现场的民众，自己也手持短剑朝着巨人砍了过去。而此刻上空的直升机的记者们也正在直播战场的画面，然而他们却被程振宇的影子士兵吓到了。
只见无数的蚂蚁士兵不停地撕咬住巨人的身体，巨人们很快就被蚂蚁士兵压制了。同时，街道上的巨人正在猎杀眼前的小女孩。就当巨人即将抓到小女孩之时，他的手臂居然瞬间就被砍断了。那犀利的剑法正是伊格丽特，他将小女孩轻轻地抱住怀中，同时艾恩也发动了偷袭，手持巨斧直接狠狠地就砸在巨人的脑袋。解决巨人之后，还不忘向小妹妹炫耀。一旁的伊格丽特见状，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程振宇看到，只无奈地表示，艾恩这家伙进化后还真的太兴奋了。此时，日本的指挥中心也收到消息，已经陆续有不少的城市成功夺回来了。听到这消息的松本会长瞬间就被惊呆了。回想起程振宇在机场时的眼神，他看过无数的猎人，然而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程振宇。他能感知到程振宇的实力很强，但没想到竟然能强到这种地步。在机场的时候，他还对程振宇有所怀疑，因此想让程振宇先协助以地势为中心，这样他就能趁程振宇防御时，赶紧再向其他国家请求支援。然而程振宇直接拒绝了他。松本会长现在终于理解了，程振宇是打算一个人解决所有的巨人。此刻的程振宇也复活了那些死去的巨人，然而取名字实在太麻烦了，因此程振宇直接用号码来称呼了。这时贝尔向程振宇报告，君王又解决了一个巨人。程振宇笑道表示，很好，那么他就是6号了。程振宇自从获得了暗影君王的力量后，魔力得到了巨大的提示，因此如今打持久战是绝不会失败的。只能不断消耗体力的巨人，根本不可能战胜能够无限重生的影子士兵。最为麻烦的反而是因为 S 级地下城失控，导致其他地下城也相继发生失控，其他低级魔兽也入侵了城市，因此只能一边躲避一边进行反击。时间来到地下城失控的第7天，如今的日本已经彻底成为废墟。程振宇和刘振浩在街道上巡查，之前的那名翻译员找到了程振宇，跟他汇报了现在的战况。他们一共集合了16名 S 级猎人，然而如今已经有3名 S 级猎人牺牲了，并且他们发现巨人很少单独行动，因此会比攻略 A 级传送口的首领师更难。传送口一共出来了31头巨人，其中有一只已经横跨海洋朝住中国去了，但所幸靠住程振宇的影子士兵，如今就只剩下了巨人首领了。程振宇看住眼前的废墟，不由得感觉这场景也熟悉，虽然没有熊熊大火，但逐渐化为废墟的城市就像恶魔城一样。如果恶魔城里沦为废墟的城市是系统的暗示，那么设计者究竟是想告诉自己什么呢？如今设计者已经灰飞烟灭了，并且之后也再也没联系过他了，因此说不定那个身体就是他的真身。程振宇想到这里便握紧了拳头，如果恶魔城暗示了将来会发生的事，那么他来阻止一切不就行了？他不断积蓄力量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不愿被无法抗衡的力量操控，所以每一刻都不停地想要变得更强大，最终才造就了现在的样子。随后程振宇就跟翻译员说道，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可以开始行动了。翻译员一脸疑惑表示，其他猎人都还没来。然而程振宇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句，不，已经到齐了。只见程振宇的影子大军如潮水般涌现在战场之上，伊格丽特、艾恩、大牙单膝跪地，等待程振宇的命令。威尔的身影如闪电般掠过天空，降落在程振宇的身边。程振宇看住地上的巨人尸体，站起来，下一秒巨人就被影子吞噬，化成影子士兵站在了程振宇的面前。程振宇站在高处，手臂指向前方的巨人首领，全军出击。收到命令的贝尔立刻朝着天空发出一声嘶吼，即刻之间暗影军团就全军出动，如同潮水般的涌向巨人首领发起进攻。程振宇则在后方观察着战局，巨人首领见状也立即反击，他冲进影子军团的中央，不断的挥舞手中大剑斩杀暗影军团。他强大的实力也让程振宇大吃一惊，没想到只是一招就灭了他100多个士兵，并且他身上散发出的魔力，就连程振宇都会忍不住冒出了想尽快逃离这里的念头，真是让人不爽。怎么会有这种实力的魔兽存在？如今有2种方法可以消除他心中的不爽，一是离开让他不爽的源头并忘记他，二是干脆将那源头斩草除根。程振宇自然是选择了后者。就当尖牙与巨人首领对峙时，一个影子士兵正准备从后面偷袭，然而巨人首领迅速就一手挡下了尖牙的攻击，同时一刀就将影子士兵砍成2半。此刻的蚂蚁大军也不断的撕咬住巨人的身体，然而巨人首领随意一甩，就将蚂蚁大军给甩飞了。贝尔在看到自己的蚂蚁士兵们不停地被欺负，当即就愤怒地想要出手灭掉巨人首领，然而程振宇却将他给拦下了，表示不要急，还不到你出场的时候。程振宇对现在的局面一点也不意外，但如今他的魔力十分足够，因此得再跟首领打一会，以便找出他的弱点。巨人首领不断地斩杀住程振宇的影子大军，而程振宇也不断地将其复活，终于让程振宇发现了他的弱点。程振宇发现巨人首领的魔力就像盔甲一样围绕在他身边，所以他才一直不防守。显然他对于自己的防御很有信心，但是只有一次他曾出手挡过攻击，程振宇也确定了眼睛应该就是他的一大弱点。程振宇立马召唤出飞龙凯瑟，
带着伊格利克向住巨人首领的眼睛飞去。贝尔也迅速地来到巨人首领的眼睛面前，巨人首领见状立即进行了闪躲。与此同时，伊格利克也瞄准了他的眼睛，手中大剑已经凝聚满雷电之力向他袭来。然而巨人首领十分的敏捷，再次躲开了伊格利特的攻击。程振宇此刻也确定自己的猜想，这时巨人首领也向飞龙凯瑟发起了反击，一剑就将飞龙给击落了。然而伊格利克却躲过了攻击，跳上他的手臂往他方向冲去。伊格利克随即释放了雷电之力的剑气，巨人首领赶紧用手掌护着自己的眼睛。然而下一秒，程振宇就出现在他面前。程振宇迅速地攻击了巨人首领的眼睛，看住巨人首领痛苦哀嚎的样子，程振宇咧嘴一笑，果然被他猜中了。此时贝尔再次挥动爪子，再一次向住巨人首领的眼睛冲去。程振宇也乘机召唤出短剑，发动支配者之全能攻击巨人首领。一旁的翻译员直接看呆了，这已经不是猎人与魔兽之间的战斗，更像是怪物与怪物之间的较量。程振宇看准机会，将短剑对准了巨人首领，发动乱刀技能砍向他的眼睛。巨人首领终于承受不住这股狂暴的攻势了，眼睛瞬间爆裂。程振宇见状立即大喊贝尔，收到命令的贝尔迅速地往巨人首领的眼睛飞去，直接从伤口处冲进了巨人的体内，不断挥舞着利爪进行破坏。程振宇也在外面不断地使用乱刀技能攻击，在两人的里应外合的攻击下，巨人首领猛地吐出一口紫色的鲜血，随后不甘地跪倒在地。程振宇也在这一刻收到了系统提示，敌人已被消灭，并且他的等级也是连升4级。但很快程振宇就察觉到不对，为何没有出现地下城主人被消灭的信息？看来战斗还没有结束，并且他也无法提取他的影子。这时一道声响吸引了程振宇的注意，他赶紧让刘振浩停下，所幸只是虚惊一场。这动静是贝尔从巨人体内走出来发出的声音。程振宇也不禁感叹，没想到这家伙虽然死了，魔力却还是如此强大，让他连贝尔的气息都没察觉到。然而这时传送口却突然爆发出强大魔力，传送口在吸收巨人首领的魔力，并且只用魔力就划伤了程振宇。程振宇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让伊格利特保护振浩，自己要进去传送口看看情况。随后他就跟贝尔一同进入了传送口，然而传送口内居然是一个巨大的神殿。贝尔转头询问程振宇：“君王，您听到了吗？”原来是里面居然传来一股诡异的笑声。程振宇拧了拧手腕，表示敌人都闯进传送口了，居然还可以笑出来，真是有趣。此时神殿的尽头，一头被铁链束缚的巨人感受到程振宇的气息，猛然放声大笑，真是可笑！可恶的支配者们，你们看看是谁先来找我了？他对住程振宇表示：“君王，你来的正好，快帮我解开锁链。我知道支配者的计划，得赶紧告诉其他君王才行。”然而，就当他看到程振宇之后，瞬间便停下了对话，神情骤变，开始质问起程振宇：“我好像不认识你。”程振宇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询问起巨人：“是支配者将你绑成这样的吗？”巨人沉声回应：“支配者是想要以此作为跳板，为真正的战争奠定基础。”程振宇决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因为他之前一直尝试跟智慧型魔兽对话，然而却没有一个能清楚说出自己的来源。程振宇再次询问起巨人：“支配者究竟是什么？是君王们的宿敌？”程振宇听后心中一惊：“君王们的敌人，那也就是我的敌人吗？”程振宇看住巨人，既然他们把你绑成这样，那就说明你也是君王。巨人当即回答道：“没错，他正是巨人之王太祖君王。”太祖君王接着表示：“君王和支配者们大概都已经盯上你了，但现在的你还无法与他们对抗，想要与他们抗衡，你还需要壮大势力，解开我的封印，我会帮助你的。”程振宇在听了太祖君王的话之后，眼神严肃地询问太祖君王：“你是说魔兽帮助人类吗？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然而太祖君王却自信一笑，表示道：“那我就让你相信。”只见他嘴里念着一段复杂的魔兽语言，接住程振宇面前就出现了系统弹窗，表示太祖君王向你释放诚信盟约，一旦接受诚信盟约，施展者与接受者都不能向对方说谎。程振宇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决定接受盟约。随着诚信盟约正式建立，太祖君王再次表示：“解开我的封印，我会帮助你的。”他要向程振宇证明他之前并没有说谎。程振宇这时询问起太祖君王，他为何不同于其他从传送口出来的魔兽，能自由地跟自己对话？太祖君王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难道你说的是混世的居民吗？太祖君王严肃地询问程振宇：“你怎么能把混世的居民与统治他们的君王相提并论？从传送口出去的混世居民都是些残兵败将，他们败给了支配者的军队，并且成为了支配者的俘虏，自我意识必定会遭到破坏。但他身为太祖君王，自然跟他们不同，能够保持理智。他一直在默默的忍耐，等待着能够逃脱的那天，直到如今遇到了程振宇。”程振宇听后审思片刻，询问起那些被称为支配者的家伙是不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银色士兵。在得到太祖军的肯定，程振宇接着询问为何支配者总是派出魔兽来找人类的麻烦。太祖君王听后咧嘴一笑，理由很简单，
就是为了将魔力输送到地球，他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程振宇听后不禁感到背脊发寒。如果说魔兽是传送口带来的灾难，那么魔力就是传送口给予人类的祝福，这是如今大多数人普遍的认知。魔石和魔晶石，那些蕴含魔力的物品，是当今最为顶级的能量之源。然而这些居然是他们谋划战争的跳板。太祖君王进一步的解释，想要将人类世界不存在的力量输入进来，利用拥有力量的魔兽之血是最好的方法。因此支配者们决定利用俘虏。如今魔力的浓度越来越高，这也证明了魔兽之血在一些地区已经发挥了作用。他们想用魔力强化世界，创造出一个即使遭受了战争的冲击也不会毁灭的世界。而所谓的战争，也就是指君王与支配者们的再度对决。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很快就要沦为地狱了。太祖君王急迫地请求程振宇，表示如今他们已经见面了，君王和支配者们一定不会坐以待毙的。说不定支配者们的使臣已经行动起来了。然而程振宇却依旧保持冷静，询问起太祖君王为何说那些家伙已经盯上他了。太祖君王听后冷冷笑了一下，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你所拥有的力量并不属于你，但如今你拥有了那份力量，说明了那力量原本的主人背叛了君王，你现在已经是君王与支配者们的共同敌人。但是只有我站在了你这边，跟你结下了盟约，你还不帮我解开封印吗？然而程振宇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地站在我这边，那变成我的影子士兵不是更好吗？太祖君王顿时一惊，似乎是看到曾经的暗影君王，他开口表示到君王和支配者们全都是灵体，灵体如果死亡就会彻底消失，根本无法变成影子，所以他根本做不了程振宇的影子士兵。程振宇听后也清楚了情况，召唤出恶魔王的短剑，准备帮他解开封印，但他总感觉好像漏了些什么事情。程振宇缓缓向太祖君王走去，你说要站在我这边对吧？说话的同时，他也斩断了束缚住太祖君王手臂的锁链。太祖君王回答道，程振宇，没错，如果你帮助我，那我也会帮你，这是君王之间公平合理的交易。然而就当程振宇正准备砍断另外一边的锁链时，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质问起太祖君王，那在战争开始后，你会站在人类这边吗？然而太祖君王这次却不说话了。程振宇冷冷地质问起他，你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是因为诚信盟约吗？他此刻也发现了太祖君王后颈处的魔晶石，看来因为他你也必须听从支配者的指示，跟其他魔兽一样必须猎杀人类。太祖君王眼看真相暴露了，直接伸出手掌向程振宇袭来。然而程振宇早就有所提防，一个闪身就躲过了攻击，并且将手中的短剑刺进了他的胸口。既然如此，那就当这场交易不存在吧，就像你实在太冒险了，说不定会带来灾难。太祖君王强忍疼痛表示，你错了，我不是灾难，你才是。随后他就张开血盆大口，打算咬下程振宇的脑袋来个同归于尽。程振宇见到他还不老实，再次将短剑插进了他的身体。太祖君王也终于无力抵抗了，他临死之前向程振宇发出最后警告，现实居民被俘虏的混世居民的战斗越激烈，世界也将变得更惨烈，你想守护的东西必将在战争的烈火中化为灰烬。然而程振宇只是冷冷地叮嘱他，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随后一个瞬身就将他的头颅砍下。系统此刻也传来提示，9大君王之一的太祖君王莱基亚已被消灭。由于经验值数量巨大，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计算。程振宇看住太祖君王的身体，可惜不能把它变成影子士兵，那就把这东西当作战利品吧。随后他就离开了地下城。此刻经验值也已经计算完毕，程振宇连升10级来到了122级。程振宇在走出传送口的时候，看住手中特殊的锁链，太祖君王的力量已经被这东西限制了，却依旧可以散发出那么可怕的力量。如果将它完全的释放，让它到外面胡作非为的话，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幸好自己提早一步发现了他的真面目，看来自己还需要变得更强大。如今日本的 S 级传送口也终于正式攻略完毕了，那只逃往中国的巨人也被七星猎人刘志刚解决了，而日本的猎人协会会长也去自首了，也许是为了承担责任，原因没人知道。此刻的程振宇也正在清算住自己的影子士兵，虽然少了那只跨海去中国的巨人，但他的影子士兵战力也得到巨大的提升。随着程振宇消灭了太祖君王，成功协助日本攻略了 S 级传送口，这件事迅速就传遍了全球，人们开始在网络上热烈讨论是否出现新的国家权力级猎人的话题。与此同时，远在天边的美国那边也成功攻略 S 级传送口，如今正在举行一场庆功宴。然而安德烈却走到了2名 S 级猎人面前，询问他们是否还记得赌约。原来就当程振宇宣布前往日本时，这2名 S 级猎人并不相信他能够成功，他们认定没有经过赛诺夫人提升的程振宇所拥有的力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巨人族，这跟之前的济州岛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因此他们之间下起了赌注。其中一位用1艘快艇赌程振宇1天之内，另外一位则用房子赌程振宇能撑2天。然而他们的对话被安德烈听到了，
我用清道夫的大楼赌程振宇能够活下来。安德烈就这样自信地加入了赌局，而今天正是他来收取报酬的日子。然而就连一旁的没参与赌约的猎人，安德烈也强行抢走了他的领带。就当安德烈还在跟助理炫耀他的战利品时，助理这时却告知安德烈，国际工会的会议邀请名单已经出来了，其中包括了韩国的象牙工会。安德烈听后顿时大喜，看来程振宇终于要来美国了。回到程振宇这边，翻译员此刻找到了刘振浩，表示有一通电话是找他的。刘振浩当即接过了电话，然而就当他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后，神情顿时认真了起来。他立即告诉程振宇，自己临时有事要马上回去韩国了。电话那边说家里出事了。就当刘振浩坐上直升机准备前往机场时，他的内心不由开始担心起来。他能听出母亲的声音充满了慌乱，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当他一抵达韩国之时，助理就将他带到了医院。他这才知道父亲患上了溺水症。刘振浩当即就想冲进病房，然而助理却将他给拦了下来，因为只要无法控制魔力的猎人靠近患者，只会让患者的病情更加恶化。刘振浩此刻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自始至终自己都是个没用的儿子。这时助手递给刘振浩一本手册，这是会长在晕倒前一直在做的东西。就当刘振浩打开手册后，只见手册里面记录了所有他的报道。助理这时表示，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看到喜欢的报道就会剪贴下来的习惯真是一模一样，甚至还有他这次去日本的报道。刘振浩再也忍不住，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这时才明白，当初父亲将他逐出工会，并不是不爱他，而是爱之深责之切。这时刘振浩跟助理也打算离开了，然而就当刘振浩即将离开时，却突然感觉到身后似乎有什么动静，然而回头望去，身后却什么都没有。直到他们离开医院后，程振宇的身影这才慢慢显现出来。刘振浩那臭小子干嘛哭啊？看得我都觉得心疼。说完他就拧开了为数不多的生命神水。这时刘振浩的姐姐也来到了医院，她心情非常的低落。然而一个与他擦身而过的人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似乎在哪里看过他。就当他来到父亲的病房时，只见父亲居然清醒了过来，他立即扑进了父亲的怀里。医生们都十分的震惊，这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溺水症患者居然苏醒过来了。此时楼下的程振宇回头看了一眼，便欣慰地转身离去。虽然早了一些，不过就当我送给刘振浩的生日礼物吧。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权力级猎人，全球猎人排名第3的克里斯也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当即就穿上衣服走出房间，看住眼前空荡荡的房间，这也太安静了。他随即拿起桌上的红酒杯，随手就扔在了地上。然而破碎的红酒杯居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克里斯立即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敌袭，并且想起了塞诺夫人的劝告。原来就在不久前，塞诺夫人和猎人协会来找过他。塞诺夫人随即表示道，自己做了一个关于克里斯的梦，克里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遭到杀身之祸。然而克里斯当时根本不愿意相信，他可是国家权力级猎人，没有人可以将他杀死，并且如果连他都无法战胜对方，那么还有谁可以来保护自己？塞诺夫人听后表示，或许程振宇猎人可以协助你。时间回到现在，克里斯当即对住楼下冷冷问道，是谁在那里？话音刚落，一团黑雾便出现在楼下，只见一名金发男子现身，他正是9大君王之一。他缓缓地开口表示道，光辉碎片，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但总是在战斗中为人类考虑的话，那我们什么也捞不出。然而克里斯却根本听不懂，因为金发男子说的居然是魔兽语。金发男子见状，却只是让克里斯闭嘴，这话不是说给你听的，而是说给那个与你连接在一起的家伙听的。原来国家权力级猎人之所以会有远超一般猎人的实力，是因为体内含有支配者的力量，这股力量就是君王们口中的光辉碎片，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回收光辉碎片。克里斯愤怒地表示道，你这是在蔑视我吗？随后他的身体便被火焰包裹，你们几人之中必有一个要死在我手里。一同前来的2位君王见状，也是感到十分意外，没想到人类居然也可以灵体化。下一秒，克里斯便向金发男子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股强大的力量也瞬间产生了剧烈的爆炸。然而此刻的程振宇还在日本，他正准备前往机场的路上，然而路上却挤满了围观者。贝尔立即向程振宇建议道，君王那么多的百姓向你表达敬意，你应该向他挥手致意。程振宇无言地表示，贝尔不是你想的那种，不要拿古装剧的剧情出来。随后程振宇就搭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没想到竟然在飞机上遇到了熟人，正是之前邀请他去美国的亚当议员。显然这次的相遇是他的安排，亚当也很惊讶，表示他们才见面一次，程振宇居然可以记住他的名字。但这其实是因为贝尔在一旁提醒他，激动的让程振宇不可以叫错名字，王的威严不可撼动。程振宇随后就询问起，难道美国也有搞不定的 S 级传送口吗？亚当听后立即否认了，表示自己这次来不是因为传送口问题。他打开笔电递到程振宇面前，画面是克里斯的庄园火灾的报道。然而这却不是普通的火灾，一般的人就连碰到火苗都会瞬间变成黑炭，最后动用了1800名消防员。
14位顶尖的魔法系猎人才能将火势熄灭，并且发现了克里斯的遗体。随后，亚当将一张照片递到了程振宇的面前，表示这是猎人协会锁定的头号嫌疑人。然而他话还没说完，身体就浮到了空中。程振宇愤怒地将他的笔电捏爆，然后用支配着全能狠狠地掐住亚当的脖子。如果你要是敢跟我开玩笑，今天就休想从这里走着离开。亚当议员急忙地开口解释，照片中的人是从地下城里出来的，很可能不是您所想的那位。他的魔力波动跟魔兽很相似，而且出现之后二话不说就攻击了我们的 S 级猎人。你还记得几个月前猎人学会爆炸的事件吗？程振宇听后迟疑了一下，你是说那是我父亲干的吗？说完这话才把亚当放了下来。亚当瘫坐在地上，开口表示道，他打倒我们的猎人后就消失不见了，尽管我们一直在暗中追查，可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丝毫找不到一点的蛛丝马迹。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但眼下他确实就是最可疑的嫌疑人。程振宇听后再次开口询问，那你给我看这张照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亚当这时才进一步表示，这次的国际工会会议，全世界的知名的工会代表都会参加，而美国猎人协会也会在会议上公开发布关于他的通缉令。程振宇目光瞬间阴冷下来，也就是说调查不再秘密进行了吗？亚当随即表示道，美国政府这次失去了珍贵的国家权力级猎人，因此一定会用尽各种手段去抓捕犯人，但他们猎人协会想跟程振宇保持友好关系，因此才会在公布前事先告诉他，让程振宇可以先用心理准备。程振宇此刻也有些难以置信，失踪10年的父亲难道真的变成了魔兽吗？此时亚当也恢复了行动能力，但他还是被程振宇散发出的念力吓到了。他一直认定如此强大的念力能力只有国家权力级的猎人才能做到，但是转念一想，程振宇不就是第6个国家权力级猎人吗？自己必须赶紧将这消息告诉副局长。与此同时，象牙工会即将出席国际工会会议的事也引起了讨论。象牙工会只有程振宇一个顶级猎人，这就代表了美国认定了程振宇一个人就比其他大型工会都更强大。崔中人此刻也正被记者们追问如何看待程振宇取代他前往美国的事，然而崔中人却没有丝毫的嫉妒，表示程振宇前往美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表示自己在济州岛亲眼目睹了程振宇的实力，因此他敢说象牙工会的战力一定不会亚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会。另一边的吴科长也找到了高会长，表示中国那边想要程振宇猎人的资料，但对方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个人请求，他正是中国的7星猎人刘志刚。高会长听后神色顿时一变，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拥有着一套自己的猎人等级体系，最高的等级是5星猎人，而刘志刚却是唯独一个超越了等级体系的7星猎人。高会长听后审思片刻，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是英雄吧，但出于安全的考量，他让吴科长给他一些表层的资料就好。时间来到程振宇前往美国的前一天，安德烈第一时间召见了黄东树，他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警告你别动程振宇，我知道你哥哥与程振宇猎人之间的事，你一定有很多心存疑虑的地方，也很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黄东树听后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一股巨大的魔力猛然向他压制而来。只见安德烈神情变得极其阴冷，你好像没有发言权吧？被魔力压制的黄东树顿时愣在原地，不敢动弹。在安德烈的威逼之下，他只能答应这个要求，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这时助理上前询问，这样就行了吗？安德烈闻言淡然解释，这种程度不可能让他放弃。在程振宇离开美国之前，派人盯住黄东树，尽管这个决定会让他的心里很不爽，但总比丢掉性命来得好。随着程振宇来到美国后，正巧碰上了德国的代表里希特工会的会长尼尔曼也刚到现场，见到同样受邀参加国际工会会议的程振宇，他刚想上前打个招呼，可就在接近他的刹那，他立刻被眼前的一幕惊得愣在原地。他能感知到程振宇的召唤兽并非是从另一个空间召唤过来的，而是一直隐藏在他的影子里，数量之多甚至足以与美国开战。这时程振宇也察觉到有人在窥探自己，但他对此并没有想太多。这时刘振浩却打趣起吴科长，询问吴科长为什么会在这里。吴科长只能羞耻地表示自己是来做程振宇的保镖的。刘振浩听闻再次嘲笑起来，你说你来美国保护谁？吴科长只能支支吾吾说到程振宇。这时美国的猎人协会也找到了他们，随后亚当议员就先将程振宇独自带走了，表示有些机密要单独跟他说。随后程振宇就上了前往猎人协会的专车，亚当也开始讲述他们有意拉拢程振宇，随即打开了面前的显示屏，画面上出现了一具巨大的魔龙尸骨与一块强大的魔法系如泥石。通常魔兽的力量越强大，如泥石的价值也会更大，而眼前的如泥石正是来自巨龙卡米石，它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灾难，因此它的如泥石自然十分的珍贵。美国也将其视为了程振宇加入他们的报酬。然而程振宇此刻却激动地走到了显示屏前，让亚当翻到前一页。程振宇要再看多一次卡米什的尸骨。程振宇现如今才知道，原来卡米什的尸骨一直由美国保管。程振宇当即要求亚当带他过去现场，
并表示色锦那么爽快抽出时间来配合你们，提这点要求应该不过分吧。然而亚当的权限并没有那么大，他随即表示他也不清楚卡米什的尸骨存放位置，需要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不过他相信上级应该不会拒绝程振宇的要求。程振宇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还得等，那就直接去猎人协会等吧。随后他们就前往了猎人协会。亚当议员立刻向局长报告了程振宇的请求。局长听后满脸疑惑，程振宇一路上竟然从未提及如尼什，难道他真的只是想看看那条龙的尸骨吗？局长让亚当先行离开，随后跟副局长讨论起来，为什么程振宇对卡米什的尸骨那么感兴趣。副局长当即表示，他的目的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只是单纯的观看，技能的价值是没有尽头的。顶级猎人在购买自己需要的如尼什时，根本不会在乎价格，因为技能就是猎人所拥有的力量。然而或许对程振宇来说，看一眼这具尸骨比得到技能更为重要。局长听后顿时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难道他的能力不是只限于自己打败的魔兽，而是都可以将其提取影子的话，甚至已经死去多年的魔兽也能被他制作成召唤兽？副局长听后顿时就被吓得捂住脑袋。程振宇这是要将卡米什变成自己的召唤兽。局长听后当即猛地起身，语气坚决地说道，绝对不能让如此强大的力量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是如果拒绝他的要求，猎人协会恐怕很难与他维持良好关系。于是局长决定亲自带程振宇前往现场，说不定这还是一个亲眼确认他实力的大好机会。很快局长就将程振宇带到地下15层，然而这是靠近的瞬间，程振宇就感知到空气中残留的魔力，没想到已经死去了8年的卡米什所遗留下来的魔力仍然如此惊人。程振宇实在难以想象，若是将他转化为影子士兵，他的实力究竟会有多强。程振宇缓缓地走向卡米什尸骨的方向，并且轻声开口让大家都退后。说完，他就将手轻轻地放在卡米什面前的玻璃上，随即发出命令站起来。然而第一次的提取他居然失败了。程振宇深吸一口气，再次念符口令站起来，只见影子迅速地涌向卡米什的身体，将其彻底吞噬。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吼，卡米什再一次睁开双眼，强大的魔力瞬间席卷整个实验室。卡米什低头俯视着程振宇，声音低沉且充满威严，是您在召唤我吗，亡灵之主暗影君王？众人都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的这一幕。此时卡米什的视线也转向了那群人类，脑中杀死人类的声音再次响起，他的利爪瞬间就粉碎了困住自己的强化玻璃。会长见状，瞳孔剧烈收缩，顶级猎人魔力加持的强化玻璃竟然那么轻易就被震碎了。然而卡米什的口中开始凝聚起龙息，众人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幕。如果龙息真的朝住他们袭来，他们根本不可能躲得开。这时程振宇开口叫停了卡米什，够了，插在你脑袋里的魔晶石早就被拔除了，你不再需要听命于支配者了。众人见状都露出不解的神情，难道程振宇猎人是在说魔兽的语言吗？卡米什沉默了几秒，随后缓缓低下头，原来被暗影君王降服是这样的感觉。他朝住程振宇单膝跪地，语气带着深深的敬畏，适逢龙帝的卑贱奴仆，向新君王致敬。然而程振宇也提取到关键信息，他当即询问起龙帝的事。卡米什进一步说明自己曾是毁灭君王龙帝的手下。程振宇此刻也能感知到卡米什的身上居然有强烈的愤怒情绪，这与他过去见过的影子士兵截然不同。影子士兵的自我意识居然可以那么强，他的等级绝对是程振宇至今见过最强的。然而此时，这头曾经的人类最大灾难竟然正对住程振宇摇起了尾巴。猎人协会的众人在看到这一幕，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与此同时，程振宇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亡灵的王被称为暗影君王，巨人的王被称为太祖君王，这难道就是系统所说的9大君王吗？就在这时，卡米什却突然开口，君王，我得先离开了，和您的相见还是太晚了。程振宇大惊地询问道，难道就连暗影君王的力量也无法抵挡这8年的岁月侵蚀吗？然而无论他如何呼喊，都无法阻止卡米什的身影逐渐消散。卡米什临走之前开口表示，我很羡慕那些能够永远侍奉您的影子士兵们。他的声音愈发微弱，仿佛即将被时间彻底吞噬。不过在离开前，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借助支配者之力的人类一共有4名，请您一定要小心他们。能够短暂的见到您已经是我的荣幸了。下一秒，系统提示就响起，影子提取失败，对方的影子已回归虚无世界，由于死亡时间过长，已无提取意义。程振宇缓步走到猎人协会局长身旁，表示这里的损坏自己会负责赔偿维修费，随后头也不回地向实验室外走去。然而走到门口的他心中还是充满不甘，他愤怒的一拳就轰在了墙壁上。这次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强力的影子士兵，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关于支配者和君王们的情报。随后程振宇就回到了住所，然而这时吴科长突然找上门来，询问他是否见过刘振浩，表示2个小时前清道夫工会的猎人来找过他，并表示程振宇在猎人协会等他。
因此他们就把刘振浩接走了。听到这话，程振宇顿时一头雾水，他刚刚才从猎人协会回来，根本没有见到刘振浩。这是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当即冲出住所。这次是他的失误，之前为了救刘振浩的父亲，他使用了影子交换，但却没有在刘振浩身边留下影子士兵保护他。要是再像当初真雅一样发生意外，那就糟了。程振宇化作一道黑影冲向城市的最高处，并立刻召唤影子士兵，让他们以最快速度搜寻刘振浩的下落。收到命令的影子士兵们瞬间化为黑影，朝着城市的各个方向疾驰而去。与此同时，清道夫工会也收到猎人协会的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有派人接走刘振浩。安德烈的助手也立即意识到这是黄东秀搞出来的事，他当即就向安德烈汇报。安德烈带人迅速的就来到黄东秀的住所，然而只见满地的猎人都已经被打趴了下来，这些都是负责监督黄东秀的猎人。安德烈愤怒的捏爆了墨迹，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该死的黄东秀竟然真的招惹上了程振宇。他立刻动员全体工会成员，命令他们必须赶在程振宇之前找到黄东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先一步将人带回来。而此刻，程振宇依旧站在城市最高处，等待影子士兵们回报消息。难道刘振浩已经不在市区了吗？但刘振浩毕竟是地级的战斗系猎人，就算被一群普通人围攻，他也不会轻易落败。更何况，如果他搭乘前往猎人协会的车辆，并试图离开市区，他一定会察觉并做出反抗。现在唯一的线索便是清道夫工会，其中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黄东秀。他一直在等待程振宇抵达美国，他一直想要查明哥哥死亡的真相，毕竟当时那场地下城灾变的幸存者只有程振宇和刘振浩。与此同时，清道夫工会内的安德烈也正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手下的消息。黄东秀这小子简直是找死，他身为 S 级猎人，明知道自己与程振宇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却仍然敢这么莽撞，显然是早已预料到自己会出手干涉。随后安德烈也收到助理的来电，告知在猎人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点。安德烈听后让助理赶紧先派人过去，随后询问他是如何说服猎人协会出手帮忙的。助理表示，他告诉猎人协会，如果再不找出来黄东秀的所在，安德烈就要与程振宇打起来了。此时的刘振浩正被囚禁在一座废弃工厂内，遭受着毫不留情的毒打，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黄东秀。黄东秀很清楚自己无法对付程振宇，因此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不是程振宇，而是刘振浩。他要逼迫刘振浩亲口承认是程振宇杀死了他的哥哥。只要听到这句话，他就会将刘振浩放走，否则就会不断折磨他。他甚至还特意请来了一名高级治疗者，每当刘振浩濒临死亡，治疗者便会出手将他救回来。黄东秀威胁到刘振浩，再没有听到他满意的回复，你就一直遭到这样的折磨。然而即便痛苦不堪，刘振浩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对程振宇不利的话。黄东秀见状勃然大怒，愤怒的一拳再次打在了刘振浩的脸上。然而此刻窗外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一名半兽人正站在外面，正死死地盯着他们。黄东秀眉头一皱，慢慢走向那只半兽人。真是奇怪，附近有地下城失控吗？为什么会有半兽人在这里？他直接挥拳轰向半兽人，但就在他的拳头即将命中的一瞬间，耳边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影子交换。同一时间，远在韩国的贝尔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这种感觉他曾经感受过一次，那就是妹妹遇害的那一瞬间。这感觉是君王生气了。此刻正赶往黄东秀所在的安德烈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该死还是来晚了一步。他猛地一脚踹开车门，直接跳下车，全力奔向废弃工厂。与此同时，黄东秀在挥出那一拳之后，原本出现在他面前的半兽人已经换成了程振宇。程振宇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的腰间，黄东秀猛然喷出一口鲜血，剧烈的冲击力让他如同陨石般飞了出去。程振宇当即走到刘振浩面前，拿出治疗药水给刘振浩使用。不过此时刘振浩伤势过重，治疗药水已经无效。程振宇冷冷地问到身旁的两名猎人，你们谁是治疗者？立刻替他治疗。但是他们根本听不懂程振宇的语言。这时不远处传来黄东秀的声音，他让你为那小子治疗。程振宇，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然而程振宇却无视了黄东秀，只是冷冷地再次开口，我再说最后一次为他治疗。眼镜男在看到黄东秀回来后，自信地表示，这事你得先说服我的老板才行。然而他话音刚落，程振宇的手掌就已经拍到他脸上，将他狠狠砸向一旁的墙壁。程振宇此刻将视线对准了另外一名猎人，他连忙表示自己不是治疗者。程振宇听后直接将他狠狠压倒在地。此时黄东秀也走到了程振宇的面前，看来杀死我哥哥的人就是你吧？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我哥和他的队员？程振宇听后只冷冷回道，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问他吧。如此亲密的态度让黄东秀怒火中烧，他愤怒地挥拳朝程振宇砸去。然而在程振宇眼中，这种攻击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只见他轻轻一侧身便闪过攻击，随即狠狠一拳砸向黄东秀的腹部。这一击让黄东秀猛地咳出一口鲜血，身体如同陨石般倒飞出去。他强忍剧痛抬起头，却发现程振宇已经来到了面前。程振宇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黄东秀刚想起身反击，程振宇的手掌便狠狠拍在他的脸上，将他按在地面上狠狠摩擦。程振宇愤怒地抓住黄东秀的头，不断地往地面砸下来。这一刻，整座废弃工厂都在回荡住黄东秀砸向地面的巨大声响。直到一个男人出现在他的身后，程振宇才停下动作。来者正是国家权力级猎人清道夫工会的会长安德烈。他看住眼前的被程振宇按住摩擦的黄东秀，我都警告过他不要乱招惹人，他还活着吗？程振宇听后只是轻声表示道人还没死。安德烈见状再次开口，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语言，那就好办了，放了他，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然而程振宇只是冷冷瞥了一眼安德烈，说道，如果我不放呢？安德烈见状，眼神瞬间变得狰狞，那我就会对你不客气了。程振宇听后直接甩手将黄东秀扔飞，向助安德烈表示放马过来。被甩飞的黄东秀看住眼前这幕，这样一来安德烈就不可能置人事外，他想让安德烈替他杀了程振宇。而此时的安德烈已经站在程振宇面前，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程振宇不以为意地回道，你是谁都无所谓。这让安德烈心头一震，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谁，居然还敢如此的轻视自己。安德烈从小出身于贫困的移民家庭，周围的人对他而言都是敌人，然而上天却赐予了他一项无与伦比的才能，那就是碾压对手的力量。他曾无数次靠着这股力量，让那些曾经的敌人屈服在他力量之下。如今程振宇藐视自己的态度，让安德烈意识到，他势必要让眼前这个男人屈服于自己的暴力之下。当即便伸手抓向程振宇，两名顶尖猎人的战斗正式爆发。与此同时，清道夫工会的全体成员也都来到了工厂这里。然而两股恐怖的魔力突然袭来，压得众人几乎喘不过气。只见一道人影被击飞了出来，竟然是清道夫工会的会长安德烈。清道夫工会成员见状，纷纷聚集在了安德烈的身边，随时准备跟程振宇开战。程振宇此刻召唤出飞龙凯瑟与伊格丽特，命令他们将刘振浩送往最近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接受治疗。接着他召唤出自己的影子军团，向清道夫工会正式宣战。看到这一幕的安德烈突然狂笑起来，很好，对手至少有这种水准，打起来才有意思啊。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猎人，安德烈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兴奋过了。这一场战斗已经不再与黄东秀有关，唯一能他重拾自尊的方法，便是击败那个狂妄的程振宇。他眼神严肃地看住程振宇，低声说道，现在认错还来得及，我可以饶你一命。不过程振宇听后只是冷冷一笑，伸出中指表示不屑。这让安德烈的怒火彻底爆发，他怒吼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错过最后的机会，你一定会后悔。他的身体开始不断的燃烧魔力，金色的纹路覆盖全身，这很显然就是支配者的力量。光之碎片的力量让暗影君王的对决正式拉开帷幕。随着两人的一声令下，清道夫工会的成员与暗影军团也收到命令，战斗正式全面爆发，开启了激烈的大混战。清道夫工会的坦克们举起盾牌，在最前线形成一道防线，负责抵挡影子士兵的冲击。但安德烈却突破了防线，像野兽般撕扯着挡在前面的影子士兵。然而此刻尖牙的守护之盾将他拦下。安德烈愤怒地盯住尖牙，他集中力量猛然跳起，直接击碎了尖牙的护盾，并且顺势将尖牙的头部撕裂。他轻笑表示，这些影子实在太弱，他此刻的目标只有程振宇。然而当他穿越防线，进入程振宇所在的废旧工厂后，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巨震。只见他的手下都已经倒在了地上。安德烈当即怒火中烧，疯狂地向助程振宇冲去。这时王者艾恩出现在他面前，想截住安德烈。安德烈见状，将魔力凝聚在拳头，狠狠一拳砸向艾恩，将他砸飞出去。然而就在这一刻，程振宇的身影消失不见，安德烈还来不及反应，程振宇的身影像鬼魅一般出现在他背后，迅速将恶魔王短剑刺入安德烈的腹部。然而无坚不摧的短剑却只能在安德烈的别肤上激起火花。安德烈见状露出邪魅的笑容，趁机一拳砸向程振宇的脑袋。程振宇如陨石般倒飞出去。安德烈冷笑道，你太小看国家权力级猎人了。随后金色魔力在他掌心凝聚，程振宇居然被一股巨大的念力扯了回去。安德烈充满挑衅质问起，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了吧？是不是很绝望？但程振宇眼神一寒，紫色魔力瞬间缠绕于手掌。程振宇发动支配着全能，死死压制住安德烈，让他一时无法动弹。安德烈脸上浮现震惊，这怎么可能？他的目的是固定住自己吗？他立即意识到程振宇这是要奋自己将他吸过来时攻击自己。随后程振宇就出现在他面前，狠狠一拳砸向安德烈的脸。安德烈的身体如炮弹般飞出，最终狂吐鲜血。程振宇再度出现在安德烈面前，冷冷地问道，你刚才是在说是否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吗？说完，程振宇的身形就化成无数黑影，
开始疯狂攻击安德烈的身体。然而安德烈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感觉，反而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更加可怕。安德烈冷冷地说道：“那就让我们来一场真正的较量吧。”他当即启动2阶段的强化变身，金色圣光从天而降，照耀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瞬间被铠甲包裹。程振宇瞬间明白过来，当初从巨龙卡米手中活下来的5个国家权力级猎人中，4个都是借助了支配者的力量，而安德烈就是其中一个光之碎片。安德烈缓缓地走向程振宇，举起拳头狠狠砸向地面。随着安德烈的拳头击中地面，整个废弃工厂瞬间崩塌，爆炸产生的碎石四处飞散，砸向程振宇。程振宇只能赶紧远离。安德烈见状，将手举起，手中凝聚的金色光球指向程振宇，发动了捕获技能。清道夫工会的成员见状，立即让大家远离首领，赶紧躲进安全的地方。至于那些没反应过来的影子士兵们，身体突然被强大的念力吸去。安德烈手中光球所散发出的黑洞的威力，就连程振宇都心中暗自惊讶。如果自己没有支配着全能的话，自己一定会被卷入黑洞。随后烟雾散去，安德烈则死死盯着上空的程振宇。这一次我不会再失手了。他猛地双腿发力，直冲向程振宇。即刻之间，他就出现在程振宇的面前。正当他准备挥拳攻击时，程振宇突然抬腿，狠狠一脚踢向安德烈的脑袋，将他踹向地面。但安德烈在向下坠落的同时，伸出手掌对准程振宇，再次发动捕获技能。程振宇见状，当即释放支配者之手，随后紧握拳头，准备正面迎接安德烈。安德烈见状，也立即强化拳头的力量，两人都爆发出最强的力量。两人的拳头狠狠地相撞在一起。然而这时，安德烈的盔甲却逐渐开始裂开。安德烈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的一幕，然而程振宇的脸上却仍然带着战斗开始时的自信。下一秒，安德烈就被程振宇打飞出去，强大的冲击更是直接穿透厂房墙壁。程振宇则平稳落地到安德烈的面前。安德烈再次起身，他愤怒地再次向程振宇袭来。程振宇顺势躲开了攻击，随后抓住他的头盔，一脚狠狠地踢在了他的脸上。强大的力量让他再次倒飞了出去。猎人协会此刻也来到了现场，他们难以置信地看住现场的画面。只见安德烈居然瘫坐在地，被程振宇暴打。此时安德烈依然不甘心，他实在无法理解，身为魔法系猎人的程振宇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和速度。他拼尽全力挣脱程振宇的束缚，朝程振宇咆哮道：“我可是最强的安德烈，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就败给你吗？”然而程振宇只是冷冷的回应：“我不是说过了，你是谁都无所谓。”程振宇不断用拳头击打他，一记又一记的攻击。安德烈的铠甲也逐渐被打破。安德烈此刻也认知到了程振宇的强大，他终于放下了自尊，缓缓开口表示：“我输了。”听到这句话后，程振宇才停下攻击。猎人协会的成员们看到这一幕，完全无法相信，这位世界最强的猎人安德烈居然会被打成这副模样。能做到这种事的猎人，除了程振宇，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猎人能做到。这消息一旦传出去，无疑会震惊整个世界。随后他赶紧让治疗师为安德烈治疗。治疗师在看到安德烈的伤势后，表示他全身的骨头都断了。如果不是国家权力级猎人，换成其他的顶级猎人伤成这样，已经足够让他们死尸灰了。此刻清道夫工会的人也在进行伤员清点，然而除了黄东秀一个人，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伤亡。与此同时，程振宇也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只见他居然已经回来了韩国，正坐在城市的高楼眺望着城市。你很久没有回来过了吧？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首都。原来就当战斗结束后，程振宇就立即使用影子互换技能，跟贝尔交换了位置，让贝尔前往美国全力替刘振浩治疗。这时在程振宇身后的影子突然开口：“君王爷，请赐予我一个名字吧。你是因为贪婪才会导致死亡的，那就叫你无厌吧。黄东秀，你满意这个名字吗？”没错，这个单膝跪地的全新影子正是 S 级猎人黄东秀，他如今的等级也是将军级。黄东秀的影子听后，眼神坚定，向程振宇表示感谢，之后就继续程振宇之前的命令，不停地朝住地面磕头认错。时间来到第2天，当天下午，国际工会的会议正式召开。程振宇在无数闪光灯的包围下步入会场。程振宇在看到这么多记者，他心想他们应该都已经知道昨天的战斗，毕竟他以一人之力横扫了整个清道夫工会。不过他不想再被黄东秀的事情分心，这趟来到美国只是为了揭开心中的疑惑。于是他戴上翻译耳机，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原本喧闹的会场瞬间鸦雀无声，显然所有人都在等待程振宇的到来。程振宇刚入场就能感受到众人的视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中国的7星猎人刘志刚。周围的猎人们小声议论住，没想到能独自攻略日本 S 级传送口，并且还能将猎人之王安德烈打到濒死的猎人，竟然如此年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随着程振宇入座，会议正式开始。主持人贝尔泽博士开口道：“相信大家都知道，近期传送口数量激增，出现了不少强大的魔兽，但对于高空中的异常变化，恐怕了解的人并不多。
目前已经有多篇研究指出，大气中的魔力浓度正在持续增加。博士将这种现象被称为魔气。如今魔气正在部分国家上空聚集，看起来像是在预示某种灾难即将降临。如今目前发现魔气聚集的地点共有9处，其中魔气最为浓厚的地方正是韩国的首都。参会的猎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低声讨论，许多人不自觉地将视线转向程振宇，而程振宇心中也是一惊：9个地点，难道与9大君王有关吗？这时贝尔泽博士继续发言，表示目前仍无法确定魔气聚集的原因，因此也没有任何应对的方法。也许世界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变局。随后就换猎人协会的局长走上台，负责会议的后半部分。他神色严肃地宣布，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告知在场的各位猎人。大约在2周前，国家权力级猎人克里斯遭到不明身份的敌人袭击并丧命。此话一出，现场立刻陷入骚动。能杀死国家权力级猎人的，绝对是拥有相同实力的觉醒者。回想起程振宇昨天才刚打败安德烈，众人很快将目光转向程振宇。难道这件事与程振宇猎人有关吗？局长见状立刻开口，请大家不要误会，先听我说，我们已经锁定一名嫌疑人，他被列为本案的头号目标，我们称他为嫌疑人 C。 随着嫌疑人 C 的照片公开后，众人才稍微松了口气，但这时还是有人发现那名嫌疑人的长相未免也和程振宇太过相似，然而他根本就不敢回头看一眼程振宇。程振宇此刻的心情也沉了下来，因为荧幕上的人确实就是他的父亲程奕焕。局长这时继续补充道，这名嫌疑人首次现身于美国某个传送口内，因此猎人协会推测他极有可能是来自地下城的魔兽，并且是一个拥有智慧且能够使用人类语言的特殊存在，并且最令人震惊是他竟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因此他们才会派出 S 级猎人黄东秀对他进行审问。但在审问过程中，他轻易的就将黄东秀猎人击败，并且逃离后还导致猎人协会的大楼陷入一片火海，因此猎人协会认定他比一般 S 级猎人来的强大，他能够轻松击败清道夫工会的主力黄东秀。克里斯猎人也很可能也是遭到他盯上并杀害，然而这些都只是推论，至今我们仍未掌握确切证据。然而程振宇此刻看到大荧幕播放的影片，瞬间惊愕，因为他发现父亲竟然对黄东秀说，不要再去韩国，我这不是为了我儿子，而是为了你，因为你会死不瞑目。程振宇立刻召唤黄东秀的影子，询问影片的真实性，并且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时现场有人举手提问，既然他是之前失踪在地下城的人类，为何不公开身份？猎人协会局长听后深叹一口气，因为那名猎人亦在场某位猎人有关，因此决定不公开。然而这时刘志刚突然举手打断局长的话，公开身份不是对抓捕更有利吗？局长先生。随后嘴角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我就直接问了，魔兽和程振宇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局长听后只能无奈地表示，既然连七星猎人刘志刚都发问了，他也无法继续隐瞒。审问过程中，对方声称自己是程振宇的亲生父亲，猎人协会目前正以此为线索展开调查。话音一落，全场瞬间陷入骚动。刘志刚瞥了一眼程振宇，随后语气锋利地质问道，程振宇猎人，如果嫌疑人正是你失踪多年的父亲，猎人们抓捕他时你会怎么做？沉默许久的程振宇终于开口，猎人狩猎魔兽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是魔兽，我会亲手解决他，但如果他不是魔兽而是我的父亲，就算与全世界的猎人为敌，我也会优先保护我的家人。会议结束后，程振宇与亚当议员一同离开。亚当议员此刻还久久未能从震惊中回过神，他向程振宇表示，敢在120多个国家500多名顶级猎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包括你在内也只有2位。程振宇听后好奇询问另一位是谁，亚当议员回应，就是目前正躺在医院的那位。然而这时现场却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原来是中国的七星猎人刘志刚正走向程振宇的方向。刘志刚微笑着与程振宇打招呼，而一旁的亚当议员见状立即充当起翻译，表示刘志刚自从在中国海岸捕获一只程振宇遗漏的巨人魔兽后，当时因为是在水上作战，所以他费了蛮大力气才能解决巨人，因此他对程振宇十分的欣赏。他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轻易解决如此强大的魔兽。此外，对于安德烈被程振宇暴打的一事，他也感到很痛快，并且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安德烈那家伙的错。说罢，刘志刚大方伸出手想与程振宇握手，程振宇也是礼貌回应。他原本以为这位七星猎人只是个刻薄的大叔，没想到还挺有趣的。临走前，刘志刚向程振宇说道，所以我更希望嫌疑人不是你的家人，自己并不想跟程振宇为敌。说完他便潇洒离场。随后猎人协会局长就找上了程振宇，表示要借用程振宇一点时间。随后他们就将程振宇带到了猎人协会，并且他们再次请来了赛诺夫人。程振宇看到赛诺夫人后满脸疑惑，
没想到居然还有机会再见面。赛诺夫人随即开口解释，最近她反复做着相同的梦，在梦中顶级猎人们接连被某人猎杀，而梦里的画面正在不断的变成事实。克里斯猎人正是梦中第一个遇害之人，他曾和猎人协会一同前往克里斯的住宿，然而克里斯却不愿意相信他们，最后在家中被人猎杀。守护世界的强大守护者将相继陨落，而那些人也绝不会停止追杀猎人。程振宇询问道：“所以你是来提醒我要小心追杀吗？”赛诺夫人随即否认了他，表示这次邀请程振宇前来是想请他保护那些猎人。在梦中，他曾努力记住那些人的长相，却总是无法做到，于是转而尝试用自身能力确认他们的身份。程振宇听后恍然大悟，赛诺夫人当初盯着他的双眼时，就是在确认自己体内那股力量的身份。那些人体内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与他们对视一眼，赛诺夫人便会从梦中惊醒。然而就当他们对视的瞬间，其中的对话内容让赛诺夫人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一清二楚。程振宇一脸严肃地询问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赛诺夫人此刻的脸上逐渐充满了恐惧，她表示她看到了一只紫色巨眼，让自己老老实实的回去等待战争。程振宇听后立刻愣住，这不就是巨人之王曾说过的支配者与君王之间的战争？那么现在追杀猎人的是哪一方呢？随后他便开口询问赛诺夫人：“这和您请求我保护猎人有什么关系？”赛诺夫人当即解释道：“因为他在程振宇身上也发现了相同的力量。”这下程振宇可以确定，赛诺夫人那天在自己身上看见了暗影君王的力量，而那些人身上也拥有同样的力量，所以是君王们在追杀猎人。猎人协会局长这时开口表示道：“只要程振宇愿意帮忙，想要得到什么都可以，就算是卡米什的如尼石也没有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猎人获得了强大的祝福，世界正是因为他们的守护才能走到今天，如果没有他们，世界将无法运转。”然而程振宇却拒绝了这个委托，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随后便起身离开。然而当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停住脚步，转头看向亚当议员：“麻烦你把需要保护的猎人名单拿给我，如果能让我与名单上的猎人见一面，那就更好了。”之后程振宇便参加了猎人协会举办的猎人之夜。在贝尔的治疗下，刘振浩恢复得很快。这时亚当议员也将保护名单递给了程振宇，表示这是猎人点数前10的猎人，请程振宇优先保护他们。程振宇好奇地询问一下，自己在这个猎人点数中可以排第几？亚当议员随即回应道：“算上讨伐日本 S 级巨人的战绩的话，应该可以排第3或者第4。”然而程振宇觉得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太难了，恰好名单上的大多数猎人都参加了这次猎人之夜，于是他便派出影子士兵跟住他们，透过猎人接触君王，这样就能确定谁是敌人，谁是友军，以及该如何对付敌人。然而此刻安德烈却叫住了程振宇，只见他一只手还打着石膏，正朝程振宇走来。安德烈当即表示有个问题要询问程振宇：“对你来说，消灭我和我的工会成员应该不算难事，可在那场混战中，我的成员没有一人伤亡，除了罪魁祸首黄东秀。我想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不杀我们？”程振宇听后迟疑片刻，然后回答道：“因为你们罪不至死。”安德烈听后转头离去，随后表示道：“原来如此，我们会为黄东秀举办最高级别的葬礼。虽然他罪该万死，但毕竟是我们工会的一员，希望你能够容许。还有，等我手好了之后，我想跟你吃顿饭，把联系方式给我的助理，我会单独联络你。”此时安德烈的助理向程振宇鞠躬，再次表达感谢，并补充道：“安德烈首领看似粗犷，实际上是个容易害羞的人，让你留下联络方式，是因为他想准备一份谢礼，想要什么都可以直接说。”程振宇本想拒绝，但助理再次开口说他们首领胜负欲极强，最受不了欠人人情。程振宇听后只能无奈思考自己该要些什么，如果有一把不错的短剑那就好了。助理听后表示他们会尽快准备，随后再次致谢后便转身离开。这时亚当议员询问程振宇是否有需要带他去见那些保护名单上的猎人，程振宇表示不用，但他发现名单上的猎人有一位却不在现场。亚当议员听后开口解释，那名猎人在会议开始前几天便失去联系，至今仍未找到。程振宇听后目光一寒，难道他已经被杀了吗？这下就只剩下7名需要保护的人员了。然而程振宇此刻还不知道，远在韩国的酷寒君王已经开始了他的狩猎，对象正是韩国的光辉碎片高会长。此刻的韩国猎人协会的高会长正坐在办公室里，随着年岁渐长，最近他总觉得心里不安，他也明白自己的寿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主治医生就曾警告过他，如果再不放下工作，恐怕连半年都撑不过去。可是他还是坚持到了现在。如果真的是大限将至的话，他已经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并且还亲眼见证了程振宇这样的年轻猎人崛起，倒也让他感到欣慰。而就在他准备靠在椅背上稍作休息时，却猛地坐直身子，他瞬间就察觉到了异常。他缓缓回过头，果然办公室的沙发上已经多了一个神秘身影。
高会长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对方身上，他竟然完全无法察觉到眼前百鬼的气息。高会长从对方身上散发出的魔力，他能确定自己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然而对方却率先开口表示道，这里的所有出口已经被他的结界封锁，高会长是不可能对外求援的。高会长难以置信地看住他，这只魔兽竟然能够流利地说出人类的语言，这真的是现实吗？还是说自己正在梦境之中？然而还不等他理清思绪，肩膀突然一阵剧痛，一道深深的伤口凭空出现，并且伤口瞬间就被厚重的冰霜覆盖。酷寒君王语气冷漠地开口，你该不会以为梦境中会有这样的痛楚吧？这句话让高会长瞬间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梦，他的神情变得更加严肃，虽然身处险境，却仍然维持着猎人该有的冷静，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酷寒君王听后随即缓缓站起身来，虽然我很希望你能自己认出我来，但终究你也不过是个弱小的人类，我对碾压毫无还手之力的对手可没有兴趣，赶快展现出你真正的样貌吧。光辉碎片，还是说你担心这副脆弱的躯体会支撑不住？不过就算我不动手，你的这具身体也快到寿命的终点了，如果只是因为恐惧而选择隐藏，那我也没必要继续浪费时间了。话音刚落，他的掌心凝聚出一颗深蓝色的能量光球，毫不犹豫地朝高会长发射而去。高会长见状，立刻抬手挡下攻击，整个空间瞬间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然而就在烟尘弥漫之时，酷寒君王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终于肯现身了吗？果然在爆炸的余波之中，一双锐利的金色瞳孔骤然睁开。酷寒君王见状，手中再次凝聚出能量光球，猛然朝着烟雾之中砸去。然而此时的高会长却没有丝毫闪避，他只是轻轻抬手，简单的一拳便将冰坛直击击飞。而在他的身体四周隐隐浮现出金色纹路，这正是支配者的力量。他愤怒地开口表示，将会长办公室隔绝出来，禁锢在了次元裂缝里，你还真有两下子。酷寒君王听后，却只是勾起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意，表示他一直在寻找光辉碎片的踪迹，没想到你居然被囚禁在这副衰败的身躯里，导致你的力量无法完全发挥。但没关系，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7个人的位置，其中2个光辉碎片已经被解决了。最耀眼的光辉碎片，我很好奇你会不会露出恐惧的表情。现在没有人能阻止我出手了。高会长听后深吸一口气，随即就低声道，那就来一场决胜负的战斗吧。话音刚落，身上释放出的金色光芒变得更加浓烈，但酷寒君王只是轻蔑地表示，你还妄想挣扎吗？未免也太过愚蠢了，就你这种程度的力量，根本无法撼动已经完全掌控人类躯体的我。酷寒君王双手交错，猛然一挥，无数冰刺从地面涌现，朝着高会长的身体急射而去。眼看那些冰刺即将贯穿他的身躯，高会长突然开始后退蓄力，他猛然用头部撞向冰刺，瞬间就将他们震碎。与此同时，他握紧拳头，狠狠朝酷寒君王的身体挥去。这一拳直接精准地打在了酷寒君王的腹部。然而这时酷寒君王腹部伤口中闪烁出蓝光，一根锋利的冰锥猛然射出。所幸高会长的反应极快，迅速侧头惊险地避开这一击，随即他再度凝聚支配者之力于拳头，朝着对方的脑袋砸去。酷寒君王见状，伸出手掌迎击，强烈的寒气瞬间将高会长的手臂冻结成冰。就当两人僵持不下时，高会长很快就意识到这具老迈的身体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自己现在必须速战速决。高会长再次将力量集中于拳头，重重砸向酷寒君王的要害。酷寒君王见状，也没有选择闪避，而是凝聚出一道冰盾，硬生生地承受了这一击。但强大的冲击力也使他连退数步，才终于稳住身形。而高会长踉跄跪倒在地，脸上冷汗直流，看来这具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此时酷寒君王神色阴沉，缓步朝着高会长走来，语气中带着讥讽，你的容器似乎已经到了大限。随后便狂笑出声，光辉碎片果然也不过如此。话音刚落，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下一秒已闪现至高会长面前，手中的冰剑狠狠贯穿了高会长的身体。高会长猛地咳出鲜血。酷寒君王见状咧嘴一笑，语气完美地问道，你们需要多久才能找到新的容器？1年还是2年呢？不过等到那时，我们的军队早已降临，在你们的战力集结之前，这个世界恐怕早已化为灰烬。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保护这些渺小的人类，你们一定以为自己能轻易将我们击败，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吧。然而这时高会长却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只见他手掌猛然用力，紧紧握住插入自己身体的冰剑，双目瞬间闪耀出凌厉光芒。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与你对战吗？有些变数恐怕已经超出了你们的预料。话音刚落，他的身体爆发出耀眼的金光，强烈的一道能量直击酷寒君王。然而这一击却被酷寒君王轻易闪避，那股能力狠狠地砸在了玻璃上。酷寒君王见状冷笑道，真是好险，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吗？然而高会长却自信地表示道，没错。话音刚落，封锁空间的结界骤然出现裂痕，随即崩裂粉碎。酷寒君王语气不解地表示，
你拼尽全力就只是为了这个吗？这又无法改变什么。然而这时高会长却突然开口，表示趁现在。下一秒，他的影子中突然窜出一只蚂蚁士兵，毫不犹豫地朝住结界外冲去。酷寒君王见状不以为意，不过是一个混沌的居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兵。然而就当他看见蚂蚁士兵逐渐消散的暗影残像时，瞳孔猛地一缩，脸上瞬间浮现出惊恐神色。不对，那是影子士兵，这股力量是属于暗影君王。酷寒君王立刻爆发全力，猛地冲向结界外，试图追杀那只蚂蚁士兵。他瞬间就来到蚂蚁士兵的身边，并且手中迅速拧举出一道冰刃，一刀猛斩而下，冰刃瞬间就划破空气。然而就当激起的烟雾散去后，只见他的冰刃被一只手牢牢抓住，而那个男人终于现身了。程振宇双眼中的杀意沸腾，死死地抓住酷寒君王的脖子，语气森冷地问道：“你究竟是谁？”酷寒君王被程振宇掐得喘不过气来，连忙开口表示道：“暗影君王，你的影子里藏着那么多士兵，你明明已经聚集了那么强大的兵力，为什么不来找我们？难道你就是高会长所说的变数吗？”程振宇看住眼前的酷寒君王，这让他想起了曾经提取失败的百鬼，顿时就更加不爽他了。自己好不容易才忘记百鬼，就当程振宇还在愣神的时候，酷寒君王口中突然凝聚起强大的魔力，猛地喷向程振宇的手臂。顷刻间，程振宇抓住酷寒君王的手臂就被寒冰所覆盖。酷寒君王见状，当即加大火力，无数的冰刺爆发而出，狠狠将程振宇击飞数米，并且右手还被完全冻结了。程振宇死死盯着酷寒君王，看来这家伙也是魔法系。随后就召唤出恶魔王短剑，瞬间就将束缚他的寒冰震碎。就当程振宇正准备反击之时，酷寒君王开口表示道：“我们的战斗到此为止吧，今天你恐怕没时间和我决一死战了。”程振宇原本还没反应过来，酷寒君王再次开口表示：“你不是来救那个人类的吗？”程振宇往他指的方向看去，他的瞳孔猛然收缩，只见高会长的胸口被刺穿出一个巨大的伤口，此时正奄奄一息地跪在地上，显然已经无力再战。而酷寒君王则满脸冷笑，手中凝结出一柄寒冰长枪，直指楼上的高会长：“你选吧，是要和我一战，还是去救他？”话音刚落，他手中的长枪便狠狠地朝着高会长击射而出。程振宇见状，立刻伸手对准寒冰长枪，发动支配者全能，试图阻止。然而系统却提示到，对方的魔力抵御了支配者全能。酷寒君王见状，也露出得意的笑容。程振宇心中虽然万般不甘，却只能暂时放过酷寒君王。程振宇猛然发力，直冲高会长的位置，同时掷出手中的短剑，试图阻止寒冰长枪的攻势。然而只见长枪在空中灵活闪避，避开了短剑的拦截，径直朝着高会长射去。前军一发之际，程振宇的身影终于抵达，他毫不犹豫地挥起恶魔王短剑，迎向急速飞来的寒冰长枪，双手猛然发力，将长枪击飞出去。可就在他抵挡攻击的瞬间，酷寒君王已经悄然召唤出传送门，准备逃离战场。程振宇见状，当即就召唤出所有的短剑，施展技能短剑风暴，朝着酷寒君王射去。其中一支短剑也成功贯穿了酷寒君王的后背，但酷寒君王如今已经半个身体进入传送口了。他临走前对住程振宇表示：“不过是个容器，竟然能够伤到身为君王的我。我是酷寒君王，你记住了。待你的影子再次开启之时，我会亲自回来给你讨回一切。今天我就先走一步了，那个将死之人就当作是我送给暗影军团的礼物。”程振宇闻言，气得几乎要咬碎牙关，转头看向高会长的方向。看来因为结界的关系，自己才一直未能察觉到。程振宇立即蹲下查看高会长的伤势，然而治疗药水已经无效，于是他立即召唤贝尔。话音刚落，一道紫色的黑影浮现在虚空之中，随后贝尔如闪电般出现在程振宇身前，恭敬的跪地请命：“君王，是您在召唤我吗？”程振宇立即让贝尔救活高会长。贝尔领命后，立即对住高会长的伤口施展治疗术。可即便如此，高会长的生命依旧在快速流逝。贝尔无奈地向程振宇汇报：“君王，我的治疗术对他不起作用。”程振宇听后当即拿出生命神水，然而此刻的高会长却用尽最后的力气按住了程振宇的手。他向程振宇表示不用救他了，他很感谢程振宇能来，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攻击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已无人能够挽回。高会长缓缓地开口，继续说道：“他终于触碰到了那些伟大之人的意志，他们的计划，我们共同面对的敌人，以及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使命。”程振宇无法理解高会长的意思，他急切地按住高会长的伤口。高会长则以微弱的声音再次开口：“没想到你竟然拥有这样的力量，真是感谢上天。”随后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支配者之所以创建传送口与地下城，是为了保护人类，并非程振宇之前从太祖君王听来的版本。高会长流住泪看向程振宇：“总有一天你也会面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到了那时，请你一定要站在人类这边。虽然我很想和你这样的年轻人并肩作战，但以我这副身体，从一开始就是妄想。不过我并不后悔，
也没能将未来交给你这样的年轻人。我的身体早就千疮百孔，但这颗心脏却依旧未曾停歇，大概就是为了能够遇见你吧。自己能遇见程振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说完，他的目光逐渐变得涣散，最终含泪闭上双眼。随着高会长那双苍老的手缓缓地从程振宇的手中滑落，这一刻，一生都在为人类奔波的伟大会长彻底离开了我们。天空似乎也感受到他的离去，突然间暴雨如注，犹如为这位伟大的灵魂留下的悲伤泪水。很快，新闻快讯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仅是高会长殒命的消息，还有2个国家的顶尖猎人被杀害的噩耗。普通人有猎人的保护，但猎人们由谁来保护他们呢？程振宇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了高会长的葬礼。他看向一旁的吴科长，轻声关心道：“吴科长。”然而那个平常优雅绅士的吴科长，如今竟变成了一副落魄不堪的模样。吴科长询问起程振宇：“那个杀害会长的魔兽，连你也无法战胜吗？”程振宇无奈地表示，自己赶到时已经为时已晚。吴科长仰望着灰暗的天空，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他实在难以接受高会长的离开，他很感谢程振宇被高会长走完了最后的时刻。然而程振宇看住高会长的墓碑，内心的怒火再也无法压抑。他发誓一定要亲手杀了酷寒君王。随后他请吴科长帮他召集记者，隔日记者会现场就挤满了人群。程振宇站在台上，公开说明近期发生的事件。拥有极高智慧的魔兽组织已经将目标锁定在顶尖猎人身上，这些魔兽在攻击猎人前会利用魔法分隔空间，使目标无法获得援助。因此，若担心自己成为目标，请务必与可靠的同伴待在同一个空间。若无法寻得能够保护自己的人，请立刻通过韩国猎人协会联系他，程振宇会负责保护他们。随着高会长与全球的顶尖猎人被杀害，属于君王们的狩猎游戏正式开始。然而，就当酷寒君王蒙振宇交手后，他意识到必须优先解决程振宇。于是，此时一个幽暗的洞穴里，5道身影伫立在石柱之上，周身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他们的身份正是君王。这时，酷寒君王率先开口，神色凝重地说道：“大事不妙！暗影君王已经先一步降临地面。”幻界君王闻言皱起眉头，这不可能不是说没有容器能够承受他的力量吗？正因如此，龙帝才无法停留在地面。酷寒君王语气坚定地回应：“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与光辉碎片相比，他才是更大的威胁。”接着他扫视众人，沉声询问道：“我准备亲自动手除掉暗影君王，有谁愿意与我联手？”这时钢体君王闻言发出冷笑一声，他就是之前袭击了克里斯的金发男生。他嗤之以鼻地回应：“与暗影君王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要知道暗影君王的战力在9大君王之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还是等毁灭君王龙帝降临再议吧。”酷寒君王听后咬牙握紧肩头的伤口，怒声道：“尽管我们如今的身份是逃亡者，但毕竟也是君王。况且你们要等龙烈到何时？现在的暗影君王只是个人类，这是我们铲除他的最佳时机。只要你们助我一臂之力，我定能将他送入虚空。”然而钢体君王仍然不屑一顾，冷淡的回应自己不会参与这种送死的行动。幻界君王亦是如此，摇头道：“我可不想步白炎君王的后尘，被暗影君王活活打死。”这时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野兽君王突然开口：“真是一群胆小鬼！”临走前，幻界君王再次提醒众人，白炎君王的下场你们应该都记得，小心受限于暗影君王的权力，永远被困在永恒的安息里。野兽君王听后表示，如今我们已是灵体，暗影君王应该无法将我们化为士兵。钢体君王听后却没改变心意，表示暗影君王与设计者联手了，说不定还能复制出另一个，还是小心为上，免得成了他们的玩物。话音刚落，幻界与金刚君王便召唤出传送门离开了。这时野兽君王转头看向酷寒君王，语气带住怀疑地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只是个人类？”酷寒君王闻言掏出先前刺入他身后的短剑，他在这把短剑上涂了毒药，奥斯本绝不会做这种事。文艺君王听后却突然轻笑出声，语带讥讽地说道：“若暗影君王真的掌控了人类的躯体，根本不会用这种小伎俩。”于是他们3人便达成共识，准备围猎暗影君王。此刻的程振宇正站在城市的最高楼上，他派遣影子士兵四处搜寻酷寒君王的踪迹，然而至今仍未感知到他的魔力，并且在之前的战斗时，他发现那家伙没有影子，应该也是灵体化了，这让搜索变得更为困难了。与此同时，猎人协会那边，随着高会长离世后，他们也必须尽快选出新会长。于是经过了各理事的讨论后，吴科长将正式接任猎人协会会长之位。另一边的清道夫工会的地下室内，安德烈带着助理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助理神色犹豫地问道：“您真的要将这件东西交给成猎人吗？这可是全世界仅存的2件宝物之一，日后恐怕再难寻的。”安德烈听后从容地推开最深处的保密室大门，随后轻笑表示道：“无论何时看见它，总能让人感到很酷，但我的性命以及工会成员的安危远比这东西更重要。”
所以正如你所说的，正是因为它是这世界上无比珍贵的宝物，我才要将它交给程振宇。若让这等顶级武器长埋于此，难道不可惜吗？第二天一早，程振宇的工会楼下被记者团团包围，原来是美国最强猎人安德烈亲自登门拜访，同行的还有德国的最强猎人莱纳特，这两人皆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可程振宇却硬生生地将他们晾在办公室足足2个小时。负责接待的刘振浩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程振宇终于抵达了办公室，刘振浩见状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大哥，你可算来了。程振宇见状只能一脸尴尬，难怪公司楼下全是记者，原来是安德烈来了。安德烈见状却丝毫不以为意，大步迎上前友好地打了个招呼，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不是说好等我手伤痊愈后一起吃饭吗？而且今天我还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梦幻般的礼物。程振宇好奇地询问起是什么，安德烈听闻却笑道表示，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这个东西有点危险，不适合在这里展示。然而这时一旁前来寻求庇护的莱纳特也凑上前，刚打算向程振宇介绍起自己，安德烈却一把将他挡住，并且表示你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接下来我要与程猎人谈的可是一级机密事项，你不能听。随后安德烈将程振宇带到了自己准备的高档餐厅，他朝随从打了个响指，随即一名随从便捧着一个箱子走上前，将其放到餐桌上。安德烈亲自打开箱子，向程振宇展示了其中的宝物。安德烈随即表示，这份礼物是为了报答你救了我和工会成员的恩情。程振宇看清箱内之物后，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这对短剑散发出的无尽杀气，居然跟巨龙卡米什的气息一模一样。但卡米什的尸体不是由猎人协会保管吗？安德烈听后随即表示，当年讨伐卡米什时，卡米什那颗最为巨大且锋利的牙齿刺入了他的身体，战斗结束后他便将它当作纪念品留下，但由于材质有限，因此只打造了一对短剑，没想到它还有这样的用途。现在这把短剑就是程振宇的了。程振宇提起短剑，忍不住发出赞叹，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并且这把短剑居然能提升1500的攻击力。他原本以为恶魔王短剑的220攻击力已经足够惊人，但如今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程振宇仅仅是随手一挥，就立即让人有一种即将撕裂虚空的压迫感。安德烈见状立刻阻止程振宇，就算我开启变身状态也无法承受这股力量，你该不会想用我送你的短剑杀了我吧？程振宇在试完短剑之后也是不禁感叹，果然不同于一般的短剑，随手一挥，身体的魔力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应。此刻安德烈的随从都被吓呆了。安德烈得意地询问助理，这下你还会认为我的选择有错吗？助理当即摇了摇头，毕竟除了程振宇，恐怕没人能驾驭这把短剑了。可就在这时，一股庞大的魔力波动猛然袭来，程振宇与安德烈瞬间朝窗外望去，只见街道上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行人纷纷掏出手机，惊恐地对住天空拍摄。程振宇与安德烈也凝视着天空，这场景让安德烈都不禁感到震撼。只见眼前的传送口的规模，竟比当年卡米什出现时还要巨大10倍。程振宇看住眼前巨大的传送口，难道这就是贝尔泽博士说的那股聚集在首都上空的魔力吗？随后程振宇就骑乘着飞龙凯瑟来到传送口前探查情况，然而这传送口居然是封闭式的，就连猎人都无法进入。如此看来，这传送口内的东西恐怕将是至今为止都未曾见过的存在。这时程振宇的手机突然响起，是吴会长打来的，他告知程振宇他们已经透过卫星进行了全球扫描，在这个超大型传送口形成之后的3小时内，全世界竟然都没有新生的传送口。程振宇听后表情瞬间凝重，这绝对不是巧合，看来即将有大事要发生了。于是在传送口开启前，程振宇打算尽可能提升力量，于是他前往猎人协会的体育馆，把贝尔叫出来陪练，希望能迅速调整状态，进入战斗模式。然而程振宇很快就察觉，贝尔这家伙根本没拿出真正的实力，他不耐烦地抓住贝尔的手臂，冷声命令他全力以赴。可贝尔却被他散发出的强大气势吓得瑟瑟发抖，直接跪倒在地，声音颤抖地说道：“君王，我怎么敢伤害你呢？”程振宇听后微微一笑，手腕一扭，表示到自己只是想活动一下筋骨，现在也只有贝尔你能办到了。贝尔闻言立刻感动得连连磕头道：“皇恩浩荡。”程振宇一脸无语地看住他：“你的词汇量是越来越大了，不会是偷偷吃人了吧？”说完，程振宇就跟贝尔再次进入战斗状态。随着程振宇最近经常攻略地下城，贝尔的等级也提升至统领级了。贝尔迅速地向住程振宇发起进攻，然而程振宇还是可以轻松闪避。程振宇一记重拳直轰贝尔的腹部，并淡淡开口表示道：“统领级相当于军队的团长，而军队只能有一个团长。伊格丽特和吴燕只要达到将军级，晋升统领级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不想位置被夺走，就给我认真点。”贝尔听闻，瞬间释放全力，几乎是攀上性命，速度快到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然而程振宇却还是无奈地表示，虽然贝尔在他的士兵中已经是最强的了，但与君王们相比依旧不堪一击。随着程振宇对住贝尔的腰部来了一个狠狠的一记重击，
贝尔整个人如同陨石般倒飞而出，狠狠撞进墙里。战斗结束后，贝尔再次跪伏在地，恭敬地说道：“君王强大无匹的力量，令软弱无能的我大为震撼。”程振宇听后满脸无语，看来最近不能再让你看古装剧了。贝尔瞬间露出委屈的神情，眼泪汪汪的祈求原谅。程振宇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测试到此结束，我们也该收拾现场了。”很快他就接到了吴会长的问责电话。程振宇赶忙安抚道：“会长，您别激动，冷静点，听我说。我手上有300多只做工得力的蚂蚁士兵，保证2天内让这里恢复原状。”与此同时，韩国的某间饭店内，安德烈凝视着天空中庞大的传送口。助理询问他为何留在韩国，安德烈轻笑表示道：“这世上已经很久没有能让他热血沸腾的事物了，他决定要留下来。他想亲眼见证这场灾难的结局会是人类历史的终演，还是全新的起点呢？”另一边的程振宇依旧在城市最高处，他眺望着这座濒临灭亡的都市。猎人协会此刻也正在组织民众撤离，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感受不到那些君王的气息。他的内心开始担忧起来，自己真的能毫无伤亡地解决这场战争吗？他如今想守护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他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注视着自己手机里的联系人名单，心中突然浮现一个念头：如果这是最后的时刻，那该打给谁呢？另一边正在练习剑术的车海印，手机突然收到了电话通知。就当他接起电话后，脸上瞬间浮现娇羞的神色，随即对师傅说道：“自己临时有事，需要先离开一下。”宋师傅自然也是看破不说破，随即让他赶紧过去吧。镜头一转，游乐园内的行人都在议论，那不是程振宇猎人吗？并且他隔壁的居然是女神车海印。车海印被众人的目光注视着，羞得低着头，不敢抬起。两人站在一起的画面就如同夫妻。车海印小声开口道：“原来你喜欢这种地方啊。”程振宇微微一笑，也不能算喜欢，只是一直想来一次。车海印听后好奇地问道：“你想来的地方为什么会带上我？”程振宇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语气平静却带着温暖：“因为我只有你一个朋友。”然而车海印却露出疑惑的表情。程振宇轻轻叹了口气：“难道不是吗？你不是在那个奇怪的雕像前，你说我们是朋友的呀？”车海印听后瞬间脸红起来，没想到程振宇竟然听到了那句话。与此同时，他们的出现自然也吸引了无数的关注。于是程振宇为了不让别人打扰到他们的2人世界，派出了影子士兵在现场维持秩序。程振宇询问起车海印想不想玩过山车，车海印自然是满口的答应。于是他们就把全部的设施都玩了一遍。然而那些对于普通人十分刺激的项目，对于他们2个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猎人来说，实在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娱乐设施的速度实在太慢了，就连进去鬼屋都如同在逛街一般。于是程振宇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要带车海印去个好玩的地方。于是下一秒，他们2人就出现在空中。程振宇召唤出飞龙凯瑟，带着车海印一同在万米高空享受眼前的美景。车海印也不由得沉醉其中。他询问程振宇，明明已经有这样的体验了，为什么还会想去游乐园？程振宇听后表示道：“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在那里失踪的，所以他一直很想再去多一次。”就这样，他们2人从白天聊到了黑夜。他们坐在草地上，看住点缀夜空的繁星。车海印也不自觉地就靠在程振宇肩膀上，2人就这样度过了美满的一天。时间来到了程振宇与车海印约会的第2天，2人依旧还在甜蜜的约会中。程振宇当即表示要带车海印去吃早餐，用最快的速度过去的话只要5分钟。随后就召唤出飞龙凯瑟，一起坐上了飞龙去吃早餐。殊不知韩国这边已经乱成一团了。原来就在不久前，城市里一名 B 级猎人看住眼前的传送口，心想到再过几天传送口就要开启了，自己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然而这时一名大汉却突然撞上了他的肩膀，就当他转头质问起大汉时，然而大汉却不回应他，这让他更加不爽了。就当他打算继续问候大汉时，大汉却突然张开血盆大口，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口吞掉了男人的脑袋，随后若无其事地吐出一口鲜血。人类可真是难吃啊！大汉也不再伪装自己人类的身份，当即释放出全身的魔力，强大的魔力顿时就把围观的群众震飞出去。大汉朝住天空发出一声嘶吼，正式向人类宣战：卑微的人类，给我听好了，你们的死期到了，我的獠牙和利爪会把你们通通撕碎，我就是野兽之主獠牙君王，你们有什么招数就放马过来吧。另一边联系不上程振宇的吴会长都快急疯了，原本一个传送口就已经够麻烦了，现在又跑出来一个獠牙君王。就当吴会长打算亲自上阵时，这时手下立即向他汇报，有猎人站出来对抗獠牙君王了。那个人正是德国的最强猎人莱纳特。莱纳特看住眼前的獠牙君王，他心里不由怀疑起，自己真的能打败这种对手吗？但也许是命运的作弄，让他来到韩国杀死这个怪兽吧。然而这时一只大手却将他推到了身后，让他不要碍事，赶紧去后面待着。
来者正是美国最强猎人安德烈。与此同时，程振宇从深山出来后，手机也终于恢复了信号。他当即就收到吴会长的求救电话，表示有一只无比强大的魔兽入侵了城市，已经把市区搞得天翻地覆了。程振宇听闻也难以置信，距离地下城失控应该还有好几天才对。他当即询问起吴会长魔兽的数量如何，在听到对方只有1个人时，但前往对抗的工会却瞬间全军覆没，并且安德烈现在正在和他对峙。程振宇顿时心中一惊，他明明有派出了影子士兵跟住安德烈，并且下令让他们察觉到一点动静就给自己发出信号。然而如今安德烈独自跟魔兽打起来，他却完全没有收到任何信号。然而这时程振宇却突然发现自己与首都影子士兵之间的信号遭到了干扰，他立即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君王，他连忙询问起吴会长，那只入侵城市的魔兽有没有影子，必须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在看不到的阴影中很可能藏着更为巨大的怪物。此时的安德烈也察觉出眼前的大汉绝对并非一般魔兽，普通的猎人们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他立即让莱纳特带着市民转移到安全地带，自己则独自迎战獠牙君王。安德烈摘下了自己的墨镜，狠狠地盯住了眼前的獠牙君王。自古以来发疯的畜生都是要被诛杀的。獠牙君王听后大笑了起来，随后当即率先出击，他挥舞利爪向着安德烈的胸膛撕扯而去。不过安德烈那如同钢铁般的胸膛，獠牙君王的利爪根本无法伤害到他。安德烈抓住机会，趁势猛挥出一拳，狠狠轰在獠牙君王的头部，并且顺势抓住獠牙君王，毫不留情地将他砸向地面。随后紧接着一记重拳，将獠牙君王轰飞100米之远，直到撞上身后高楼才停下。然而獠牙君王却毫发无伤，并且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向着安德烈的方向直扑而来，爆发的威力让整座高楼瞬间坍塌。獠牙君王一头狠狠地撞在了安德烈的腹部，不过他只是退了2步，便强行稳住身形，硬生生挡下了这惊人的冲击，并且顺势双翼紧扣住獠牙君王的腰腹，将他的头部朝地面狠狠砸下去。然而这种伤害对于獠牙君王根本没有作用，獠牙君王顺势踢出一脚，精准地踹在安德烈的脸上，强烈的冲击让他如同陨石般倒飞而出。站稳后的安德烈也立即进入强化状态。与此同时，白允浩也带领成员赶来主战场支援。然而就当他们刚踏入战场，一股恐怖的魔力便压得众人喘不过气。只见战场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待爆炸的烟雾散去后，成员们才看清与獠牙君王对战的人居然是安德烈，纷纷发出喝彩声。安德烈见状，立即让这群蠢货离开这里。白允浩身为 S 级猎人，自然也能感知到獠牙君王的强大，就连他都要变身才能勉强撑得住。然而獠牙君王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与他擦肩而过。仅仅是对方释放的一道目光，就让白允浩浑身一颤，变身状态也瞬间解除。他只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生物，而是一头来自远古的恐怖巨兽，而他自己不过是随时可能被吞噬的小猫。动物的本能告诉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变成他的猎物，甚至连与之对视的勇气都没有。獠牙君王举起利爪，体内魔力开始汹涌翻腾，他也正式进入认真模式。獠牙君王朝天一指，顷刻间无数的汽车与大楼的残骸都被一股暗红色的念力牵引，纷纷漂浮在半空。随着他大手一挥，这些钢铁残骸犹如暴雨般砸向安德烈，然安德烈只是随手一挥，便将那些宛如炮弹的铁块击飞。然而獠牙君王依旧还在不断用念力操控汽车砸向安德烈。随着大量的汽车不断的袭来，安德烈瞬间被埋没在钢铁废墟之下。然而一股魔力从废墟中爆发而出，紧接着獠牙君王便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吸力，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被拉扯而去。原来这时安德烈施展了支配者之力，随着他的手掌紧握一拉，獠牙君王就被拉到他面前。安德烈双拳使出全力轰击，狠狠砸在獠牙君王的后背，直接将他深深嵌入地面。紧接着安德烈将支配者之力聚集在拳头上，拳头宛如机关枪般疯狂轰击，重拳不断砸在獠牙君王的脸上。然而此刻他的内心却涌上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明明是自己占据优势，为何会感受到毫无胜算？这时獠牙君王的双眼骤然闪烁刺目的红光，安德烈使出全力的拳头，竟突然被獠牙君王轻松的就抓住。一道低沉而阴冷的声音响起：你打够了吗？该轮到我出手了。獠牙君王缓缓站起，全身毛发渐渐由黑转白，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区区一个光辉碎片的傀儡，竟然也拥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我早已看穿你的伎俩了。随着獠牙君王也进行了变身，他的拳头只是稍微的发力，就把安德烈的支配这铠甲崩裂粉碎，身形甚至比号称巨人的安德烈还要高出2倍，强悍的威压如滔天巨浪般席卷整个战场。
他低头俯瞰着安德烈，质问他是否感受到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了。随后巨大的爪刃如同闪电般袭来，狠狠撕裂安德烈的身躯。一旁观战的猎人们见状，无不倒吸一口凉气，额头冷汗直流。然而这时獠牙君王却突然停下了攻击，他的目光变得无比锐利，他缓缓伸出手往安德烈身后的影子抓去，这里竟然还躲着一只臭老鼠。下一秒，一个影子士兵就被他抓了出来，真是碍事躲在影子里面做什么？随即手掌猛然用力，就将影子士兵消灭了。接着獠牙君王就再次抓起了安德烈的脑袋，一脸嘲讽地看住他：“你好像对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让我们来比划比划。”然而话音刚落的瞬间，安德烈的支配者铠甲就被獠牙君王捏爆了，但里面的安德烈却跑到了他身后。安德烈当即死死地勒住獠牙君王的脖子：“你刚才在那么吵什么？”说完就胳膊猛地一发力，送给獠牙君王一个扭头杀。然而即便如此，獠牙君王都依旧安然无事。随后转头一脸坏笑地盯住安德烈，同时伸出巨手抓住了身后的安德烈，狠狠地就甩在地上。随后他就张开血盆大口，表示他现在有一点饿了，他想要活生生地将安德烈吃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绿色的能量光束突然射在了獠牙君王的脑袋上，遭到偷袭的獠牙君王瞬间就被击飞了出去。出手之人正是德国最强猎人莱纳特，自己好歹也是猎人点数排行第12的顶尖猎人，怎么能放任魔兽杀掉自己的同类？哪怕光是与獠牙君王对视一眼，他就已经感到浑身颤抖。但身为猎人的他绝不会那么轻易逃走。安德烈见状，连忙让他赶紧逃离这里，不然他真的会死在这里。然而莱纳特却不以为意，身体不断凝聚绿色法阵，准备迎战。比起卑微的活着，他更想体面的死去，就算是人生的最后一天也不会后悔。此时的獠牙君王也是愤怒地回到战场，并且做好了反击的架势。在这生死关头面前，莱纳特还是露出了一脸的恐惧，但他依旧挡在了安德烈的面前。眼看他就要被獠牙君王吃掉，突然一个巨大的飞龙影子冲了过来，一口咬住了獠牙君王。然而影子士兵岂能挡得住獠牙君王？只见他稍微一用力，就将飞龙的身体撕碎。然而就当飞龙身体逐渐消散之时，原本飞龙影子的位置就出现一道人影，是程振宇赶来救场了。他猛地一脚踹在了獠牙君王的脑袋上，受此一击的獠牙君王身体不受控制的就向住地面坠去，甚至在地面砸出一个巨大深坑。程振宇也赶紧走到莱纳特身旁，让莱纳特赶紧将安德烈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会负责处理这里。这时的獠牙君王也兴奋地变成了巨狼模式，看来酷寒君王说的是真的，人类的身上混着影子士兵的味道。程振宇在感受到这股巨大的魔力压迫感后，心中也不禁感叹起，真是可怕的杀气，并且他发现居然不止他一个。獠牙君王开口询问道：“区区一个人类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的身后也逐渐浮现出酷寒君王的身影，开口表示肯定是设计者找到了什么办法，他已经和暗影君王合作很久了。这时程振宇身后也缓缓地浮现出一道身影，文艺君王开口询问道：“我可以吃掉那个人类的尸体吗？我一直都很想尝尝君王是什么味道。”程振宇这才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引出自己的陷阱。这时系统也立即弹出提示：发现敌人雪人之主酷寒君王，发现敌人野兽之主獠牙君王，发现敌人昆虫之主瘟疫君王。程振宇瞬间就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状态。然而此时3位君王也开始爆发魔力，只见他们的身体散发出一道刺眼的魔力光束，在空中制造出了一个血红色的传送口。他们都各自召唤自己的魔兽大军。程振宇见状也立即召唤出全部影子士兵。话音刚落，程振宇的影子便瞬间覆盖整个战场，纷纷向助几大君王发起攻击。然而酷寒君王见状，当即深吸一口气，随后吐出大范围的冰属性攻击，影子士兵瞬间就被冻结。他讥讽地说道：“数量确实是蛮多的，但在我的囚禁之下，你的影子士兵一步也别想动。”随后接着冷嘲道：“虽然暗影君王的确是君王中最强的，但程振宇似乎还没完全吸收完毕。”程振宇看住被冻结的卡米什短剑，随后一用力就将冰块捏爆。他缓缓举起卡米什短剑，对准酷寒君王：“你今天死定了！”酷寒君王看住嚣张的程振宇，当即就召唤出了他的冰年巨人。文艺君王也使用他的能力，让那些原本被建筑砸死的人类变成死尸，向助程振宇发动攻击。程振宇在面对数量如此多的围攻，也是一时间陷入了苦战。这时一只冰霜巨人的大脚突然向助程振宇踩去，随着他的脚落下的瞬间，强大的威力直接让地面崩塌了。然而程振宇却靠住他的速度优势，迅速向助冰霜巨人的头颅冲去，手中的卡米什短剑一刀就将其劈成2半。随后无数的冰霜巨人也向程振宇袭来，程振宇也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一刀一个冰霜巨人迅速解决。破开冰霜巨人的围攻后，即刻之间就杀到了酷寒君王的身前。酷寒君王看住程振宇那股杀气凛然的眼神，心中也是不禁感到震惊。然而程振宇即将靠近酷寒君王时，獠牙君王突然从侧面偷袭程振宇，
所幸程振宇及时发现，一个侧身就闪过了攻击，两人随后就展开了对轰，两人不断的你追我赶，程振宇在空中不断的挥舞着卡米什短剑，然而獠牙君王却一脸凶狠地盯住程振宇，你该不会以为一个破铁片就能伤到我吧？然而就当他话音刚落的瞬间，他的手臂就被程振宇一刀斩断。程振宇冷冷说道，如果真的只是普通铁片或许如此，然而这时他却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危险气息，他立即向后方后退了一步，果然一双绿色巨手从天而降，朝住他先前所在的位置砸了下来。原来瘟疫君王也加入了战局，只见瘟疫君王的周围浮现着5只带有剧毒的爪子，獠牙君王也乘机恢复了手臂。程振宇看住眼前的战局，只见无数的冰岩巨人和死尸军团将自己包围起来，并且还有3大君王在那边虎视眈眈。然而就在这危机时刻，一道清澈的破冰声传来，只见一只利爪将寒冰震碎。程振宇掉头望去，就看见贝尔一脸焦急地向住程振宇冲来，他愤怒地向住空中的瘟疫君王大喊道，区区一条臭虫子竟敢挑衅我们的君王，好大的胆子！酷寒君王见状感到非常不可置信，区区一个影子士兵竟然解开了他的束缚，一个人类怎么会有军团长级别的手下？獠牙君王听后表示道，暗影君王手下军团长级别的士兵，个个都是毁灭者的化身。另一边被贝尔骂了一顿的瘟疫君王，心中的怒火已经燃起，他身为昆虫之王，蚂蚁一族就是他的直属魔兽，他要给这个忘本的家伙一点教训。他立即控制一只绿色的巨手朝住贝尔抓去，不过贝尔仅是用力一扯，就将绿色巨手撕碎，并且再次开口骂道，他是个疯婆子。瘟疫君王听后被气得青筋暴起，然而贝尔此刻已经冲到程振宇身边，直接跪倒在程振宇面前，泪流满面地拍起了马屁。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都没有被压制，不愧是我们的君王，小的我只有无尽的感叹。这一举动直接把程振宇人都整傻了。这时死尸军团也再次发起了进攻，程振宇与贝尔迅速进入战斗模式，两人默契的配合瞬间斩杀了死尸。不过这时瘟疫君王的绿色巨手突然浮现在程振宇以及贝尔的身后，死死抓住了贝尔，并且将程振宇往一旁的高楼扔过去。程振宇狠狠撞上厚重的墙壁，然而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只见无数的冰锥出现在天空中，朝住他的方向乱射而去。程振宇见状立即挥舞卡米什短剑，抵挡着冰锥的凶猛攻势，同时也在寻找机会反击。酷寒君王看住只能被动防御的程振宇，忍不住狂笑出声，面对我们的围攻，你今天必死无疑，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可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一柄短剑已经贯穿了他的心脏。程振宇冷冷地盯住酷寒君王，我早就说过了，你今天必死。酷寒君王愤怒地拔出插在胸口的短剑，区区一个人类竟敢对君王出手。程振宇见状心中不由得一惊，刚才明明刺中了心脏，难道那不是他的致命要害？随后他化作一道闪电急冲而去。可就在即将逼近酷寒君王的瞬间，酷寒君王嘴角忽然勾起一抹诡异的笑意，下一刻獠牙君王的身影闪现于程振宇身后，手掌高举，魔力迅速凝聚，一柄狼牙巨剑应声而生，使出全力狠狠地斩下。这沉重的一击结结实实劈在程振宇的后背，程振宇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远处的贝尔见状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拼命想要冲上前救援，然而此刻的瘟疫君王却死死地抱住他，让我抱抱你这只连自己母亲都认不出的家伙。贝尔根本无法挣脱他的控制，此刻的程振宇也已经身负重伤，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獠牙君王则冷笑一声，举起狼牙巨剑朝程振宇走去。贝尔见状立即嘶吼道，一群蠢货，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赶快动手去帮君王！其他的影子战将也听到了贝尔的呼叫。被寒冰封锁的吴彦率先睁开双眼，体内魔力轰然爆发，强行震碎了身上的寒冰。这些敌人交给我来解决。獠牙君王、温寒君王见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看来高阶士兵已经开始行动了。即刻之间，暗影军团的高阶将领们纷纷击碎寒冰。然而酷寒君王却只是淡淡瞥了一眼跪倒在地的程振宇，嘴角浮现一抹讥讽：你已经伤重至此，游戏也该结束了。然而程振宇这时却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开什么玩笑？状态恢复，下一秒一道碧绿色光芒便从他体内爆发，背后那道骇人的伤口竟开始迅速愈合，这正是他每次升级后获得的状态恢复。獠牙君王与酷寒君王惊愕地望住眼前的一幕，目光中闪烁住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程振宇的这一战也被现场直播出去了，全世界都在为程振宇加油打气，而允浩也不禁感叹，这真的是自己认识的程振宇吗？虽然知道他可以无限成长，但没想到居然能到这种地步。解开束缚的影子士兵也与君王们展开了激战。酷寒君王左掌凝聚寒风，抵挡尖牙的火焰，右手释放冰盾，抵挡吴彦的攻击。贝尔也挣脱了瘟疫君王的束缚，瘟疫君王愤怒地追击而上，然而程振宇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手中卡米什短剑猛然挥出，瞬间将瘟疫君王庞大的身躯斩成碎片。瘟疫君王迅速地将被斩碎的身体快速重组，
并且同时释放出一股魔力，在程振宇的四周围绕。紧接着系统提示响起，大气中含有剧毒技能效果。然而程振宇只是淡淡的开口表示，抱歉，我对剧毒免疫。文艺君王见他如此狂妄，彻底陷入癫狂，他愤怒地向住程振宇扑去，是要将程振宇给撕成碎片。然而就当他逼近程振宇之时，身体却蓦然僵滞在半空，是程振宇使用了支配者全能将他束缚在原地。文艺君王心中惊骇，他竟然无法挣脱这股力量，并且程振宇已经愤怒地冲至眼前，乱刀技能再次发动，无数刀光疯狂落下，狠狠斩击在文艺君王的身上，伤口多到他根本来不及重组。随着程振宇潇洒落地，文艺君王的目光渐渐涣散。难道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这就是即便诞生于黑暗的我们也会憧憬的黑暗吗？话音落下，他的身体彻底崩溃，化作无数碎片。系统提示响起，9大君王之一的文艺君王已被消灭，程振宇等级再次提升。酷寒君王目睹这一幕，惊讶地表示道：“这怎么可能？他应该还无法完全掌握暗影君王的力量。难道那位曾经统领混世的强大存在要再次带来恐惧了吗？”獠牙君王却冷哼一声，死死地掐住贝尔的脖子。有什么好怕的？他已经累了。就从他想靠这群杂兵打赢我们，就能证明他还没有成为完整的暗影君王。不完整的君王怎么可能战胜真正的君王？与此同时，程振宇也感觉到不对劲，贝尔的存在感正在迅速减弱，这与之前派往安德烈身边的影子士兵莫名消失无法复活的情况一模一样。他立即尝试解除贝尔的召唤，然而系统却提示到无法召唤指定对象。就当獠牙君王准备彻底抹杀贝尔的瞬间，程振宇手持短剑如闪电般突袭至獠牙君王身后。察觉到危机的獠牙君王立刻松开贝尔，成功闪过了程振宇的攻击。程振宇这才松了一口气，至少贝尔暂时是保住了。然而还未等他喘息片刻，酷寒君王却手持3叉戟朝他迈步走来，缓缓开口表示道：“人类，你对自己来历不明的魔力未免过于自信。虽然你的魔力能操纵这些傀儡，但只要牵动他们的线被斩断，就什么用都没有了。这些士兵只会成为消耗你魔力的累赘。”下一秒，3叉戟便向住程振宇袭来，程振宇当即举剑格挡。然而酷寒君王的3叉戟的威力极大，3叉戟还是刺穿了程振宇的肩膀。酷寒君王随后猛地发力，将程振宇高高挑起，狠狠摔向地面。然而就当烟尘散去后，程振宇的身影却已经消失无踪。酷寒君王瞳孔一缩，刹那间察觉到危机的他本能的向后闪避，险之又险的躲开程振宇斩来的短剑，并顺势以3叉戟的长柄狠狠砸在程振宇的腹部。程振宇闷哼一声，鲜血狂喷，整个人如炮弹般倒飞出去，好不容易才勉强稳住身形。酷寒君王冷冷凝视住他，不管怎么样，灵体化还是会消耗大量的魔力，看来还是必须速战速决吧。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化作一道闪电直扑而来，程振宇迅速迎击，双方展开激烈肉搏。程振宇不断地适应酷寒君王的速度，他开始逐渐捕捉到酷寒君王的动作轨迹，如今只需要将速度再提升一点，自己就能超越他的速度夺得胜利。察觉到异样的酷寒君王眉头微皱，虽然不清楚程振宇在打什么主意，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只见他的双手瞬间凝聚出寒冰镰刀，正准备发动最后的斩击，然而程振宇却消失在了他面前。原来程振宇一个瞬身就已然来到他身后，正准备给酷寒君王致命一击时，酷寒君王非但没有躲避，反而转头露出一抹阴谋得逞的笑容。下一秒，程振宇突然感觉到心头一颤，只见獠牙君王的利爪毅然洞穿了他的心脏，程振宇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一旁观战的众人纷纷露出绝望的表情。獠牙君王得意地笑了起来：“你除了速度快一点，也没什么厉害的吗？”程振宇嘴角溢出鲜血，卡米什短剑也随着掉下。程振宇用尽最后的力气，想要发动状态恢复技能。然而这时，酷寒君王拿起程振宇的短剑，一刀捅进了程振宇的身体。酷寒君王开口嘲讽道：“这下你不能像刚才那样恢复了吧？就算你再强，也只是个不完整的君王而已。这样就结束了吗，人类？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们军队到达这里。到了那时，你们人类将被我们斩杀殆尽，你的国家和家人会永远遭受痛苦的折磨，在死亡中憎恨我吧。”此刻的程振宇纵然心中有无数的不甘，但他的生命也躲到尽头。然而就当程振宇死亡的瞬间，系统传来了提示，检测到玩家拥有黑色心脏，已满足未知被动技能的所有达成条件。启动未知被动技能，随着技能栏里未知技能的亮起，程振宇的意识瞬间被拉入了一个神秘的空间。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竟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熟悉的病房。他下意识地伸手按住胸口，那股剧痛仍然清晰可感。他环顾四周，不禁怀疑：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梦境吗？明明酷寒君王的短剑已经刺穿了他的心脏，可如今他竟然还活着。正当他思索之际，病房却突然被人推开。他猛然回头望去，结果居然是吴会长。程振宇来不及多想，
立刻开口询问君王们的状况，以及自己为何还活着。然而吴会长却露出疑惑的神色，随后开口解释他并不是会长，而是监察科科长，这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了询问双重地下城内发生的事情。最后他还问道，为何他们明明素未谋面，程振宇却能知道他的名字。听到这番话，程振宇当场愣住，难道自己居然穿越回到觉醒系统的那一天吗？然而就当他打开属性面板，却发现自己的等级仍然是146级，所有属性与2次觉醒后完全一致。虽然时间倒流了，但技能和外貌都未曾改变，卡米什短剑也依然还存在物品清单中，唯独自己的影子士兵都不见了。这时病房大门再次被推开，妹妹真雅走了进来。然而当她看到程振宇时，却露出震惊的表情，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房间，怎么一夜之间哥哥的外貌就不一样了。程振宇见状也让妹妹赶紧回去上课，自己则出发去了猎人协会。程振宇立即进行了2次觉醒测试，保留了力量的他自然再次被评级为 S 级。程振宇当即询问工作人员，自己是否可以去找高会长。工作人员听后立即表示要带他前往，然而程振宇却表示没必要，他自己知道怎么去。然而就当在电梯里，他却遇到了自己曾经杀死的姜太直。程振宇决定给他一些警告，他要如何对待犯人他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伤害到无辜的猎人，那么他就死定了。姜太直见状才发现自己的武器竟然不知何时就被程振宇夺走了。程振宇在警告好后也离开了电梯，随后他就见到了自己一直挂念的高会长，他当即向高会长提出请求，希望修改原有规定，将猎人的召唤兽也记入攻击队员之内，只要对方答应，他便能歼灭济州岛上的所有蚂蚁。听到这番话，高会长当场战怒，直斥他信口开河，并质问他是否知道济州岛的行动失败过多少次。可话音没落，高会长的瞳孔便猛然收缩。程振宇此刻释放出了全身的魔力，仿佛死神降临般坐在他的面前。高会长见状完全愣住了，他的力量竟然远远凌驾于国家权力级猎人。然而这时程振宇的眼前突然出现了系统的弹窗，是否选择重新开始这个世界？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一幕幕的在他的脑海中迅速闪过。独自攻略尖牙副本，成功唤醒沉睡多年的母亲，济州岛首府蚁王贝尔。看住这些曾经自己一步步走来的回忆，程振宇轻轻地笑了一下，随后他就转身看向身后，语气笃定地开口道：够了，我已经看穿这一切都是幻觉了，你打算在上面待到什么时候？话音落下，周围的景象瞬间化为黑暗，无数系统提示接连闪过，随着一道模糊的人影逐渐清晰，那个人正是前代暗影君王阿斯本。阿斯本缓缓地开口表示，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永远生活在这个世界。程振宇听闻，语气低沉地问道，你是想把我永远困在这个幻境之中吗？不料阿斯本却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地开口解释，这一切并非我的幻术，而是源于你的内心，你渴望挽回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而我只是借助力量帮了你一把，这里是我的领域，永恒的安息。话语间，阿斯本的身形也不断变换，不断变逢程振宇熟悉的人物。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地继续述说，一直以来我都在这里注视着你的成长，你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死亡，也比任何人都更抗拒死亡，而我则是你反抗的过往，是你抵抗的印记，是你痛苦的补偿。我即使死亡也是安息，同时也是恐惧。说白了，我就是你。虽然这力量只能在我的领域内使用，但却是能够创造或毁灭，甚至是改变世界的全能之力。而我一直在等待与你相遇的这一刻。我就是暗影君王，是能够使用死亡之力的亡灵之王，拥有支配深邃黑暗的权利。程振宇听后冷冷地开口询问，为什么你会选择我？阿斯本听后将紫色的魔力汇聚在手心，缓缓开口表示道，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的开始和结束，以及你的开始。此时的外界，程振宇的身体已经被酷寒君王冻成了冰雕。尖牙君王在看到程振宇没有呼吸后，也是露出了一脸的兴奋。战场外的猎人们也陷入了绝望，他们都很清楚，除了程振宇就没人能够和这些魔兽对抗了。就当他们打算殊死一搏之时，冰封中的程振宇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一股黑暗之力不停地爆发出来，黑色心脏也在激动地跳跃住。酷寒君王和獠牙君王见状，脸瞬间就被吓黑了。难道假的君王死了？于是真正的暗影君王要降临了吗？他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们立即朝着程振宇发起进攻。然而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只大脚直接精准地踹在了尖牙君王的脑袋上，尖牙君王不受控制的就撞上酷寒君王，强大的冲击也是瞬间将他们踢飞了出去。发动偷袭的神秘人则潇洒落地，来者正是程振宇的父亲程奕焕，他双手拿着短刀，霸气发言道，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动那孩子。另一边，程振宇也进入了暗影君王的回忆。在世界初开之时，绝对者他利用光辉碎片塑造了神之使者，又用黑暗碎片创造了8位君王，并赋予他们毁灭世界的使命。因此8大君王与维护世界的神之使者展开了无休止的厮杀。然而在经历了数万年的战争后，最耀眼的光辉碎片终于对战争感到厌倦，他向绝对者发出来疑问，您为什么不帮助那些为您而战的手下？难道您没听到
那些为您战死的士兵们的哀嚎声吗？请您赐予我们消灭敌人的力量，让战争彻底画下句点吧。然而，绝对者只是以冰冷的目光凝视着他，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光辉碎片也终于明白了，这场争斗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绝对者根本不希望战争结束，而那所谓的3大法则，所谓的敬拜神，便是所有人都必须崇敬绝对者。赞美神代表了所有生命都要在战场上发出嘶喊声，证明你的信仰，则是所有人都要用血与生命来证明对绝对者的忠诚。一直以来，他们都遵循着这些规则，但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幸存者。无论他们如何循着3大法则，最终仍然无法逃离死亡的命运。于是，神之使者们终于生出了叛逆之心。他们深知，只要绝对者存在一天，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便永远不会落幕。因此，他们发动了叛乱。阿斯本站到了程振宇的身旁，伸出手指指向眼前的画面，语气平静地说道：“那就是曾经的我。当其他神之使者掀起叛乱时，我是唯一选择与他们对抗的使者。然而，我的士兵数量实在太少，在他们的围攻下，我很快便战败。当时我以为自己将死于战场。然而，当我在黑暗中再次睁开双眼时，我才察觉到绝对者在我身上埋藏了一股力量。我凝视住自己那已经死亡的身躯，然后第一次对自己发出了指令：站起来。瞬间，暗影之力吞噬了我的躯体，我也因此获得新的生命。我率领着新的军团再次奔赴战场。然而，当我回到神殿时，却发现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绝对者被光辉碎片钉死在王座之上，而这些光辉碎片则自封为神，变成了新的支配者。之后，他们利用蕴含绝对者力量的器具，开始向君王发动攻击。结果，太祖君王莱吉亚落入了支配者之手，导致了两边力量的均衡被打破。君王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我也抓住这个机会，向君王们伸出了橄榄枝。为了对抗支配者，他们不得不选择与我联手。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光辉碎片，也不再是神之使者，而是作为暗影君王参与了这场漫长的战争。随着战场上的尸体纷纷化作我的士兵，我的军队足以与毁灭君王龙帝所率领的毁灭军团匹敌。这导致了不仅是支配者，就连君王们也开始对我提高了警惕。两位曾经对我怀抱恐惧的君王联手对我发动突袭，我的军队遭受重创。太过强大的力量反而让我遭到了背叛，我亲手杀死了白岩君王。獠牙君王则气下自己的士兵狼狈逃窜。然而就在此时，光辉碎片们集体降临战场，我将白岩君王的尸体收了起来，但光辉碎片将我团团包围后，却纷纷跪倒在地，恳求我原谅他们过去的行为，希望我能够重返最伟大光辉碎片的宝座。我很清楚，只要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能将我送回虚无，但最终他们仍然选择了和解。或许这是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伴，对那个曾率领光辉军团冲锋陷阵的我的最后一丝敬意吧。然而我还是无法原谅他们。我愤怒地抓起了光辉碎片，质问他们为何要背叛我们的君主。然而他们的回复却只是，他们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结束。我继续质问起他们，那你们为何不杀了我？杀了我，你们就是最后的赢家了。然而他却只是平淡地开口道：够了，难道您还不愿意原谅我们吗？最伟大的光辉碎片，请您息怒。那一刻，无数的光辉碎片都在请求我的原谅。当时的我很混乱，我无法做出任何决断。最终我决定暂时隐藏起来，等待复仇的时机。白岩君王的尸体被我的锁链永远束缚了。我原本打算在身体恢复后再拿下獠牙君王，然而就在我隐匿期间，战力受损严重的君王们最终败给了支配者。我看准了时机，再次出现在藏身于次元缝隙的君王们面前时，他们正处于战力衰退、急需补充的阶段。毁灭君王龙帝也接受我的加入，我们避开支配者的视线，开始寻找能够培养战力的世界。最终，我们将目光锁定了地球。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君王们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敌人。程振宇这时提出了疑问：之前恶魔城中的景象，陷入火海的城市，这些都是未来即将发生的事吗？然而阿斯本当即就否认了，他平淡地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看住程振宇满脸疑惑，阿斯本接着补充道：如果君王的存在是为了毁灭世界，那么支配者的使命就是守护世界。他们察觉到君王的动向，虽然及时派遣兵力增援，却已经来不及阻止地球的毁灭，但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为了修正这个错误，他们动用了蕴含绝对者力量的禁物轮回之杯。这件禁物能够让时光倒流10年，支配者倾尽一切想要拯救这个世界。没有魔力存在的地球根本无法承受支配者与君王之间惨烈的战争。无论最终胜败如何，这片大地都注定将化为火海。因此，支配者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既然无法拯救所有人，那就让一部分人存活下来，以延续世界的生命。传送口一人正是因此才被创造出来，这就是支配者们想到的办法。程振宇听后心头一颤，除了猎人可以存活下来，剩下的一般人都会因为战争死去。一旦人们知道了这个真相，那么世界还能正常运作下去吗？他此刻也明白了，看来恶魔城内的景象正是暗影君王留下的记忆碎片，这也代表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历过无数次灭亡，
阿斯本听后没有否认，支配者们不断地修正自身的错误，君王们则一次次完善自己的计划，直到神物的力量耗尽。程振宇听后好奇地询问起来，轮回之杯的使用是否有限制？阿斯本听后语气平淡地回复道，世上没有任何力量是无限的，就如同创造世界的绝对者，最终也死于自己所创造的事物之手。在世界无数次重启的过程中，君王们从支配者的方法中获得灵感，就如同支配者为了强化世界赋予了人类力量，让他们击杀魔兽以散布魔力一样，君王们也借助人类的身体降临地球，在支配者还未察觉之前，让军队提前抵达。他们想借用支配者散布的魔力，将地球转化为一个巨大的陷阱，从而一口吞掉支配者派来支援人类的兵力。然而，拥有强大力量的君王若要降临这个世界，便必须借助能够承载他们力量的容器。但毁灭君王与我的力量过于强大，没有任何人类能够承受。然而这时，一名君王的手下，一名自称设计者的魔道士对我说，能够帮我找到适合的容器，条件是将它变成不死之身。他运用他所设计的规则，不断为我寻找适合的宿主，无论是体能出色的人，还是拥有强大精神力的人等等。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直到某天一个超出设计者规则的人进入我的视线，那个人不仅软弱，还经常在死亡边缘徘徊，却总能奇迹般的幸存下来。阿斯本缓缓将手指向程振宇，那个人就是你。即使设计者一再反对，我仍然选择了你。换句话说，我是你过去的抗争，我是你抵抗的痕迹，也是你痛苦的补偿。设计者利用了人类最擅长、最热衷的方式，让你逐渐地适应我的力量，借助我的力量构筑而成的系统，使你的身体逐步与我匹配。然而如今的我始终无法确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与你共度的这段时光让我感到快乐，也许我并不想失去你，我变成了你，而你也成为我了。所以无论我们之中谁是这具身体的主人都不奇怪。因此我想把选择权交给你，你可以选择留在这片死亡领域，沉浸于自己编织的美梦中，也可以回归现实，继续与敌人战斗。这时程振宇提出了最后的疑问，你既然也不想跟支配者开战，那为何仍要与君王们一同逃往其他世界呢？阿斯本听后缓缓开口，因为那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听到这个答案，程振宇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的答案和你一样，这里也不是我该停留的地方。阿斯本听后也欣慰地笑道，表示他也该回归安息了。成为暗影君王的你将获得不死之身，永远活下去，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死亡让你继承了我的全部力量，至于回去的方法你应该也明白了。程振宇在送别阿斯本后，缓缓地闭上眼睛，低声道，站起来。系统瞬间响起提示音，系统已被删除，玩家的所有力量均被解除制约。解除制约之后，被君王赋予全能的所有军团长等级的影子士兵将恢复原本的能力。军团长伊格丽特的力量已恢复，军团长贝尔的所有能力值大幅上升。前代暗影君王阿斯本回到永恒的虚无之中，确认要删除全部系统吗？确定。此刻的程振宇终于觉醒了暗影君王的全部力量。两大君王见状拼死上前阻拦，所幸程一焕及时的出手，才替程振宇争取到复活时间。酷寒君王愤怒地咆哮道，光辉碎片，你还没有看清现状吗？一场巨大的灾难正通过你想保护的人类身体降临，你想亲手将人类推向毁灭吗？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何支配者要帮助暗影君王复活。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两大君王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纷纷使出全力向助程一焕发起攻击。两人的身影瞬间就来到了程一焕的身前。然而拥有光辉碎片的力量加持的程一焕一眼就看出了两人的攻击套路，无论两大君王从哪个方向进攻，他都能巧妙地跟在酷寒君王的枪后面，獠牙君王的攻击根本无法选中他。酷寒君王见状便打算从后面偷袭，只见他口中开始吸收着周围空气，准备释放寒冰领域封锁程一焕的行动。然而他还在蓄力准备时，程一焕直接一脚往他的下巴踢过去，受此一击的酷寒君王也是急速倒飞了出去。獠牙君王趁机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偷袭，程一焕迅速地将短剑刺穿了獠牙君王的嘴巴，剧烈的疼痛让獠牙君王发出痛苦的哀嚎。然而不等他缓过神来，程一焕就再次瞬移到他的身前，愤怒地对住他的腰部来了一记重拳。这一拳的威力也让獠牙君王连退数步。獠牙君王愤怒地拔出了插在自己身上的短剑，他愤怒地看住程一焕，今天我势必要把你撕得粉碎。然而这时他的视线瞬间定格，瞳孔剧烈抖动，身体突然使不上力，不自觉地趴在了地上。他颤抖着身体掉头望去程振宇的方向，只见程振宇此刻已经缓缓地睁开双眼。獠牙君王见状立即一个后撤步逃走。与此同时，被击飞的酷寒君王也重新回到了战场。他正准备再次向程一焕发起攻击时，楼下的獠牙君王突然让他赶紧停下。酷寒君王不可置信地质问獠牙君王，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才喊停，你是疯了吗？然而獠牙君王并未理会他的斥责，依旧不停地颤抖着身体。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周围的魔力值越来越高了吗？完整的暗影君王就要回来了。
说完，他就立马撕开一道传送门，准备逃跑。酷寒君王见状，对他怒吼一声：“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消灭暗影君王的吗？难道被称为野兽之王的你是要夹着尾巴逃跑吗？”獠牙君王听后不屑地瞥了一眼酷寒君王：“我只针对于人类形态的他，现在真正的暗影君王要来了，我没有义务遵守和你的约定，而且你没有见识过暗影君王真正的力量，所以你是不会了解他的可怕之处。”说完，獠牙君王就进入传送门，离开了战场。酷寒君王满脸震怒，眼神狰狞地望着獠牙君王逃跑的背影。他决定彻底爆发自己全部的力量。只见他将三叉戟插进地下，周围的气温瞬间暴降，以酷寒君王为中心产生了恐怖的极寒风暴，寒冰瞬间就席卷了整座城市，无数的冰箭也凝聚在天空中，持续不断地朝住程逸焕射去。程逸焕只能不断地挥舞短剑，以避免后面的程振宇受到任何伤害。酷寒君王此刻也蓄力准备释放大招，此刻的他愤怒已经到达了极点。只见天空赫然出现一颗巨型陨石，他要让全部人与暗影君王一起被困在酷寒之中。见此情形的程逸焕也是紧张起来，然而就当他分神的瞬间，袭来的冰箭直击将他的胳膊砍断了，他赶紧捂住伤口止血。然而这时天空的巨型陨石已经开始逐渐砸下来了。然而这时一道巨大黑影飞速冲向空中的陨石，那道影子中伸出一只利爪，狠狠地砸向了巨大陨石。下一秒，空中的陨石便被击成碎片。这就是解除封印的贝尔的强大实力。与此同时，一柄雷电之力的巨剑也挡在了程逸焕的身前，正是解除封印的伊格利克。他看住面前的酷寒君王，缓缓地开口表示道：“就你这点能耐，还是别自称君王了。”酷寒君王不可置信地看住眼前的一幕，难道他们都已经恢复了军团长的实力吗？那就代表真正的暗影君王也即将降临了。果然，下一秒，程振宇的身形破冰而出。伊格利特和贝尔见状，纷纷恭敬地跪在程振宇身边。程振宇缓缓地走了出来，看了一眼现场的情况，冷冷开口道：“獠牙君王是逃跑了吗？是谁允许他擅自离开了？”酷寒君王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这幕，他被程振宇散发出的恐怖魔力吓呆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跨越的鸿沟。程振宇此刻展开了他的君王领域，他的魔力范围不断地扩大，从最初的覆盖城市，逐渐到覆盖了整个地球。程振宇缓缓开口表示道：“找到了。”程振宇当即掉头准备去抓捕獠牙君王，然而此刻酷寒君王察觉到了程振宇的破绽，这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因此他立即举起手中的三叉戟。他深知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程振宇再怎么强大，都不应该在敌人面前分神。下一秒，他手中的三叉戟便往程振宇直飞而去。然而程振宇却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而是随意将手举起来，就徒手接下了酷寒君王的全力一击。这把酷寒君王给彻底吓傻了。这就是暗影君王的真正力量吗？程振宇的目光阴冷地盯着酷寒君王，冷冷道：“别着急，你是最后一个。等我把獠牙君王抓回来之前，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说完，程振宇便离开了这里。此时，地球的某处森林里，獠牙君王从传送门走了出来，回想起程振宇当时散发出的可怕魔力，他很庆幸自己选择了逃跑，眼下只好先藏在这里，等待毁灭君王龙帝的降临了。然而下一秒，他就感知到一股熟悉的魔力，果然程振宇此刻已经悄无声息出现在了他身后。獠牙君王当场就被吓呆了，他知道自己既打不赢也跑不掉，动物的本能让他立即做出了决定。只见他跪倒在程振宇面前表示臣服：“暗影君王，我并不想跟您开战，请您饶恕我的罪行。龙帝很快就会率兵抵达这里，到时我和我的野兽军团愿助您一臂之力。”程振宇听后随后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獠牙君王听到肯定回复后，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面色狰狞，他竟然说好，真是个愚蠢的家伙。看来他不是真正的暗影君王，我曾背叛过暗影君王，还企图破坏他降临用的容器。真正的暗影君王怎么可能原谅我？他绝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现在他只要利用人类的情感和愚昧拖延时间，隐忍到龙帝到来时再立马进行反扑，就能把程振宇彻底杀死。然而这时程振宇却突然开口道：“那在你臣服之前，我们先来算算我们之间的旧账吧。”程振宇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利爪刺破心脏留下的5道伤痕。只要你能顶住我5次攻击，我就原谅你。獠牙君王听到这话，直接暴怒，自己堂堂野兽之王，岂是程振宇能够戏耍的？我今天就算是死，也不会让程振宇安然无恙的。面对巨大化后的獠牙君王，程振宇淡然地召唤出了卡米什短剑，紧接着一道黑影从獠牙君王身边闪过。等獠牙君王反应过来时，他的腿就已经被程振宇给砍断了。程振宇目光阴冷地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开口表示还剩下4刀。与此同时，酷寒君王也趁住程振宇回来之前，打算发起最后的反扑。然而目前的战局对他相当不利，贝尔能不断协助猎人进行治疗，并且他也认出了眼前的伊格利特的身份，他就是被称为暗影军团双翼之一的死亡骑士。恢复巅峰战力后的伊格利克实力非常强悍，并且作为暗影士兵可以不断重生，可自己却因为灵体化的关系，
需要消耗大量的魔力。酷寒君王死死地盯住眼前的伊格丽特，别白费力气了，跟我打！你以为你能坚持多久？然而伊格丽特根本没理会他，反而把大剑插在了地上，掀开了自己的披风。下一秒，披风内就变化成了一道紫色传送门，出来的人正是程振宇。程振宇缓慢地从传送口出来，并且将2颗巨牙扔在了酷寒君王面前，霸气地开口表示道：“獠牙君王已经死了。”酷寒君王见状，顿时就满脸惊愕，难道他消失的这几分钟是去杀獠牙君王了吗？程振宇再次开口表示：“你们3个君王的死，就是我给其他君王们的警告。”酷寒君王愤怒地凝聚起冰剑，还来不及发动攻击，卡米什短剑就已经刺进他的左肩。然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卡米什短剑再次刺进他的右肩。愤怒的他刚想从口中迅速凝聚魔力，程振宇就瞬移到他身前，一掌就捂住了他的嘴巴，随后拔出他身上的卡米什短剑，狠狠地朝住他的身体挥出一刀，随后冷嘲道：“獠牙君王是第4刀才倒下，我很好奇你能撑多少刀。”随后酷寒君王也发出痛苦的哀嚎，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程振宇的斩击，酷寒君王彻底死去了。然而就当君王们的战斗终于结束后，程振宇立即询问起刚刚保护自己的人去哪里了。威尔听闻随即回应道：“不知什么时候就离开了。”程振宇看住地上那熟悉的短剑，他缓缓地蹲下身子将其捡了起来。另一边城市的阴暗角落里，程奕焕为了不让儿子看到他死前的狼狈，于是他拖着重伤独自坐在墙角等死。他的身体因为使用支配者的力量，导致现在已经逐渐化成碎片，但对于他而言，这样也足够了。然而这时一柄短剑突然扔到了他的面前，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你以为走掉了我就不知道了吗？又要一声不吭地离开吗？”程振宇缓缓地走到父亲的面前，随后程奕焕也回想起这10年发生的事。曾经的他在一次地下城攻略任务中，没来得及在领主死亡后离开传送口，因此被困在了次元裂缝。就在这时，支配者们趁机找到了他，并赋予他光辉碎片的力量，让他去阻止君王们的阴谋，并且阻止即将诞生的暗影君王。当时的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作为支配者的使者。然而他却无法完成那个使命，因为暗影君王居然是自己的儿子。虽然他知道那具身体里依附住人类最可怕的灾难，但他却什么也做不到，只能在距他一步之遥的地方监视他。可就在这时，支配者内部发生了分歧，最灿烂的光辉碎片向他下达了新的指令，那就是保护暗影君王。为了阻止君王们的计划，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完整力量的暗影君王，才有可能抵抗龙帝的毁灭军团。虽然不清楚暗影君王的立场，但如今只能进行一场豪赌了。但这一切的答案刚刚都已经揭晓了。程奕焕此刻的身体正不断地遭到神力的侵蚀，他本不想让程振宇看到如今这副模样。程奕焕用尽最后的力气询问程振宇：“这么多年了，你有恨过我吗？”程振宇轻声回应道：“恨过，但只是偶尔。”程奕焕听后脸上露出一丝愧疚，他希望程振宇能原谅他。然而这时程振宇再次开口表示，开始做猎人的时候，每次自己死里逃生后，在看见到母亲和妹妹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你，每到那时候我就会恨你，但同时我也很想你。程振宇看住父亲再次开口询问：“父亲你呢？你不想我们吗？”听到这话的程奕焕当即愣住了，他再也无法压抑眼中的泪水了。“我一直都很想你们，虽然你们看不到我，但能远远地看着你们，我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此刻他的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他使出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一把抱住了程振宇，缓缓开口表示道：“你长大了。”程振宇此刻也流下了眼泪，他不甘地握紧了拳头。“是支配者利用完你就将其抛弃吗？”程奕焕平淡地回应道：“他们只是给了我一次机会，我选择了保护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还想跟你说好多话，还想跟你待得更久一点。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对不起。”随后他的肉身就再也承受不住神力的侵蚀，化为了无数金色碎片。另一边，程振宇的母亲望着窗外的雪花，不自觉的就流下了眼泪。她轻声告诉身后的真雅：“我们该搬家了，现在离开这里好像也没关系了。”程振宇看住漫天的金色残片，他无助地朝住天空发出了一声嘶吼：“听好了，君王们，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然而此刻天空的传送口也即将开启，程振宇冷眼望住悬浮在空中的巨大传送口，车海亦难得见到他露出如此紧绷的神情，并且安德烈与刘志刚也已抵达现场。所有人此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因为大家都明白，在那扇庞大的传送口背后潜藏着真正威胁人类的存在。在所有猎人的注视下，巨型传送口悄然裂开，一对漆黑的巨大羽翼率先自其中伸出，他们的外貌跟支配着士兵一模一样。紧接住现身的则是与卡米什相似的紫黑巨龙。程振宇望着天际密布的漆黑身影，顿时也是被这阵容吓到，因为他能从这些军队身上的魔力感知到一股熟悉的气息。这时最后一位手持巨剑的天使军团长也走了出来。面对如此庞大的敌人，人类阵营当机立断下令开战，但就在此时，程振宇却制止了众人动手，大声喝令所有人停止攻击。
众人顿时就满脸错愕，不明白他究竟想做什么。难道他打算放弃远程优势，与这群魔兽进行近距离战斗？那根本无异于送死。然而接下来的画面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常识。程振宇缓缓地走到天使军团长的面前，天使军团长先是低头注视了程振宇，程振宇也神色淡然地仰头与他对望。随后，天使军团长竟然单膝跪地，恭敬地宣告总军长百里昂率领暗影军团参见君王。随着百里昂的话说完，所有军队都齐声跪拜程振宇。一旁的众人当场愣住，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幕。安德烈见状也不禁感叹，一只就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卡敏石巨龙，这里居然一次就出现了3头。程振宇也确定了对方的身份，这正是前代暗影君王阿斯本留给他的遗产。再有了这股力量的加持，程振宇的暗影士兵的实力必然大增，这也象征住真正的战争即将展开了。时间来到几天后，程振宇此刻为了应对龙帝的毁灭军团，他将军队分成2方进行模拟战斗，借此机会训练他们的战斗经验。总军长百里昂见状也是佩服起程振宇，表示自己以前为何没想到这招。然而就当训练如火如荼进行时，贝尔忽然出现在程振宇的面前，他恳求程振宇对自己进行测试，看他是否有成为总军长的资格。身为军团长的他想挑战总军长百里昂。程振宇听后脸上浮现一丝邪气的笑容，正好他也想看看百里昂真正的实力，当即便答应了挑战。很快2人来到开阔的场地，身后聚满了围观的影子士兵。随着贝尔的咆哮声响起，2人之间的战斗正式开打。百里昂缓缓地抽出腰间的巨剑，高举在身前指向天空。程振宇紧盯着2位军团长之间的对决。看来百里昂和伊格丽特一样使用剑为武器，但他的身形比伊格丽特更高大，并且剑也更为巨大，应该不是速度型，而是强调力量型的战斗风格。若真如此，贝尔或许仍有一线生机。这时贝尔也如同闪电般直奔百里昂，但百里昂毫无闪躲的意图，反而高举巨剑狠狠挥下。程振宇见状也是被吓到了，没想到他的那把大剑转变成了长鞭形态，不断的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攻击。贝尔急忙调整方向进行反击，然而那些长鞭仿佛拥有灵魂般，死死地缠住贝尔的行动。随着百里昂双眼寒光一闪，长鞭猛然收减，瞬间就将贝尔牢牢捆住。程振宇见状也是大为震惊，没想到贝尔这么快就落败了，并且百里昂刚才那一下直接打散了贝尔所有的冲击力。百里昂的反应速度远超预期，并且每一击都有着足以震碎大地的破坏力，看来这就是他能守住总军长职位的原因了。然而贝尔此刻也是猛然睁开了双眼，他们虫族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强人的生命力。贝尔迅速起身挥武力爪，不断地朝住百里昂的胸口撕扯，然而下一秒贝尔的身体就被踢飞出去。百里昂将大剑插在了贝尔的面前，宣告着自己的胜利。可就算这样，贝尔还是拼命地想站起来，他颤抖着身体表示道，他还能继续战斗。程振宇见状当即询问贝尔，他为什么那么想做总军长？贝尔这才说出原因，如果做了总军长，就能一直跟随在君王身边了。程振宇听后露出欣慰的微笑，开口说道，那总军长就站在我右边，你站在我左边不就行了吗？这句话让贝尔瞬间感动到泪流满面，含泪表示道，感谢君王圣恩浩荡。程振宇听闻赶紧让他不要再说了。然而这时伊格丽特也走到了程振宇的身边，他也希望能获得挑战总军长的机会。程振宇听完一脸无奈的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身后，随口说，那你就站我后面好了。伊格丽特听完立刻比出一个胜利手势，神情就像计谋成功的样子。王者艾恩和坦克见状纷纷都露出羡慕的目光。然而这时一旁的动静吸引了程振宇，只见影子士兵们全都聚集在一起，仿佛正在密谋住什么秘密行动。尤其是那3头巨龙与尖牙此刻脸色格外严肃。突然之间，巨龙们同时朝空中释放出强烈的火焰光束，然而此刻的尖牙脸上却浮现出自信满满的笑容，随后就掏出了贪婪之柱，朝住天空轰出一条巨大的火焰光束。强大的火焰光束瞬间贯穿整片天际，下方的兽人士兵们见状也纷纷变身小迷弟，不停地为尖牙欢呼。尖牙也是露出得意的笑容看住巨龙们。程振宇在目睹了一切后，心里不由吐槽起来，用贪婪之珠也太犯规了吧。此刻另一边那些蚂蚁士兵也正忙住搬运石头，不知在准备什么东西。这时总军长百里昂开口道，应该是为了给您建造一处临时居所，好让您可以好好休息。总军长百里昂接着询问程振宇，为何不把影子收回去？程振宇低下了头感叹道，因为影子里太过压抑，这些士兵在来到这里之前一直都被困在次元裂缝中。接着他看住百里昂询问道，你再也见不到前任暗影君王阿斯本了，难道你不觉得难过吗？百里昂闻言神情立刻变得严肃地说起，自己当年在支配这么发起叛乱时，就一直跟在了阿斯本身边守护他，在他获得死亡之力的那一刻，我也是第一个自愿加入的士兵，从那时起我便始终追随他，从未质疑过他的选择。如今他选择你作为继承者，我自然也会相信他的判断。
与此同时，位于次元裂缝的龙帝也从约格蒙特的口中得知了暗影君王的事，他最终还是成为了君王的敌人。他当即下令其他几位君王不得轻举妄动，暗影君王交给他来处理就好。他们目前的实力已经不能再有损耗了，而他的毁灭军团也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另一边的程振宇也回到了家里，他亲手为家人制作午餐。他透过阿斯本的记忆，看到了龙帝与毁灭军团的强大。他们能将面前的一切都化为灰烬。然而这时刘振浩的父亲找上了他。全世界中能从逆时症醒来的人，只有他或程振宇的母亲。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程振宇的帮忙。他询问程振宇为何愿意帮助他，然而程振宇只是平淡地说道：因为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冒险救你。刘振浩的父亲听后也是很感谢程振宇，开口表示道：至少让他能做些什么来回报程振宇吧。程振宇听后只是平淡地说道：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能帮我照顾好我的家人吗？因为程振宇心里很清楚，与龙帝的这一战是多么的危险。刘振浩的父亲听闻也立即答应。随后程振宇就来到了猎人协会，猎人协会告知程振宇，前几日中国那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口。然而不止中国那边，目前世界各地共出现了8个这样的传送口。程振宇很清楚那些就是龙帝的毁灭军团。他询问起吴科长是否愿意相信他，在得到吴科长的肯定答复后，他将手星星放在了吴会长的额头，无数的记忆便瞬间涌入他的脑海。得知世界真相的吴会长吓得瘫坐在地。他原以为神为了拯救人类才赋予少数人特殊力量，他始终坚信猎人是人类的守护者，直到读取了程振宇的记忆后才明白这一切不过是错觉。原来人类根本只是君王与支配者之间战争的牺牲品，如今唯一能与之匹敌的只有程振宇一人。吴会长立即询问起自己该如何协助程振宇。程振宇让他帮他安排一个国际会议，随后各国的代表就都聚集在一起。程振宇站到了主持人的位置，他决定将所有的真相都公之于众。于是他在各国政府的面前承认了这次的灾难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他坦言道，这将是一段难熬的事件，所有人都无法免于这场战斗，因为魔兽将会出现在各位面前，并且摧毁一切。台下的众人听到程振宇的发言后都很震惊，同时自然也有人质疑发言的真实性。你是说连国家权力级猎人都无法打败他们吗？程振宇听后继续解释，到那时会出现上百头比卡米什还要恐怖的魔兽，国家权力级猎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这发言自然还是有人不相信，他们纷纷跟程振宇要求证据。在没看到证据之前，他们无法相信程振宇。程振宇听后缓缓将手举起，随后就在众人的面前召唤出了无数个紫色的传送口。众人见状顿时就被吓呆了。程振宇接着补充道，我们的敌人可以随意的召唤这样的传送口，若不是他们的队伍太过庞大，需要时间来准备，我们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喘息的时间。听到这里，还是有些人实在难以接受，甚至怀疑起程振宇该不会和那些魔兽是一伙的吧。然而下一秒他也立即意识到不对，毕竟如果程振宇真的要杀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这时美国猎人协会会长开口问道，我们已经很清楚传送口会出来什么了，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来预防？然而程振宇只是严肃地开口表示，我希望大家有多远跑多远，一定要离传送口越远越好。程振宇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都在不断地搬离到远离传送口的位置。然而还是有部分的国家不愿意相信程振宇说的话，其中加拿大的猎人纷纷以他们的 S 级猎人为中心，他们认为程振宇的话就是在危言耸听，他们会亲自攻略传送口。程振宇此刻也回到了无人岛上，然而刚到这里他就被惊呆了，一栋硕大的城堡出现在他的面前。程振宇直接叫来了贝尔，让他跪下。这就是你所谓的小宿舍吗？先不说它的大小了，你把这称作为宿舍吗？贝尔颤抖着身体解释道，君王休息的地方起码得有这个规格才行。程振宇接着询问为什么屋顶要挂那个东西，然而这时百里昂却突然跪了下来，程振宇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主意。随后程振宇当即询问起百里昂，失去君王的暗影军团将会如何呢？如果我死了，能把暗影军团交给你这个总军长吗？然而百里昂却表示道，暗影军团与君王共生死，君王若是不在了，他们也会回归虚无，只对主人唯命是从的影子士兵，他们的中心是暗影军团最大的优势。这时伊格丽特走到程振宇身后，君王如果跟他们全面交锋，我们毫无胜算，目前的兵力差距已经达到了100倍不止了，因此程振宇决定先去协助中国，战争越是反复，他的胜算也就越高。于是他立即动身前往了中国。就当程振宇一下飞机后，没想到居然是刘志刚亲自迎接他，并且中国的巨型传送口就在机场的上空。刘志刚向程振宇表示道，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此刻全中国的猎人都集中在了这里。程振宇掉头望去，果然这里聚集了中国的10万名精英猎人，这豪华的阵容就连程振宇也不禁佩服。此刻的他也召唤出了自己的影子大军，无数的影子大军瞬间布满了机场的各个角落。刘志刚整个人都惊呆了，自己国家的10万名精英猎人
跟程振宇的军团对比起来，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然而这时贝尔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嘴里不断地骂刘志刚：“君王的左边是我的位置，你竟然站在君王的左边！”程振宇见状，立即阻止了他，无奈地表示：“这可是我们的友军呀！”就在这时，传送口也即将开启了。程振宇抬头凝视着传送口，等待着毁灭军团的降临。可这时，身边的伯利昂却突然开口表示：“君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程振宇听后，顿时心中巨震，立马查看其他地区的影子士兵的情况，果然得到的消息也是相同情况。程振宇立马反应过来，他们这次的战略被龙帝看穿了。龙帝特地召唤出那么多的传送口，就是为了分散程振宇的注意力，而他则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了离程振宇最远的加拿大。此时加拿大的传送口面前站满了猎人们，加拿大的猎人首领并不愿意相信程振宇，大家都一副没有程振宇就完蛋的样子。他们国家可不会这样，他们会守护自己国家的土地。就在这时，传送口也开启了，然而出来的却不是无数的魔兽，反而是一个赤红色的身影从传送口中独自走了出来。底下的猎人见状纷纷都懵了，果然程振宇是骗我们的。猎人首领此刻也发现对方居然是人类，他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正是率领毁灭军团的龙帝。龙帝缓缓地落到了猎人首领面前，用人类的语言傲慢地询问道：“你是这里的王吗？”猎人首领见状也显得十分吃惊，对方说的居然不是魔兽语。然而这时身后的猎人当即提醒他，魔兽们会制作盔甲，使用如尼文字，建立了拥有层级制度的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和人类拥有相同的智力。猎人首领听后大喜，看来魔兽只是之前一直没有跟人类交流的意愿，如今竟然为了跟我沟通，专门去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他甚至认定程振宇就是靠跟魔兽交流，才能将传送口出来的士兵收为己用。而他们死刻询问我是不是王，显然是想要认我为主人了。脑补到这里，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没错，我就是这里的王。然而龙帝听后却轻蔑地瞥了他一眼，冷声开口道：“你好像不是。”与此同时，程振宇也打电话联络亚当议员，他想确定一下加拿大那边的真实状况。然而就当电话接听的瞬间，他才发现亚当议员此刻居然在加拿大那边，因为他身为猎人协会议员的立场，实在无法对加拿大视而不见。程振宇在得知传送口走出了一个人，他立即让亚当抛下手上所有事情，用任何能用的方法尽快离开现场。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亚当此刻目睹了一幕骇人的景象，站在最前排的顶尖猎人瞬间被高温烧成焦炭，并且传送口突然出现多头的巨龙，并且还有大量魔兽接连冒出，各种魔兽混杂一处，源源不绝的涌现。程振宇听闻也立即决定，起码要将亚当一人先救下也好。亚当身上的影子士兵立即显现出来，准备带着亚当离开这里。然而这时耳边却响起一道声音：“影子士兵，你要去哪啊？”说话的正是毁灭君王龙帝。说完口中便开始凝聚火焰，直接对住亚当与影子士兵吐出炽热烈焰。亚当议员也在那一瞬葬身火海之中。程振宇在感受到影子士兵的气息彻底消失后，也是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做出对的判断。他早该想到，若对手明知暗影军团越战越强，势必会选择压缩战场，集中火力。而军王们也正按照计划，同时开启了8个传送口，最后却将所有兵力统一投向最远的那一处。就算他现在火速赶往现场，也为时已晚，延缓战争的策略也彻底落空。这是一次致命的判断错误。与此同时，龙帝在开始大规模的杀戮，无数巨龙在半空盘旋翻飞。他站在最高处，聆听着生灵临死前的哀嚎声，这些对他而言就如同美妙的音乐一样。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毁灭一切。在毁灭军团的残酷侵略下，一个大国迅速的就被焚烧成了人间炼狱。这样的毁灭性战力让人类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面对这场灾难，美国猎人协会局长索性选择摆烂，静静等待末日的降临。按照毁灭军团这种毁灭型的速度，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身为邻国的美国。他总算明白为何程振宇当初会劝他们远离传送口。正当他陷入绝望时，一道黑影悄然降临到他眼前，那正是程振宇的身影。他此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局长索取卡米什留下的如尼石。局长听后顿时坐直身体，那可是猎人协会的宝物，你以为我们会那么随意的给你吗？然而说到这里，他就一屁股瘫坐了下来，心想这该死的职业病又犯了。如今全人类都要灭亡了，如尼石再珍贵也失去了意义。他答应将如尼石交给程振宇，但想知道他打算怎么用。程振宇则一脸严肃地回应：“我要用它发起反击。”听见这句话的局长没有再多问，立刻带着他前往如尼石存放的地下室。局长这时询问起程振宇：“你曾说过是支配者们将魔兽送到了这里，那么魔兽身上的如尼石是什么呢？”程振宇听后当即回答道：“是支配者给人类的最大礼物。为了让人类更加高效地猎杀魔兽，支配者想让人类在与魔兽战斗中让地球布满魔力，因此在战斗中牺牲的人类只是该计划中的副作用，并不是支配者的最终目的。而这些如尼石可以将魔兽的能力封印在里面，或许他可以运用着力量来对抗龙帝。在得到如尼石之后，
程振宇还向局长提出了一个请求，那就是请局长带他去见赛诺夫人。然而，就当赛诺夫人刚见到程振宇的瞬间，赛诺夫人就说出了：“你不是我上次见过的那个人，上次那片黑暗还在他的内心深处，而如今他就是黑暗本身。”程振宇听后当即解释：“我还是您上次见的那个人，只不过和您上次看到的那片黑暗融为一体了。这次前来的目的就是想请您预知一下我的未来。”赛诺夫人听闻后立刻点头答应。可就在她触碰程振宇手背的那一刻，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脸颊。她身体微微颤抖，开口询问道：“你真的要背负起所有的一切吗？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怎么能让这么沉重的责任压在一个人身上？你是想用自己的牺牲来拯救所有人吗？”程振宇听后露出一丝安心的微笑。太好了，还有机会走到那一步。可赛诺夫人却突然惊呼道：“那时候就不会有人记得你了，那会是一场无人知晓的孤独战役。你仍然要这么做吗？”然而这句话刚说出口，程振宇的身影就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他独自来到大楼的最顶端，在最后时刻望了一眼这和平的城市。在最终的决战开打前，他拨通了心中一直惦念之人的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正是车海印。简单问候几句后，车海印忽然语气认真地问道：“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见我一面。”程振宇语气温柔地回应道：“好，我一定会去见你的。”电话结束后，车海印这边也整装待发了。亚洲猎人联盟、欧洲猎人联盟、非洲临时统一工会和中国紧急应对联盟，数十万名猎人同时踏上战场。此刻的龙帝正站在无数猎人遗体的残骸上方，他抬起头，冷冷地用魔力传音至世界各地：“暗影君王，我就在这里。你有数千万的同伴早已命丧黄泉，你到底还要当胆小鬼藏到什么时候？”程振宇在感应到龙帝的讯息后，淡淡的开口回应道：“我很快就会去找你。”随着龙帝正式向程振宇宣战后，为了迫使程振宇出现，他毫不留情地肆意摧毁城市。此刻的他站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仰望天空，心中纳闷：暗影君王收到我的战帖之后就再没出现，他到底在打算什么鬼主意？莫非是害怕我手下那数千万毁灭军团的力量，而选择逃进了次元裂缝吗？正当他思索之际，一枚导弹突然击中他的额头，接着一连串的导弹如雨点般轰炸而至。就当战机刚回报已正面命中目标时，然而下一刻一道火光便向助他们袭来，映入飞行员眼中的是一头庞然巨龙的轮廓。这股强大的压迫感正是龙帝的真实形态。他轻蔑地扫了人类一眼，低声吐出无趣二字，随后张口凝聚火焰，朝助战机发射。与此同时，程振宇此刻正待在城堡之中。程振宇正坐在王座之上深思，思索如何应对眼前实力强大的龙帝。然而就当他陷入沉思时，忽然下意识回头望去，只见王座后方赫然刻着君王2字。他低下头笑了出来。虽然那只是贝尔的胡闹之举，却也让他在战前稍微放松片刻。这时贝尔也哭哭啼啼地从地面钻了出来，接着百里昂也来到他身边，语气沉重地说道：“郡王这一次真的太危险了。”接着伊格丽特也凭空出现，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以他们现在的实力与毁灭军团正面对抗，无异于自寻死路。程振宇长叹一口气：“我知道你们都担心我，但有些事情即使明知凶险万分，我们也不得不去做。”程振宇望向站在一旁的百里昂，想起前代暗影君王曾称赞过自己的这一点，心中不禁思索住：若是他面对眼前的局势，又会如何应对？百里昂听完这番话后，眼神坚定地开口表示：“若是那位君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程振宇听后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而就当百里昂抬头看向程振宇时，他的身躯突然猛然一震，因为他在程振宇的身上看见了前代暗影君王阿斯本的影子。下一瞬间，3位军团长全都露出坚毅的目光，齐齐跪倒在程振宇面前，高声宣誓愿誓死追随程振宇。程振宇听见这番忠诚之言后，心中也是非常满意，当即就站起身，率领3大军团长直奔战场，心中明白是时候做个了断了。就在此时，百里昂突然问道：“君王，您不与家人联络一下吗？”程振宇低声回应道：“不用了，我怕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舍不得上战场。”说完便将手机狠狠捏碎，毅然决然地踏上前往战场的征途。与此同时，战场上已经彻底沦为废墟了。此刻一架战斗机也不幸被巨龙攻击，飞行员只能赶紧从高空跳伞降落。然而就当他落地的那刻，才惊觉这里已成炼狱，四周遍布各种族的魔兽，他们正不断地猎杀人类。见此景象的他立即就吓呆了。然而这时一条巨型蜈蚣盯上了他，正张开血盆大口朝他扑来。然而就在这危机时刻，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他身前，一刀将那只蜈蚣斩成2半。来者正是暗影君王程振宇。无数的魔兽也立即向他发起了围攻。然而程振宇依旧面不改色，缓缓地拿出卡米什短剑，支配者之拳能瞬间启动，一道紫色剑气划破长空，顷刻间便将前方魔兽悉数歼灭。随着程振宇一声令下站起来，
那些原本死去的魔兽们全都化为影子士兵，成为暗影君王麾下的新部下。此时的龙帝也感应到了程振宇的气息，他立即告诉幻界君王，暗影君王已在最东边现身了。幻界君王听后，当即表示要召集全军去攻打程振宇，但钢体君王却感受到了一丝异样，他发现程振宇根本未带领暗影军团现身战场，显然是将兵力分散，打算一人应战，并将战场上的魔兽全数收为己用，同时也在拖延时间，避免全面交战。果然，此刻位于战场的程振宇已经收复了上百名的影子士兵，全新影子正逐渐地占据住战场，宛如想要吞噬一切。程振宇此刻也在迅速地斩杀魔兽，就当他解决了战场上最后一只巨人魔兽的刹那，突如其来的一声龙吼响彻云霄。程振宇抬头望去，只见无数巨龙盘旋空中，那是龙帝派来的支援军团，可惜其中并无龙帝的气息。他知道对方仍在观望，不愿轻举妄动。程振宇决定，那就给他一个不得不现身的理由。程振宇再度开口表示要站起来。刚刚被杀死的那只巨人魔兽瞬间化身影子士兵，举起巨掌就抓向空中的巨龙。然而这时一道火焰却向巨人袭来，瞬间就将巨人炸得粉碎。只见空中赫然站着龙帝的直属部队，他看住倒下的巨人，冷声讥讽道：“区区是个用法力凝聚出的傀儡，居然也敢妄想对抗龙帝，就让侍奉龙帝的我亲手灭了你们！”然而就当他话音刚落下，程振宇便驾驭飞龙凯瑟出现在他身后，冷声开口道：“废话真多。”随后当即就从凯瑟的身上跳下去，手举卡米什短剑，狠狠地斩下他的头颅。远在战场另一端的龙帝，在察觉麾下一名大将的气息消失后，他立即意识到程振宇正逐渐越变越强，若不尽速地阻止他，他的成长将变得难以想象。于是他下令幻界君王镇守战场，自己则撕裂虚空，直奔程振宇所在战区。然而他在离开之前，也召唤出了无数的红色传送门，释放了更多的毁灭军团。然而面对如此恐怖的魔兽大军，人类的军队越来越难坚持了，他们根本难以阻止魔兽的步伐。就在一只魔兽即将突破防线之际，突然一记拳头猛然将巨人砸飞了出去。男人则露出笑容，站在原地，笑道，表示全都是地下城经常看到的家伙，来者正是国家权力级猎人安德烈。然而这时他的神情顿时转为严肃，因为魔兽阵营的首领钢体君王也踏入了战场。妖人之王扫了安德烈一眼，冷笑嘲讽道：“原来是那个差点被獠牙君王撕碎的支配者容器，你这种垃圾，我只需眨眼间就能收拾，还敢站在那里挡道？”不料安德烈却放声大笑，表示他最讨厌麻烦了。出来吧，我的影子士兵！话音落下，只见他的影子迅速向后扩散，无数影子士兵就出现在他身后。军团长百里昂也是走到安德烈的身边，焊住钢体君王，表示道：“好久不见，妖人之王！”钢体君王难以置信看住这一幕，难道暗影军团隐藏了踪迹，躲在了人类的影子里面吗？就当他打算先将情报汇报给龙帝时，他这才发现自己居然无法联系外界。他立即扭头望去，只见杰雅此刻拿着贪婪之珠站在最高点，并且施展了结界将这里与外界隔离。钢体君王愤怒地看住影子士兵，这不是影子士兵的主意，更不可能是暗影君王的主意。暗影士兵一向来都是正面迎战的，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他愤怒地咆哮道：“这是人类的方式！可恶的程振宇，你没有资格作为君王！”贝尔听后冷冷地走向钢体君王，收回你刚才说的话，侮辱君王的人必死无疑。钢体君王见状也是愤怒地表示，区区一个士兵居然敢在君王面前放肆。钢体君王与影子士兵的大战正式开打。与此同时，程振宇此刻也见到了龙帝，龙帝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下方的程振宇。此刻的他也发现了异样，自己居然与钢体君王失去了联系，难道那家伙也背叛了我吗？还是这是程振宇施展的障眼法？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今天势必要在这里解决程振宇。他口中的火焰迅速朝住程振宇所在的方向席卷而来。程振宇在感受到这股可怕的魔力后，身形也是稍微愣了一下。龙帝的火焰所掠之处，瞬间就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而龙帝则双手负背立于焦黑大地之上，他的视线立即对准了上空。因为程振宇此刻已骑着飞龙凯瑟高悬于空中，程振宇也当即释放出暗影军团，无数的影子就涌现在战场上，张开狰狞血口朝着龙帝扑击而去。然而龙帝却毫不畏惧地准备迎击他们，两边都爆发出了极为可怕的魔力，就连在远方战斗的刘志刚都能感知到，此刻的他刚解决了巨人魔兽，这时不是在水上战斗，斩杀巨人对于他而言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然而就当他看向程振宇那边的方向后，只见一红一紫的魔力波动，将整座城市强行化为两半。回到程振宇这边，龙帝在见识到暗影军团露出一脸的不屑，随即就挥出一道炙热火焰，将程振宇召唤的暗影士兵瞬间消灭殆尽。他带着轻蔑的语气朝程振宇冷声嘲讽：“难道你就只有这些不中用的部下吗？居然把精锐派去对付钢体君王，只留几千人跟我交战？”然而就当他把目光对准程振宇时，
才发现程振宇此刻已经召唤出紫色传送口，准备潜入传送门，脱身离开这里。龙帝见状，赶紧立即动身追赶，他也成功在传送门关闭的瞬间跟了上来。然而眼前景象顿时令他愣住了，只见漫山遍野尽是暗影军团的身影，就连钢体君王所率军队也被程振宇复活成自己的暗影士兵，并且钢体君王亦遭到贝尔与百里昂联手斩杀。然而龙帝却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笑了出来，先击溃钢体君王，再来对付独身而来的我，倒是挺有想法。不过很可惜的是，跟上来的君王可不止我一个。只见幻界君王此刻赫然出现在战场上，并且身后浮现了无数的传送口。龙帝的毁灭军团正透过幻界的能力穿越到这里，随后无数的巨龙就倾巢而出。龙帝自信向助程振宇说道：“是你的误判害了你自己，你输了。”庞大的兵力差距顿时让局势翻转，程振宇陷入被压制的劣势。然而程振宇此刻却露出诡异的笑容，他立即将全部的影子士兵回收。龙帝见状满脸不解，他怎么把兵力全部撤回了？难道被眼前的悬殊的兵力差距给吓傻了吗？这样一来，投降也是情有可原。然而程振宇此刻却缓缓闭上双眼，任由巨龙在自己上方聚集。只见他的双眼周围竟浮现出一道道暗紫色裂痕。当他再次睁开双眼之时，龙帝心中瞬间警铃大作，难不成你要使出那招吗？只见程振宇周身爆发出紫色光芒，魔力如同洪水般不断涌现，这正是他从卡米什如尼时获得的技能。它是龙族中最可怕的力量，一招敌我皆无法幸免的禁忌力量。它能让万物都丧失力量，是一个会让对手陷入绝望的呐喊声。随着程振宇的一声怒吼，毁灭性的魔力瞬间席卷全场，那些刚被召唤出来的巨龙瞬间就丧失了战力，并且连幻界君王都被这技能影响到不能动弹。龙帝不可置信地看住这一切，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毁灭军团竟然被程振宇一招全灭了。然而就在他愣神之际，程振宇突然瞬移到了他的身后，并且死死抓住他的胳膊，冷声道：“你跟我来。”随后程振宇的影子便立即将他吞噬，发动影子互换技能。下一秒，他们两人就来到程振宇的无人岛。这里是程振宇特地为龙帝准备的战场。这里在日本巨人传送口被摧毁时，汇集了大量的魔力在周围。龙帝在观察四周后，转眼看向程振宇说道：“你现在拥有那么多的士兵，全面战斗对你很有利，但同时也会大量消耗你的魔力。把我一个人带到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龙帝在看到贝尔为程振宇做的城堡，询问道：“那是你的城堡吗？但作为暗影君王的城堡还不够大。”程振宇听后尴尬一笑，随后他便立马认真起来，随即就召唤出卡米什短剑，冷声道：“但我觉得这个大小用来纪念你的死亡刚刚好。”龙帝见状也立即进入了变身，那就看看你我之间的战斗能不能撑到我的士兵找到这里。龙帝此刻显现了他的巨龙姿态，程振宇见状立即骑乘飞龙凯瑟，带领暗影军团向龙帝发起冲锋。龙帝口中此刻也开始凝聚火焰，准备反击。就在这时，一条漆黑的长鞭从地面无声窜出，瞬间缠住龙帝的嘴巴，强行中断了他的攻击。龙帝震怒地望向下方，只见百里昂正使尽全力拖曳着龙帝的身体。此刻无数的巨人也从天而降，一同将龙帝的脖子压制在地上，并且早已蓄势待发的尖牙此刻双手高举，准备好给予最致命的一击。即刻间，龙帝所在的地区就被强大的重力压制。贝尔与吴燕也立即快速飞向半空，两人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龙帝的脑袋，并且到这里攻击还没有结束。只见伊格丽特的身形悄然现身于龙帝的上方，他手中的恶魔城长剑不断汇集雷电之力，随着他一刀劈下，强烈的电流瞬间覆盖了龙帝全身。暗影军团的默契配合打得龙帝措手不及，可此时身处空中指挥的程振宇却露出一丝疑虑，他开始怀疑这场战斗是否过于顺利。果然，此刻倒地的龙帝猛然睁眼，并且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情，高声咆哮着虽然自己喜欢用兵力碾压敌人的感觉，但同时也热爱在绝境中翻盘的快感。程振宇听闻瞬间神色震惊，只见龙帝起身仰天发出足以撕裂天地的怒吼，这正是程振宇先前使用的龙具技能。暗影军团在龙帝的强大魔力波动之下，身体逐渐化为虚无。程振宇见状赶紧取消了影子士兵的召唤，然而这时一道足以撕裂苍穹的火焰龙息就朝他迅速袭来，所过之处无不化为焦黑荒土。程振宇此刻也来不及闪躲了，飞龙凯瑟见状直接将程振宇摔了下去，自己则飞翔远处吸引攻击，所幸程振宇及时将他给收了回来。然而此刻的龙帝则站立于焦土之上，仰天怒吼：“这才是真正实力的我！混杂住鲜血、哀嚎、疯狂与暴力，我就是毁灭的化身。我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为了战争的胜利，甚至可以毁灭我自己。这就是我毁灭君王安塔利斯。”从空中摔下来的程振宇跪倒在地，死死盯着龙帝。没想到龙帝的龙息居然可以摧毁不死之身的影子士兵，并且自己特别挑选的无人岛似乎也快承受不住龙帝的毁灭。然而龙帝此刻竟主动解除了变身状态，缓步朝他走来，并开口道：“
你不需要太紧张，暗影君王。当你抓着我的时，我本可以甩掉的。不过看在你能把我置入那种境地，不禁的让我有些感叹，因此我就想看看你能将我逼到什么地步。但同为君王，我更想跟你冷静的聊一聊。我知道你拥有前代暗影君王阿斯本的记忆，那你应该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不在这里，而在那片天空之上，是那群卑鄙的支配者。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除掉诞生于黑暗中的君王们，当然也包括了暗影君王。我本想先除掉你，再去解决他们，但在看到你的实力之后，我改变了主意。你拥有不同于阿斯本的能力，那个能力让我看到了我们伟大的胜利。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我可以拯救你的家人，拯救你的国家，甚至你想我离开这里的话，我和我的军团会马上安静地离开这里。你将会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而不只是那个山坡上小城堡的主人。你完全有资格做这颗星球的主人。说完这话，龙帝便向程振宇伸出招揽之手，脸上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容。你只要握住这只手，我们可以合力解决支配者的士兵，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能重获和平与自由。怎么样，暗影君王，要跟我联手吗？龙帝的话语带着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先是用压倒性的实力将对手击溃，再开出一个让人难以拒绝的条件。整个局势庞福早已安排妥当。然而程振宇在面对龙帝递出的橄榄枝时，嘴角却泛起了一抹不屑的冷笑。他冷冷地开口说道：“别闹了，我怎么可能相信一个满脑子想杀我，却还在犹豫该从哪里下手的家伙？”龙帝听闻这番话，先是愣住了片刻，随即便露出狞笑。那股压抑许久的杀意终于藏不住，他低声嘶吼道：“藏不住啊！明明这已经是我最后的仁慈了，接招吧，暗影君王！”说完，他猛地冲向程振宇，同时手掌在空中瞬间幻化成龙掌，带着无尽的威压朝住程振宇拍下。早有提防的程振宇当即就躲过了龙帝的攻击，地面瞬间被龙爪拍得粉碎崩裂。程振宇也趁机将飞龙凯瑟召唤出来，攻击落空的龙帝顿时更加不爽了，立刻朝住程振宇闪避的方向释放一道龙息。所幸程振宇靠着飞龙灵活的速度，成功绕到了龙帝的脖子的位置，闪避了龙息。程振宇当即拿出卡米什短剑跳了下去，他一边挥舞着卡米什短剑，一边持续旋转住身体，从上到下对住龙帝的身躯进行疯狂切割。然而这些攻击根本无法给龙帝造成实质的伤害，甚至都无法在他的鳞片上留下任何伤痕。程振宇立即命令凯瑟远离这里。然而这时龙帝却再次仰天咆哮，施展了龙具，让凯瑟顿时就失去了移动之力。眼见程振宇即将被龙帝的龙息攻击到，飞龙凯瑟这时赶紧用尾巴将程振宇缠住，朝远处狠狠地甩出去，自己则留在原地迎向死亡的命运。下一刻，龙帝的龙息就砸落在凯瑟的身上，强大的冲击波也是将在地面的程振宇震飞。无法承受这一击的凯瑟也回归了虚无之中。龙帝俯身望向程振宇先前所在之处，轻声低语道：“暗影君王，不会这样就结束了吧？”程振宇此刻也愤怒地冲了回来，他的身体化作一道漆黑的闪电，以惊人的速度窜上龙帝的颈侧，不停挥舞手中的卡美什短剑，企图击穿那层厚如岩浆般的龙鳞。可不论他如何挥击，都无法在那坚硬的龙鳞上留下哪怕一丝裂痕。就在这时，龙帝也察觉了他的存在，毫不犹豫地伸出龙爪，朝住程振宇猛力拍去。程振宇见状，当即召唤出自己的底牌，3条古龙瞬间出现在龙帝周围，他们迅速地缠住龙帝的身体。然而古龙之息却又无法突破龙帝的防御。程振宇见状也不禁感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与防护是程振宇从未面对过的。曾经的那些战略都对龙帝无效，若想战胜毁灭君王，他必须获得更强的力量，是那种能徒手就能将铁甲撕裂的究极之力。然而这下意识的内心对话却给了他启发。此刻的龙帝也解决了那3只上古巨龙，然而就当他转头看向程振宇时，这才发现程振宇居然在动用暗黑之力。程振宇此刻不断地用暗黑之力围绕在自己的身上，他要打造出自己的铁甲。龙帝不可思议地看住程振宇，怎么可能？他这是要灵体化吗？但他原本只是一个光辉碎片，不应该有其他的形态才对啊！难道他将死亡之力带到了地面吗？但他不久前还只是人类，为何如今居然可以那么熟练地掌握死亡之力？程振宇此刻也将暗黑之力覆盖了全身，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铁甲。这正是前代暗影君王留给自己的力量。他能感知到，在这具巨大的身躯中，无尽的死亡能量正源源不断向他输出能量。龙帝在看清了程振宇的模样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一直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因此你对于死亡一点也不陌生。我终于知道为何前代暗影君王阿斯本要把暗影之力交给你了。说罢，他便再次张口凝聚龙息，朝程振宇狂轰而去。龙帝很清楚，今天必须将程振宇彻底抹除。这个人类在获得力量前就一直在跟自己战斗，这种人留着实在是太危险了。然而程振宇这次面对龙帝的龙息，却没有选择闪躲，而是缓缓举起手掌，一道暗紫色的死亡光线便从掌心爆射而出。这股力量直击将龙帝的龙息一分为二，
并且顺势砸向了龙帝。无数暗紫色的雷霆瞬间包围住了龙帝的躯体。待雷光褪去，毁灭君王龙帝站在原地，怒火中烧。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杀死程振宇。龙帝高举巨爪朝地面的程振宇猛拍去，程振宇则迅速地紧扣龙帝的手腕，随后高高跃起，一拳就狠狠地砸向龙帝。这一拳的威力极为的强大，只见龙帝的脸上赫然出现了一道裂痕。愤怒的龙帝趁住程振宇无法闪避之际，猛咬就向他的腹部。紧接着，龙帝猛甩脖子，将程振宇高高举起，然后朝后方狠狠摔出。程振宇的身形瞬间就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暗影君王的城堡上。然而不给他喘息的机会，龙帝的龙息就再次扑面而来。程振宇盼尽全力想要躲避，却已来不及，半边身躯瞬间被龙息焚毁。然而在这生死边缘，他丝毫不敢松懈，迅速凝聚出一柄长剑，直冲龙帝。龙帝见状，依旧不断发射龙息，试图阻挡他的脚步。可这一次，程振宇挥出的长剑却将龙息劈成两半，并且顺势向住龙帝腹部发起了反击。愤怒的龙帝立即挥动尾巴偷袭程振宇，被偷袭的程振宇当即就不自由地后退了几步。然而龙帝此刻却再次飞向高空，并且羽翼之间更是凝聚了数十道的龙息，朝程振宇所在之地疯狂攻击。龙帝坚信这一招足以抹杀一切。然而这时，一柄暗紫长剑突然从浓烟中破空而出，贯穿他的翅膀。龙帝当即就看向地面，只见程振宇安然无事地站在下方。随着程振宇大手一挥，蕴含死亡之力的6剑瞬间飞射而出。龙帝见状，当即用龙息抵挡。毁灭君王与暗黑君王的激烈交锋，瞬间就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待烟雾散尽时，只见程振宇拖住重伤之躯，不出废墟，铁甲已经碎裂，显露出人形，重重跪倒在地。维持铁甲让他消耗了大量的体力。龙帝此刻也恢复为人形，语气平静地再次提问他是否愿意联手。程振宇回应依旧坚决，他没有和怪物联手的打算。说完就召唤出卡米什短剑，龙帝此刻也召唤出了自己的火焰长刀，两人再次冲向了对方。两人不断地挥舞着手上的刀刃，龙帝这时却冷嘲热讽道：“就算如今你是死亡之王，但你终究只是个人类。人类的本质就是害怕死亡，连死亡都能吞咽的烈焰，你想被它烧成灰烬吗？”他边说边狂笑，声称很快便要将程振宇所守护之物彻底化为虚无。你既然已经继承了暗影君王的力量，应该就能听到这世界如今充斥着多少的绝望吧。然而程振宇此刻早已筋疲力尽，他手中的短剑瞬间就被龙帝击飞，并且龙帝抓住机会将长刀刺入程振宇腹部。他冷声道：“这就是战争。”随后便将程振宇往后方扔出去。程振宇将短剑插入地面，勉强稳住身形，但还未站稳，龙帝的长刀已经对准他的脖子。龙帝怒视住，问他现在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程振宇却露出自信的神情，轻声说出：“会后悔的人是你。”下一秒，卡米什短剑就绕到龙帝身后，准备偷袭。原来程振宇早就暗中发动了支配者之全能。随后程振宇立即释放卡米什短剑袭击龙帝，自己也趁机一跃后退，拉开距离。然而龙帝身后此刻浮现出一道红色屏障，替他挡下了程振宇的攻击。龙帝讥笑着说道：“你竟想用一把龙牙制成的短剑对付龙帝，你不觉得这样太可笑了吗？还讽刺诞生于黑暗的火焰竟与光明诞生的黑暗开战，战斗结果早已注定。”程振宇听后却只是平静回应道：“确实很明显。”龙帝本以为他准备放弃抵抗，没想到程振宇却突然再次直冲而来。龙帝见状，高举火焰长刀冷笑道：“看来毁灭军团也没有必要过来了，杀掉这个愚蠢的君王就能鼓舞士气。”可程振宇却淡然说出一句话，阳光让影子变得更加漆黑。随后影子士兵的将领们瞬间现身，从四面八方紧紧抓住龙帝的身体，令其无法闪避或反击。面对程振宇这场出其不意的反击，龙帝只能愤怒咆哮怒骂住，他要将程振宇撕成碎片拿去喂龙，发誓要让程振宇明白对抗众龙之王的下场。但此时程振宇手中的短剑亦布满暗影之力，向助龙帝砍出致命一刀。这一刀承载了无数人的希望力量。随着代表希望的一刀斩落，毁灭君王龙帝的身体赫然被砍成了两半。程振宇看住即将死亡的龙帝，冷声道：“你能看到自己的结局吗？”然而就当龙帝身体即将破碎时，天空上此刻却突然裂开出无数的传送口。此刻从传送口走出来的正是支配者大军。支配者大军瞬间就将龙帝包围。龙帝不可思议地看住眼前的一幕，开口表示道：“没想到我居然真的中了你的招数，但当我跟你一同前来无人岛时，并没有看到有传送口，并且想要连接两个世界需要非常巨大的能量，但支配者的军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龙帝原以为无论是吸引军团的视线，还是把他带到这无人岛，都是为了让这场战斗不受影响。可现在看来，程振宇从一开始就打算用巨大的魔力波动把空间撕碎，以把支配者大军召唤过来。可程振宇的身份如今是暗影君王，并非光辉碎片，应该没法与支配者们进行联络才对啊。程振宇听后却只是平淡的回应：“当然有办法，难道你忘记了？
这里还有借助支配者们的力量，与支配者连结在一起的容器。龙帝听后抬头看了将自己包围的支配者们，他坦然地笑了一下：“你居然选择了一个即使打输了，也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方法，而一直关注这场战斗的自己才是彻底完败的那个。”然而这时，身后再次传来程振宇的声音，在背后指使白岩君王、獠牙君王、背叛暗影君王的人是你，对吗？龙帝在听到这句话后，怒火瞬间燃烧起来。难道这是白岩君王临终前留下的遗言吗？面对龙帝愤怒的质问，程振宇只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早已看透了一切，随即毫不犹豫地对住龙帝比出那个带有强烈挑衅意味的手势。这是奥斯本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带给你的问候。这番举动让龙帝彻底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地举起长刀就要朝程振宇劈去。然而还未等刀锋落下，他背后的支配者士兵早已同时将手中长矛刺入他的身体，毁灭君王就此迎来终结。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映入眼帘的则是那道最灿烂的光辉碎片从天而降。他心中涌起强烈不甘，口中低语住：“整个世界被如此璀璨的光芒与无尽的黑暗影子笼罩着，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任何胜算吗？暗影君王，看来我要先走一步了。我会在那永恒的安息之地等待你的到来，而不是在你所创造的虚假安息中。到时我们再好好较量一番吧。”程振宇静静注视着龙帝逐渐绷紧的身体，用平静却坚定的语气说道：“不必操急，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随着这句话说完，龙帝的存在便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散无踪。此刻，最灿烂的光辉碎片也从天而降，降临于程振宇面前，神情庄重地向他致意，表示是他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并坦言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感谢之意。然而程振宇此刻却缓缓开口，表示自己不需要什么回报，但他有件事想拜托他们。最灿烂的光辉碎片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表示只要是在他能力所及之内，必定倾全力相助。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程振宇提出的请求竟然是要他们再次动用轮回之杯，将时间逆转回过去。他们无法理解为何明明已经取得胜利，却还要重新来过多一次，并且即使使用了轮回之杯逆转了时间，那些高等存在者的意识也依旧会被完整保留。这也代表那些死去的君王将会带着过往的记忆重返世界，即便如此，也要坚持使用吗？然而程振宇却还是依旧坚定不移地选择使用。下一次，他将会在时间的裂缝中将这些君王与军团彻底歼灭。所以，在他消灭君王的时间，他不希望支配者把任何的事物送来地球。这番话语中所蕴含的决心，让最灿烂的光辉碎片长久无法平静。你是想一个人承受整场战争吗？为什么要走到这个地步呢？我们虽然也多次使用过轮回之杯，但始终未曾换来更好的结果。听到这番话的程振宇脸上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因为这场战争让我失去了太多重要的人，我想将他们给找回来。最灿烂的光辉碎片沉默了一会儿，再次开口提醒程振宇，轮回之杯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一旦失败，那就将永远失去再次重启的机会。虽然你可以选择成为阻止君王侵略的英雄，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你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战斗将不会被任何人知晓。如果你输了，等待你的只有彻底的毁灭。即使最终成功了，也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庆祝。即便如此，你还要再次逆转时间吗？程振宇听后缓缓闭上双眼，脑海浮现出了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在前线战斗的爱人车海印，无数为了战争而努力的大家。他缓缓站起身，语气坚定地表示道自己愿意。最灿烂的光辉碎片缓缓开口：“你这种需要独自背负一切的意志，真的很像前任暗影君王阿斯本。”随后便答应了程振宇。程振宇此刻也询问起，那过去不存在的影子士兵会怎么样？最灿烂的光辉碎片当即回答：在过去的时间轴上，与过去的自己相重合的存在将会消失，没有重合的存在则会保留下来。程振宇听后看向了自己身后的影子，回应道：“我知道了，那我们开始吧。”随后，光辉碎片们便举起了轮回之杯，释放出最后一次逆转时空的神力。一瞬之间，一道夺目的金光划破天际，宛如胜利的号角从众人眼前掠过。金光迅速席卷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在昭告人类最终的胜利。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所有关于暗影君王的记忆也在这瞬间悄然被彻底抹去。当光芒散去时，整个地球便回到了战火尚未点燃的和平模样。就在这时，一名小女孩推门而入，打算将还在熟睡的哥哥程振宇唤醒。然而程振宇早就醒来了，看住眼前年幼的妹妹，他不禁露出了温柔的笑容。然而当他走出房门的那刻，却突然愣住了。那位仅存在于记忆中的父亲就站在他面前，那一刻他的泪水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仿佛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但如今噩梦已经结束了，这里有年幼的妹妹，健康的母亲，没有失踪的父亲。这一次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他要亲手守护这一段的未来。但在出发前，他决定哪怕短暂的享受这一刻也好，就当做给自己的一次奖励。在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后，他最后还是踏上了拯救世界的旅途。他在家里留下了纸条，等我完成该做的事，我就会回来。随后程振宇就带着影子军团在次元裂缝无止境的战斗，总军长伯里昂斩杀的魔兽都可以堆叠成一座山了。
而程振宇此刻也来到了幻界君王的面前，他也亲手终结了那个令人厌恶的幻界君王。为了这一刻，他在次元裂缝待了整整27年之久。然而幸好这里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外面的世界应该只过了2年左右吧。如今剩下的敌人就只剩下龙帝与他的直属部队毁灭军团了，也不知道外界的家人过得如何。他当初是不是应该好好跟他们说清楚一点？此刻伯利昂也走过来，向程振宇汇报道：“君王，一切都处理好了。”对方一个喘息的都没有。程振宇听后露出满意的神情，点了点头：“很好，我绝不会再输第2次。”他俯视着满地的魔兽尸体，缓缓开口表示道：“站起来！”语音刚落，那堆积如山的魔兽尸体便瞬间化作暗影君王的军团。此时的龙帝也发现了幻界君王被击败了，他也不愿意继续隐匿于暗处了。他决定暗影君王在这里开战。只见他朝住不远处望去：“暗影君王，你果然很厉害！没想到你竟然使用了轮回之杯逆转时间。我们没有在安息的尽头相遇，反而是活着遇到了彼此。事到如今，我们2人必定有一个要坠入永恒的安息。”龙帝此刻站起身体，看着暗影君王，再一次介绍起自己：“我是毁灭之王安塔利斯，2代暗影君王，你叫什么名字？”程振宇此刻也出现在了他面前，他冷冷开口表示道：“我叫程振宇。”随后2人并没有进行任何交流，而是迅速地向着彼此冲去。2人身后的大军也投入了战斗，毁灭军团与暗影军团的最终一战再次打响。此刻画面再次回到现实世界。一位占卜师的预言让美国顿时就陷入了恐慌。他预言到死神将降临这片土地，然而这种预言一般并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但说出这句话的人，正是2年前突然开启天眼的赛诺夫人。他曾精准地预言了各种大事件。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因此没有人敢质疑他的预言是否真实。果然，预言发布后的第2天，天空就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传送口，围观的人们露出了震惊的神色。这是死神将要降临了吗？但过了许久都不曾看到任何异样，他们都没注意到。此刻的程振宇已经默默地走到人群中，然而程振宇还没走几步，支配者的使者便拿着一束鲜花拦住了程振宇：“欢迎您平安归来，暗影君王。没想到您竟以中学生的模样从里面出来，真的没想到您居然成功了。但您现在的每一步都背负着1000万士兵的重量。支配者们让我转达一些话给您。”随后他们便转移到餐厅，使者当即就说明了前来的目的。支配者们担心您的力量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这个世界太脆弱了，无法承受暗影君王的强大力量。因此想请程振宇转移到一个能够承受他力量的世界。程振宇听后面无表情的回应：“无需那么麻烦转移我，直接封印我也可以吧？还是说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打算除掉我吗？”使者见状顿时就慌了，他赶紧拿出手机急忙解释。手机画面显示着赛诺夫人的预言，表示他之前并不是一个那么厉害的占卜师，然而与我们的世界连结之后，他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因此程振宇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命运。程振宇听后也表示明白了，让使者先回去，之后再来找他。程振宇此刻心里也明白，自己阻止了君王们的侵略后，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所有已经发挥了作用的力量，如同消耗殆尽的核燃料般，已经变成了累赘。难道自己在这个世界已经成了毫无价值的存在吗？真是无趣。然而这时，一个穿着蓝衣的少女从窗外走过，吸引了程振宇的目光。程振宇顿时心中一愣，随后猛地冲了出去。那道无比熟悉的身影，正是他朝思暮想的那个人。那个人正是车海一。或许他以后也会质疑自己，是不是可以继续待在这里。但如果要说一个理由让他不得不留在这里，那就是这里还有他所爱的人、爱他的人和曾经爱过他的人。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留在这里，并且去寻找其他的自己必须留下来的理由。此时的车海音也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他忍不住转过头来，映入眼帘的正是那个曾经最熟悉的人。2人的目光停留在了彼此的身上。